园长，我说的是50斤呢，不是100斤。你闭嘴，剩下的那50斤是我的。蓝星龙国宁南市西红动物园。我好歹也是个211大学的毕业生，居然被父母扔下这个继承自爷爷的烂动物园。他们倒好，跑到国外过老年生活去了。杨林向四周望去，只见动物园里的设施古旧破败。杨林眼神一闪，似乎想到了什么。对了，我可以在网上骗些外地游客过来，忽悠他们买门票啊！我可以直播来宣传。杨林打开手机的直播软件，准备开始宣传。各位宝宝们好，西红动物园现在推出年终大回馈，只要49.9，一张门票加1份零食大礼包和动物零食大礼包，全园自由游玩，可与东北虎合影，赶快抢购吧，还有机会获得动物周边。49.9，这么便宜的吗？刚好这周要去宁南旅游，可以入手1张。大家别上当了，这个西红动物园我去年去过，特别坑，里面又破又旧，动物还少得可怜。一只土狗拴在那，非说是草原狼；大猩猩也是一只秃顶大猩猩，根本不理人。最坑的还是那只老虎，不挂个牌子呢，我都以为是哪家的细狗。我靠，差点上了主播的大当，多谢这位大侠。猛踹瘸子那条好腿是吧？我记住你这个名字了，敢坏我的好事，得去拍段视频引流才行，不然的话，明天动物伙食费都没有了。说完，杨林开始往园区内走去，很快面前出现了一片封闭的区域，在这片区域内，一只黑猩猩正背对着他坐在那里。阿伟，把脸转过来，我给你拍段视频，拍完了咱们就有香蕉吃了。阿伟正是这只成年黑猩猩的名字，也不知道当初他爷爷是怎么想的，给这些动物取的都是人的名字。面前这只大猩猩全名居然叫做李伟。杨林喊了几声之后都没有回头的意思，无奈之下，杨林只好找到了他隔壁的长臂猿李强。作为一只得了抑郁症的长臂猿，李强的态度丝毫不比李伟好多少。眼见着没有一个动物愿意配合他拍摄视频，杨林顿时就绝望了。就在这时，一道系统提示音却是突然在他的脑海中响了起来。丁，天赋培养系统已激活，初始技能绑定中。技能1，授予精通，学会此技能可以和世间所有动物进行无障碍交流。技能2，天赋洞察，学会此技能后可以随意洞察动物的隐藏天赋。技能3，天赋加点，学会此技能之后可以通过加点的方式激活动物的隐藏天赋。由于宿主是首次绑定系统，免费赠送天赋大礼包1份，内含3种初级天赋，同时赠送天赋点3个。听着脑海之中的系统提示音，杨林在一阵懵逼之后瞬间就反应了过来。卧槽，外挂不对，是金手指。深受网络熏陶的他，哪里还不知道这是他这辈子的金手指上线了，带着一丝激动。他不多时就在脑海之中找到了这个所谓的系统，在一番研究之后，他也是很快就知道了系统的用法。丁，请宿主尽快选择3只动物为其觉醒天赋，任务完成之后可获得1点天赋点数。当即他也不再犹豫，转身就看向了一旁正坐在那不知道干什么的黑猩猩李伟。他也很想知道这只秃了头的老猩猩到底有什么样的隐藏天赋。带着一丝好奇，他朝着李伟就丢出了一道洞察之光。下一秒，一个详细的列表就呈现在了他的面前。天赋1，工具制造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天赋2，超级大脑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天赋3，投掷精通绿色天赋激活需要1个天赋点。杨林想都没想就点了投掷精通，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只能点起这个。加点完成后，黑猩猩李伟突然转过身来，杨林还没有反应过来，下意识的将头一歪，随后一声闷响，身后的墙上多了一团污秽之物。阿伟，你这个王八蛋，你竟然敢拿奥利给砸我！只听杨林话音刚落，便听到一阵粗犷的声音：你这个小兔崽子，叫你大爷我什么？再这样叫，你大爷还拿奥利给砸你！听到这句话，杨林难以置信的说道：我真能听懂他讲话了。此时黑猩猩一脸没好气的说道：阿伟这个名字是你能叫的？大爷我按照你们人类的年龄算，今年都80了，快去给本大爷拿根烟来，不然我还丢你。说话间，黑猩猩捡起了一坨风干了的缘分，做出要丢的动作。看到这一幕的杨林立即钻进了旁边的工作间，等他出来时，手里已经多了一包香烟和一个打火机，试探性的从缝隙中把香烟塞了进去。更加令杨林意想不到的是，李伟熟练的抽出一根香烟，用打火机点燃，不一会功夫便吞云吐雾起来。这烟不行啊，以前老杨在的时候，我偶尔还能抽到60的，你这包烟估计都不到10块吧。杨林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老猩猩竟然还是一个老烟民，难怪他爸出国后他便没精打采的，弄了半天是烟瘾犯了。看到猩猩的动作，杨林立刻拿出手机对李伟进行拍摄，并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就目前来看，这个投掷精通的天赋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除了丢缘分之外，再去看看其他动物吧。杨林很快就将目光投向了他的邻居长臂猿李强。作为一只曾经在马戏团表演高空杂技的动物，他在离开了马戏团之后患上了恐高症以及抑郁症，每天除了发呆就是发呆。然而当杨林将洞察之光丢到他的身上时，他的天赋却是让杨林大吃一惊。天赋1，模仿大师绿色激活需要1个天赋点。天赋2，高空王者蓝色激活需要2个天赋点。天赋3，灵性闪光金色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
天赋4，长者智慧金色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天赋5，酿酒金色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除了一绿一蓝2个天赋之外，他的其他天赋全部都是清一色的金色天赋，比之前的黑猩猩还要牛逼上一大截。但是显然此刻杨林只能选择其中绿色的模仿大师。下一秒，长臂猿李强就好像是有所感应一般转过了头来。强大爷，我是小杨啊，阳光的儿子，杨树的孙子，您老人家的抑郁症好些了没有？小杨啊，快去给你强大爷拿一瓶可乐过来，强大爷口渴了。虽然知道这些动物多少都有些怪癖，但杨林也没有想到面前这只牙都掉了一半的老猴子竟然喜欢喝碳酸饮料。您等着，我这就给你拿去。不一会，杨林从办公室拿出了一罐可乐，交给了长臂猿。他拿到可乐后，熟练的拉开拉环，仰头喝了起来。此时，杨林拿起手机拍成了视频，上传到了短视频平台上。与此同时，长臂猿从旁边捡起一块石头模仿了起来。杨林灵机一动，不知从哪摸出一个备用机。强大爷，您过来一下，我教您一个新鲜玩意儿。长臂猿觉醒了天赋后，智力方面有明显的提升，很快就掌握了使用方法。杨林做这些是为了接下来的计划，他要靠这个计划让这个已经没救的动物园焕发。杨林在短视频平台上上传的2条视频，在上传半个小时后就突破了100万浏览量。我去，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黑猩猩怎么还会抽烟呢？这姿势，这神态，跟我抽了几十年烟的老爸一模一样。妈呀，这还会吐烟圈，我他妈都不会。弹那2下烟灰的动作才是精髓，好吧？猛吸了那2口有谦哥的感觉了。我去抽的还是红双喜，不愧是宁南的猩猩。假的吧？这玩意儿确定不是动物园的员工穿皮套假扮的？还会用的火气，这在猩猩界也是高材生了吧？何止是高材生啊，这得亏是咱们进化的早，要不然坐在里面抽烟的就是咱们了。就在众人被这只会抽烟的黑猩猩给震惊到的时候，很快就又有人扒出了杨林后续拍摄的长臂猿视频，而这条视频也是紧随其后爆火了起来。刚刚才刷到一只会抽烟的黑猩猩，这就又刷到了一只喝可乐的长臂猿，这尼玛是动物集体进化了吗？好像还是同一个动物园里面的，这是什么奇怪的缘分？这长臂猿竟然会拧瓶盖，喝完了还会打嗝，这尼玛哪个人才教给他的？看他的表情，他似乎还挺享受的，这是以前没少喝啊。笑死，这长臂猿长得挺像我高中班主任的。有没有宁南本地的老铁帮忙去看一下，看看这些动物是不是真的这么特别？对，我有些怀疑这2只动物是动物园员工假扮的，附近的老铁帮忙去验证一下。去的话，我可以帮忙报销门票钱。我就想知道这只黑猩猩是不是真的会抽烟。我出1包烟，我想看黑猩猩抽烟。我出1瓶可乐，附近的老铁帮忙带进去。哈哈哈，刚好我是宁南本地的，待会我就去看看，帮各位老铁进行验证。这家动物园官方号小黄车里有门票套餐，大家可以买1份看看。随着这2条视频的观看人次越来越多，不多时就登上了热搜。等到杨林发现的时候，他那挂在小黄车里面的门票套餐已经卖出了2000多份。看着仍旧还在增长之中的销售量，他整个人都惊呆了。万万没有想到，只是随手发布的视频就能够有这么强的带货效果。一边感叹着，杨林连忙也是为接下来游客的到来做起了准备。正在杨林忙碌的时候，住得比较近的人就已经到动物园门口了。其中一名化着浓妆的少女当先就问道：“这真是动物园吗？怎么会这么破？”很正常，这家动物园据说已经经营了几十年了，我爸小时候都来这里看过动物。无所谓了，咱们又不是真的来看动物的，赶紧进去拍那2只猴子。什么2只猴子？人家1只是黑猩猩，1只是长臂猿。无所谓了，赶紧的，不能让别人抢了热度。说着几人就要往动物园里面进，杨林也在这个时候走到了售票窗口。欢迎各位来到西红动物园，麻烦出示一下何小码。在场的人出示完何小码后，正要准备往里走，杨林的声音就再次响起。我要提醒一下，那只黑猩猩偶尔会往笼子外面丢东西，你们最好隔远一点。如果因为个人原因被丢到了的话，本园区概不负责。然而对于杨林的这番话，他们丝毫没有放在心里。丢东西能丢什么东西？再说我们隔远了还怎么拍视频？就是，待会一定要隔近一点。对了，你们带烟了吗？带了。眼看着几人不听劝的样子，杨林也只好无奈的摇了摇头。不听人劝啊，待会使到临头可不要怪我。对了，得赶紧进一批纸巾，待会好卖给他们。雨伞什么的也可以进一点。就在杨林心中打着小算盘的时候，那群拿着拍摄设备的男男女女们就已经是来到了位于园区最外侧的猩猩园。就在这时，一个主播大声说道：“是他，他头是秃的，晚上的那只猩猩就是他。”游客正准备开始往里面丢烟的时候，笼子里面李伟的脸上却是突然就露出了一脸愤怒之色，眼神死死盯着那个主播。不等他反应过来，随手抓起一旁的黑乎乎的东西，砰的一声，下一秒在众人见证下，一坨黏糊糊的缘分就重重的砸到那主播脸上。此时直播间也沸腾起来了。我去，效果拉满了啊！这黑猩猩除了会抽烟之外，竟然还会丢屎。没想到随手点开了一个直播间，竟然能看到这样的画面，值了啊！妈呀，这黑猩猩是成精了吗？这人刚说了他一句他是秃顶，就这么被甩了一脸的奥利给。
绝对不是偶然，笼子外面那么多人他不丢，专门丢这个小黄毛，笑死！朕怕不是终于尝到了缘分的味道，数数我啊，时到临头了。这一刻，笑容完美的从在场这群游客们的脸上转移到了直播间观众们的弹幕上。而到了这个时候，之前那名被丢了满脸缘分的主播也终于是反应了过来，开始朝身旁的同伴求救。红哥有没有带纸啊？马姐你有没有？只是不等他把话说完，这些平日里关系比较好的同伴就纷纷有多远躲多远。而也就在这个时候，笼子当中的黑猩猩李伟的脸上突然就露出了一脸得意之色，一边呲着一口大黄牙，一边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胸脯。下一秒，他更是当着众人的面在笼子里转起了圈圈。这样的神态落入到那些直播间观众们的眼中，顿时就让他们变得更兴奋。我操，这黑猩猩怎么感觉脑瓜子不正常一样，还知道嘲讽？妈呀，快要把我笑喷出来了！主播呢？主播在哪？把镜头凑近一点，只要你靠近铁笼子，我就给你刷一个火箭。只要你靠近铁笼子，我就给你刷一个火箭。在直播间水友们的起哄之下，这些原本躲得远远的主播们顿时就异动了起来。恒哥，咱们凑近一点，应该没事吧？只要不说这头黑猩猩的坏话，他应该不会砸咱们吧？况且他刚刚那一下应该只是凑巧而已，哪能次次都砸那么准啊？说完，他就一步一步地往笼子的方向走去。黑猩猩李伟也似乎是有些疲惫了，下一秒更是当着众人的面从石头缝里面掏出了一包香烟，熟练地点着一颗香烟之后，他那饱含沧桑的眼神就怔怔地看向了笼子外面的众人。看着他的这副神态，笼子外的众人一时之间竟然有些分不清楚到底谁是动物谁是游客。他们唯一能确定的一件事就是目前他们似乎安全。然而真的是他们所想的那样吗？就在几人放下戒心的时候，刚刚猛抽了一口烟的李伟突然就向身后捞去。快跑快跑，这猩猩在骗我们！可笼子里面的黑猩猩李伟此时却没有打算放过他，一坨一坨的缘分就笔直从笼子上方飞出，而这些缘分无一例外的都砸在了这群网红主播的身上，现场瞬间就变得混乱了起来。我去，这是动物园的特色项目吗？拿屎来打仗，真他妈重口啊！这不是咱们宁南的那群网红街溜子吗？果然为了热度连脸都不要了，估计是 PK 输了，所以往自己身上抹粪吧。就在众人准备靠近的时候，拖着一个大箱子的杨林却是突然走了过来。卖伞了，卖伞了！透明雨伞，20块钱一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听到他的声音，这群游客连忙就看了过去。爹，这不是刚刚的那位售票员小哥吗？他怎么还跑来卖雨伞了？神经病吧！这大晴天的卖什么雨伞？又没下雨。就是，关键还是透明的，连太阳都不能遮。这伞在地铁口不是10块钱一把吗？真是奸商啊！在这群游客的心中，杨林的行为无疑透着一股傻气。然而面对众人的质疑，杨林的脸上却是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下一秒，他就听到了游客之中传来了一声惨叫：“老板，给我来一把！我也要一把！给我一把！”雨伞短短几分钟就被一抢而空，大量游客在短视频平台上传视频，几乎每一个都是上万点赞，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猩猩。黑猩猩李伟被网友称为史蒂夫，动物园官方账号一夜间涨粉100万。西红动物园内，随着黑猩猩李伟史蒂夫的名声响彻网络，前来打卡的本地游客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多。现代人的猎奇心理已经变得这么严重了吗？好好的动物不喜欢看，喜欢被猩猩丢粪。只见此刻的黑猩猩李伟竟然都已经开始掀地上的草皮了，随后就用力将草皮丢向了隔得最近的一名游客。早知道这些游客喜欢这一出，昨天就给李伟多喂一点了，顺带喂点巴豆，给你们来一个雨露均沾。各位游客请注意，除了猩猩园之外，其他的园区动物也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移步前往。其他动物也像史蒂夫一样有意思吗？是啊，有什么绝活吗？不过还别说，就史蒂夫一个我就感觉已经值回票价了。像史蒂夫这样不正常的动物，我觉得他们动物园有一个就已经不错了。那可不一定，有卧龙的地方就一定有凤雏。就在猩猩园旁边的猴园里，我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节目，感兴趣的可以跟我走。说完这句话，杨林转身就朝着一旁的猴园走去。这尼玛是机械舞啊！这猴在跳机械舞，我的天啊！我操，这不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Billie Jean 吗？他尼玛居然会太恐怖！这真的是一只猴吗？确定不是找了一名舞蹈演员穿了一身皮套在那跳吗？那如果是皮套演员，那岂不是更牛逼？穿着皮套还能把舞跳成这样，迈克在世也做不到吧？这不是那只喝可乐的长臂猿吗？他竟然还会跳舞，这真是离大谱了！他竟然跳得比我一个学了8年街舞的还要好。我有预感，这猴应该很快就会火。你这不是屁话，他不火，我现在就张着嘴跑到史蒂夫的面前。
就在众人惊讶之间，他们也是不忘将长臂猿跳舞的视频拍了下来。果然，有卧龙就必然有凤雏。本以为一只会丢粪的黑猩猩就已经天下无敌了，没想到在它的壳壁竟然还住着一只会跳舞的长臂猿。从这只长臂猿跳舞时的熟练度来看，我觉得它至少是学习了2年半的时间。有道理，你们看它身上的2条花纹像不像背带裤？够了啊你们，这里也能开团？这只长臂猿的素质还真是666啊！本来还挺喜欢这只长臂猿的，你们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更喜欢了。妈呀！小小的一个西红动物园内，竟然同时藏着卧龙和凤雏，想必动物园的老板也不是池中之物吧？确实，能养出这样的2只奇葩动物，老板也是人才。应该是饲养员牛逼才是，很明显这个饲养员是懂动物的。你懂个嘚儿啊！这个动物园总共就1个人，他既是老板也是饲养员，偶尔还兼职卖票。妈的，偶尔还是一个黑商，从他那买了1包纸巾用来擦身上的事，他收了我10块钱。怎么，一份特殊的缘分再加1包纸巾卖你10块钱，你还嫌贵？听说黑猩猩的粪便之中有益生菌，吃了能补脑，卖你10块钱确实不贵。真的吗？当然是骗你的了，小可爱。随着众人的热议，很快长臂猿李强就开始和黑猩猩李伟并驾齐驱。在被网友们戏称为西红动物园卧龙凤雏的同时，他还额外的获得一个外号麦寇太空猿。在这对卧龙凤雏的推动之下，西红动物园这个名字也渐渐的被龙国的每一个人所知晓。快放我出去，我快让屎给憋死了！杨林看着动物园的入账信息，快要笑得合不拢嘴了。依靠着史蒂夫和麦寇太空园，仅仅1天营业额就突破了50万元。随着数据还在不断上涨，杨林也发现了动物园的人手不太够。今天还是工作日，人就这么多，如果是周日和节假日的话，我岂不是要累死？看来得想点法子啊！各位叔叔伯伯，有没有工作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呀？我要是继续在家当咸鱼的话，估计要被杨翠兰给扫地出门了。这个人不是姑妈的大女儿陈可辛吗？按辈分和年龄，她还得叫我一声表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表妹学的是兽医专业。可辛，表哥这里有一个岗位，你要不要来试一试？室内工作，双休不加班，缴纳5险1金，1个月工资4000。真的吗，表哥？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呀？具体工作内容其实很简单，就只是负责验票和卖票而已，偶尔有些机动工作。可以，那表哥我什么时候能上班？如果可以的话，明天你就可以过来上班。好的，定位给我，我明天一定的。我现在就去告诉杨翠兰，我找到工作了。售票员现在搞定了，现在就差一个保安了。游客少的话，有没有倒是无所谓，但是游客多的话，这个岗位显得很重要了。万一要是有游客打架，或者是游客和动物打架，或者是游客揍我，这都需要保安出面。杨林最担心的其实还是游客揍他，如果没有一定的战斗力，还真不一定拦得住。难道说我要去街上找2个大爷过来当保安？不行，万一出点事，我这个动物园还开不开了。对了，没有谁规定保安一定得是人来当，狗不也一样吗？杨林想到这里就连忙往狼园走去，说是狼园在最后一只老狼死去后就变成流浪狗收留所了。杨林走到狼园的时候，看到一只土狗一脸无聊的拨弄狗盆，其余的狗俨然一副要开战的样子。李狗蛋，你又在那逗李狗剩玩了，你再这样明天就不给你喂狗粮了。小羊，快放我出去，我快让屎给憋死了！我今天必须得在那边的那棵树底下拉屎，谁也拦不住。狗蛋，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棵树下面拉呀？别的树不行吗？你懂什么？狗剩那个家伙每次都把吃不完的骨头埋在这棵树下面。明明同样是狗，你比他们狗多了。想起来时的目的，杨林随手就往李狗蛋身上丢了一道洞察之光。冰超级智力金色天赋需要5个天赋点才能激活，但由于该物种特殊性，本次只需要1个天赋点就能激活该天赋。第一个就是金色天赋，而且现在只需要1个天赋点就能激活，那我还选什么呀？就这个了。小羊，刚刚是你对我使用了超能力，对不对？我感觉我现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听到他这句话，杨林刚想点头，李狗蛋就一脸兴奋地往狼园外狂奔而去。特马的，老子是人，为什么会跟这些狗住在一起？这狗窝我是住够了。完了，这家伙把自己当人了。嗨，
看来也不是完全把自己当人了。狗蛋啊，既然现在已经不是狗了，那我也不能白养你了。从今往后，你就是咱们西红动物园的保安队长，不是汪汪队队长。你的职责就是保护整个动物园和我的安全。工资的话，每个月给你30斤狗粮，10斤牛肉，20个罐头，你看怎么样？再加50根火腿肠。成交。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你给我把狼园里面的狗都训练出来，他们以后就是你汪汪队的成员了，都听你的指挥。真的吗？当然，我还能骗你。好了，以后你就不住狼园了，住在我给你安排的保安亭里面。现在你的任务就是给我训练其他的狗狗，明白吗，李队长？明白了，园长，保证完成任务。就在杨林准备回到自己的房间内好好休息的时候，动物园的最深处却是传来了一阵摄人心魄的吼声。太好了，终于觉醒完毕了吗？我还以为要等到明天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说完，杨林就带着强烈的好奇往园区最内部走去。西红动物园虽然破旧，但占地面积却是十分巨大的。走了将近5分钟之后，一片占地面积巨大的虎园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大，太大了，怎么会变得这么大的？看着眼前的斑斓猛兽，杨林实在是难以将它和之前那头瘦骨嶙峋半死不活的东北虎联系到一起。它之所以能变这么大，是因为杨林在白天的时候给它点亮了一个天赋，超级体魄绿色天赋，激活需要1个天赋点。没想到一个绿色天赋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小杨，你什么时候给你花大姐我介绍对象啊？我眼看就要绝经了，再不找对象的话，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当妈了。这只体型超长的东北虎是一只母老虎，和它的名字李花一样，是一个大花痴，满脑子都是和小仙虎打扑克。不过看它那体型，杨林就知道它这辈子是没这机会了。随着东北虎李花的成功觉醒，系统赠送的天赋点全部消耗完毕。如果再想激活其他动物的天赋，就需要系统再次发布任务，或者是从商城中购买天赋。对了，好像还有一个初级天赋大礼包，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叮，恭喜宿主成功获得初级天赋语言精通。叮，恭喜宿主成功获得初级天赋绘画。叮，恭喜宿主成功获得初级天赋暴食。这都是啥破天赋啊？语言精通，让一种动物会说其他动物的语言吗？绘画，动物又没有手，拿什么玩意儿画画？而且这也没啥噱头啊。还有一个暴食天赋，这个天赋它不是能把我吃穷吧？算了算了，反正是系统赠送的，睡觉去了。明天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游客过来。喂，哪位？表哥，是我呀，你的可心表妹呀，我来入职了。你在动物园吗？我现在在动物园门口，现在外面好多游客在排队了。听到这句话，原本还带着一丝睡意的杨林顿时就清醒了过来，看了看手机，才6点钟啊，我马上就去动物园门口接你。杨林穿好衣服往动物园大门走去。表哥，我在这，我在这。凭什么就放他一个人进去啊？我们等了这么久。是啊，你还准不准备做生意了？还不快开门！她是我表妹，同时也是园区的售票员，当然可以进来了。而且你们没有看到旁边写的开园时间是早上8点半吗？嘿，我说你这个臭小子，你这又不是什么正规动物园，学人家正规动物园的那一套做什么？赶紧开门，不然我们在网上曝光你。园长，汪汪队全体成员集合完毕，队长李狗蛋向您报道。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只有勇敢的狗狗。好的，李狗蛋，你现在一定要把这里看好，不要让任何一个人进来。妈呀，这真的是狗吗？我怎么感觉他们像是这个动物园的保安啊？这还需要怀疑吗？最前面的那只狗的身上不是还穿着保安服吗？等等，这不是保安服，这是汪汪队服。笑死，汪汪队开大会，这个动物园不会真的穷到请动物来当保安吧？为什么我感觉这些动物跟人一样啊？动物可以有这么聪明吗？有的吧，上次我高考的时候，里面的那只土狗就坐我旁边。没错，这只土狗我也认识，我考试的时候还是抄它的呢。关键是这只土狗就像是这群狗的领导一样，它还会驯化哎。妈呀，这家动物园原来不只有卧龙和凤雏，还有这么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尼玛还没入园呢，怎么就有节目等着我们？已经值回票价了，接下来的岂不是等于白嫖？人办的，一定是人办的。至于最早叫嚣的那2位，在汪汪队出来之后就已经是躲到了人群后面。
如果是人类保安，他们还能横一下，但是在面对这群气势汹汹的汪汪队的时候，他们顿时就没了胆气。毕竟人会跟你讲理，狗可不会。眼看着所有的游客都安静了下来，杨林当即也是让李狗蛋带着汪汪队在众人的面前操练了起来，而他自己则是带着表妹陈可辛进入到了园区内部。表哥，这就是大舅留给你的那家动物园吗？其他员工呢？其他员工在哪里？我也好和我的新同事们认识一下。其他员工刚刚你不是都见过了吗？啊，你说的难道是那几只土狗吗？对啊，咱们动物园现在只有3个职位，一个园长，一个售票员，再加上保安队长。你现在就是我们西红动物园的售票员兼财务出纳了。还要兼职财务出纳呀？那可是得加钱的，而且我还是你的表妹，那更得加钱了。我也不多要，1个月给我加1000块钱。1000？你知道现在宁南应届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是多少吗？顶多就3000块钱。我看你是我表妹才给你4000的。当然了，表哥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再给你800的绩效工资，只要你工作完成的好，就能全额拿到。成交。很好，既然你已经答应了，那你现在就是我们西红动物园的正式员工了。走，表哥带你去吃员工餐。表哥，啥动物还吃泡面啊？谁说要拿这个喂动物了？这是咱自己吃的。眼见着动物园大门外的游客也变得越来越多，甚至都已经排起了长龙。尽管如此，那些大门外的游客却丝毫没有觉得不耐烦，反而是一个个兴致勃勃地隔着笼子观看起了汪汪队的早间训练。每当李狗蛋带着这群狗崽子们完成了一项训练科目，外面的游客就会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时不时的还有人拍手叫好。还好来得早，没想到这家动物园竟然还有隐藏节目。笑死，鬼知道这真的是动物园的安保训练，还是刻意安排的动物表演。话说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动物园里面看到狗这种动物。什么动物？人家明明是动物园员工，就不得1个月发几10斤狗粮作为工资？前面的让一让，挡我镜头了。好可爱的土狗，这要是发网上去肯定爆火。这还用说，不是肯定，是已经火了。刚刚我看到有一条拍汪汪队的视频，已经有上百万的点赞。就在游客们兴致勃勃地欣赏着汪汪队的训练时，杨林也带着陈可辛来到了他的工作岗位之上。园长老大，汪汪队早间训练科目已经全部完成，请指示。很好，接下来你就带着汪汪队开始在园区内巡逻，如果发现问题立马向我汇报。收到。表哥，你什么时候这么会训狗了？你这比专业的训狗师还要专业啊！而且我怎么感觉他们好像能听懂你讲什么似的？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呢？表哥怎么可能会和狗讲话？也就是一点点坚持和努力而已。好了，准备放游客入园了，你去检票吧。说话间，杨林就走到了动物园的大门前，打开了入园的闸门。外面的游客们看到这一幕，连忙就涌了过来，顿时现场就变得火热了起来。相比于第一天，这第2天的游客数量明显又迎来了一波新的增长。才刚刚开园，进入到其中的就有数百名游客，而这些游客在进入到园区之后的第一时间就直奔园区最外围的星星园而去。史蒂夫呢？史蒂夫在哪？我们要看史蒂夫。带伞了吗？你就敢去看史蒂夫？这不是废话吗？不带伞我敢靠近吗？网上的视频我可是看了的，有一名游客还被喂了一嘴的奥利给。史蒂夫也不行啊，我看到后面的时候他丢的都是草皮。你懂什么？这叫缘分已尽，他又不是永动机，哪里来的那么多奥利给？史蒂夫有什么好看的？我还是喜欢迈克太空园。没错，还是迈克的才艺比较牛逼，那头只会丢巴巴的猩猩简直是弱爆了。你懂什么？哥哥那么努力，为了练好这一手，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猩猩党真恶心，还是太空园比较文明。元哥 YYDS。不知不觉间，游客就自觉地分成了2派。就在这时，一道震天动地的随着这道吼声的传出，原本还叽叽喳喳的游客瞬间就安静了下来。虽然一时之间他们分辨不出这到底是什么动物的吼声，但从这道吼声之中，他们感受到了一阵来自于血脉深处的恐惧。足足过了1分多钟时间，园区内的游客才渐渐地回过了神来，霎时间人群就再次沸腾了起来。我靠，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是啊，太恐怖了吧，感觉整个人都被压制住了。这家动物园里面不会还关着什么猛兽吧？什么猛兽能有这么猛？狮子还是老虎？我看过一些网上关于这家动物园的资料，这家动物园里面好像确实饲养着一些猛兽，但它们的年纪都比较大了，都是一些老弱病残。我记得我小时候来过这里，当时这里就有一只瘦巴巴的老虎，感觉还不如一只猫熊。说这么多废话干嘛？直接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总不能是什么外星生物吧？对，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反正再牛逼的动物也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随着众人的议论，很快其中就有一部分胆子大的决定往园区的深处进行探索，而这一幕自然也是被杨林看在了眼中。当即他就拿起了大喇叭喊道：“各位游客请注意，
后方为园区的猛兽区，胆小或者是有相关疾病的游客就不要进去了，以免被吓到。猛兽区这么破的动物园能有什么猛兽？再说了，它再猛能有我猛吗？对，大哥最猛，别说是猛兽了，就算是狮子老虎，大哥也能一拳打死。瞧大哥这大块头，什么动物的块头能比大哥大？走，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一时之间，大量怀揣着好奇心的游客就开始往园区的深处走去，而当他们看到那些其他园区的动物时，脸上的不屑之色就更浓了。这什么鬼猛兽区？这黑熊瘦不拉几的，这只花豹怎么还断了一只前爪？这野猪瘦得跟个细狗似的，我就说刚刚的那个人只是在故意吓唬我们。这家动物园里的动物里根本就没有猛兽。是啊，这也太没有意思了吧！就在游客们纷纷感叹无趣的时候，一张路牌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虎园，就是说前面关着一只老虎喽，说不定刚刚的叫声就是老虎发出来的。算了，来都来了，就看看这家动物园的老虎到底长得什么样吧。说话间，游客们就纷纷朝着虎园的方向走去。然而等到他们走到虎园门口的时候，却发现虎园的笼子里面空荡荡的。这什么啊？老虎呢？老虎在哪里？不会是弄了一只猫在里面装老虎吧？我就知道是骗人的，这里面根本就没有老虎。就在游客们纷纷表示自己上当受骗了的时候，杨林却是推着一个小推车出现在了众人的身旁。卖土鸡了，卖土鸡，100块钱一只，真正散养土鸡，可以用来投喂老虎。听到杨林的声音，众人纷纷露出了无语之色。园长，我说你这也太坑了吧，虎园里面的老虎呢？是啊，老虎在哪里？刚刚那声巨吼不会是你用音响放出来的吧？今天要是没有老虎的话，那我们可就要退票了。对，退票。众人才刚开始嚷嚷，杨林就一脸淡定地从小推车上拿出了一只肥瘦的土鸡，而后众人就听到他对着笼子的方向大喊了一声：“花大姐，出来吃早饭了！”话音刚落，他就把手中的土鸡朝着笼子上方丢去，而也就在土鸡落入到笼中的瞬间，一道巨大的身影就从假山后面飞腾而出。在土鸡还在半空中的时候，他那恐怖无比的血盆大口就已经将土鸡一口吞下。就在游客们感到一丝迷茫和恐惧的时候，一旁杨林的声音却是再次响起：“有没有要土鸡的？只需要100块钱就能亲手投喂虎王。当然，如果你不想喂的话，也可以将土鸡带回家煲汤。”听到杨林的声音，众人这才缓了过来。下一秒，就有几名游客冲到了杨林的身旁。我要一只，我也要一只。不一会的功夫，杨林这次带来的10几只土鸡就被一抢而空。等到这些游客拿到土鸡之后，便兴致勃勃地开始投喂了起来。本以为前面的那对卧龙凤雏就已经够牛逼了，没想到在这园区的深处竟然还藏着这么一头绝世猛兽，顿时就有了一种值回票价的感觉。与此同时，大量视频被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随着西红动物园的话题在网上爆火，此刻一条视频刚刚被用户上传，就立马引起了大量网友们的关注。而视频的主角正是西红动物园内刚刚被爆出来的东北虎李花。我靠，视频主身高得多矮啊？怎么能把一头老虎拍得这么大？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视频主长得矮，而是这头老虎的体型本来就大？不可能吧？要是按照这个比例，这老虎岂不是看起来跟坦克差不多？哪怕它是东北虎，也不可能会长得这么大吧？别说是东北虎了，就连草原雄狮也不可能长这么大，这都快赶上大象了。等等，大家可以看看它嘴里的那只鲲，应该是一只成年老母鲲，在这头老虎嘴里就跟小鲲崽子似的。按照比例推算，这只老虎的真实体型应该就有这么大。不光是那只老母鸡，没看到旁边的假山吗？那座假山应该有2米多，才刚刚超出老虎的肩高。这尼玛真的是一只巨虎啊！这巴掌，这胳膊，这大体格子，这真的是自然条件下能进化的出来的吗？普通老虎一巴掌的力道就能拍飞一个成年男性，这头老虎一巴掌应该能拍飞泰森吧？泰森，我特么谢谢你，这何止是拍飞啊，这得活活把我拍死啊！就这样的一头老虎，如果放10只藏獒出来和它打，你们觉得它大概能坚持多久？楼上真尼玛是小可爱，按照这头老虎的食量，我觉得怎么着也能坚持1天时间。1天时间之后，那些藏獒应该就能全部被消化完。实锤呢？实锤的小可爱在哪里？我敢说，就算是一头成年雄狮丢进去，也扛不住3分钟。什么？扛3分钟？那这头雄狮的骨头一定很难啃吧？当年许嵩打的就是这玩意儿，神特么许嵩！许嵩赶上去直接就来一个灰色投降。各位老哥不要拦着我，看我滑铲，给老虎大爷踢踢呀！这老虎也是西红动物园的，看这破烂程度，应该就是西红动物园无疑了。呢喃市动物园的笼子可没这么破。一说笼子，我就发现了，这尼玛破笼子能关得住这头东北虎？确实，这破笼子我都关不住，我一个键盘敲上去，这笼子就被我干得稀烂。我觉得这头老虎看外面的游客应该会觉得挺可爱的。可不是吗？个个都是小鲜肉，一口一个不带塞牙的那种。
如果塞牙了的话，那这个人一定是超级塞牙人。短短不到半小时，这条视频的下方就有50多万的评论，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网友们知晓了西红动物园除了那一对卧龙凤雏之外，竟然还有这么一只绝世凶兽。眼见游客们热情高涨，杨林赶忙就跑到了一旁拨通了一个电话。喂，是李厂长吗？我是西红动物园的小杨啊，再给我送500只鸡来。对，在小门卸货，不要被游客发现了。我可是跟他们说你这都是土鸡，价格的话我给你按31只来算。不赚钱，赚什么钱？等到电话挂断，杨林的脸上也不禁露出了一丝笑意。杨林暗暗道，原本李花一天需要吃5只鸡，20斤猪肉，现在这笔费用完全不需要我自己来出，只要游客的热情不断，李花就有吃不完的鸡了。我记得系统初级大礼包还给我了一个暴食天赋，之前还觉得这个天赋是个纯纯的废物天赋，现在一看，这的天赋跟李花简直就是绝配啊！就在他这个想法刚刚诞生的时候，笼子内原本一口1只鸡的李花也突然就停了下来。从李花那满足的眼神上来看，他应该是吃饱了。笼子外的游客此刻也是发现了这一点。咦，这只大老虎好像是吃饱了。能不吃饱吗？刚刚我数了一下，前后应该丢进去了30多只鸡了。这么能吃吗？不能吃的话，怎么可能会长得这么大？人群中一名抱着孩子的男子一脸认真地对着自己怀中的小女儿说道：听到没有，小宝，只有多吃饭才能长高高。你看这只大老虎就是因为多吃饭，所以才能长这么大。小女孩听完了他的话，小脸上立马也是露出了一丝思索之色。下一秒，她就一脸天真的说道：那爸爸和这只大老虎谁比较厉害呢？当然是爸爸比较厉害了。男子的这句话刚说完，原本吃饱了的李花就突然站了起来，而后朝着天空张开了自己的血盆大口。随着一阵震天动地的巨吼声传出，整个动物园内的树木都不禁跟着抖动了起来。哪怕已经提前有了心理准备的一众游客也不禁神色一怔。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游客都被李花的气势给震慑到了，其中有不少正好在李花仰天长啸之时按下了快门的游客，此刻则是纷纷面露惊喜之色。尤其是其中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爷子，只见他此刻一脸激动地看着自己刚刚拍摄下来的画面，仿佛看到了什么绝世佳作。而除了这位摄影师模样的老爷子之外，一旁另一位穿着白色练功服的老爷子也是同样露出了激动万分的神情。不，我们不是来买鸡的。老万，我感觉我的虎形拳有望突破到曾经祖师的境界了。我也感觉我这次拍摄的照片绝对是我有生以来拍的最好的一张。虎啸山林，猛虎下山，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样的猛兽。对了，老马，你之前不是说你的虎形拳可能此生都无法寸进了吗？怎么突然就突破了？说来也是缘分，这些年我走访了各大动物园，就是为了观察这些老虎学骑行，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想要虎形拳有所突破，仅仅只是学骑行是没有用的，还必须要会骑艺。刚刚那头猛虎的跃役后，顿时就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森林之王。之前我模仿的那些老虎不过是照猫画虎而已，不过仅仅只是这一次还是不够的，我打算再多观察几天，最好是能住在这里就好了。听完了马姓老者的解释，万复兴也是连连点头。这家动物园破归破，但是从这头老虎的精神状态来看，这里的老板应该是一名真正爱动物的人。我们去和他打个商量，看能不能在这里多待一些时间。有道理，我这就去问问这家动物园的老板在哪里。两人话刚刚说完，一道声音就在他们的身后响起：让一让，让一让，土鸡来了！想喂大老虎或者是想买回去炖汤的，抓紧时间，限量50只，卖完就没了。正宗散养土鸡。话音刚落，一名看起来阳光帅气的青年就出现在了两人的视野之中。是那个园长，他怎么又来卖鸡了？他们动物园这么奢侈的吗？一天喂几10只鸡给老虎？奢侈你个大头鬼！这些鸡都是我们花钱买的，好不好？这套老虎吃再多，那也是花的咱们的钱。说的有道理啊！不行，这土鸡咱得带回去。当然得带回去，这鸡一看就是农村散养土鸡，营养嘎嘎好。真的吗？当然了，我还能骗你？我在农村生活了几10年，这鸡土不土还能不清楚？现在外面卖的土鸡100是绝对买不到的。只要咱们把鸡买回家，这个老板就是血亏，亏死他。对，亏死他！我要10只。听着众人的一阵议论，两位老人顿时也知晓了杨林的身份。看着杨林娴熟地将土鸡递到游客们的手中，然后游客再将土鸡丢进笼子里，二人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看来这位老板确实喜欢动物，但好像仅限于老虎。
眼看着杨林一会功夫就将100只土鸡售卖一空，两人随即也是跟了上去。跟着就来到了管理员办公区域。二人刚想上去搭讪，就见杨林从管理员办公室内又拉出了一个大铁笼，而铁笼里面赫然便是一只肥硕的老母鸡。这一刻，三人的目光瞬间就汇聚到了一起，不由得杨林的眼神之中就露出了一丝尴尬之色。两位老先生也是来买土鸡的吗？刚好我这新到了100只，两位想买几只？不，我们不是来买鸡的，我们是想问一下。不等万复兴把话说完，杨林的脸上就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我明白了，你们二位是想应聘的是吧？刚好我们动物园缺一个门卫大爷和一位保洁大叔。忽然听到杨林这句话，两位老人顿时就相互对视了一眼。之前还想着怎么样可以在这座动物园里多逗留一些日子，以方便自己的拍摄和练功。本来的打算是办理一张长期门票或者是年卡，但他这么一说之后，突然就觉得如果能在这座动物园里工作的话，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就算是长期门票，也不能一天24小时待这里不是。如果应聘上动物园内部岗位的话，一切就都名正言顺了。反正也不需要做太久，1-2个月足矣，总比在野外待1-2个月要强得多。想明白这一点之后，两位老者当即就连连点头。眼见着两位老者点头，杨林也没有多想。随着游客数量攀升，园区内仅只有我和表妹2个人是肯定不够的。我原本还打算到附近去物色2个大爷大妈来帮忙，没想到竟然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了。当即杨林便给两位老者讲了一下园区的基本情况，这样到明天两位老者就可以正式上岗。而也就在他带着两位老者在园区内走动的时候，不远处的虎园方向却是突然传来一阵骚动。怎么回事？是谁在捣乱？闻讯而来的杨林第一时间就主动站出来大声道。他的话刚说完，一名衣着靓丽的女子就一脸急躁地说道：你们家动物园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会有小偷啊？我就一会没注意，我的手机就被人给偷了。还有我的手机也不见了。我钱包也被偷了，你们这是什么破动物园啊？治安怎么这么差？今天你们要是不拿出个说法，我就在网上曝光你们。赶紧调监控啊，还在这愣着做什么？随着女子的开口，一名丢失了随身物品的游客纷纷站了出来，矛头也是直指杨林这位现场唯一的工作人员。面对众人的指责，杨林的脸上也不由露出了一丝苦笑。不好意思，我们动物园的监控探头早就坏掉了。坏掉了？本来就已经怒火中烧的游客们在听到杨林的回答之后，顿时就变得更加愤怒了。怎么可能会这么巧？我们东西一被偷，你们的监控就坏掉了？是啊，总是关键时候就没监控了，不会是他们动物园内部安排的人偷的吧？知道坏掉了还不修？说不好啊，这种事情以前也不是没有。眼见着游客们说的话越来越难听，即便是杨林脾气再好，也不禁眉头直皱。之所以我们的监控坏掉了也不修，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动物园里面不需要监控。大家请放心，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给你们把小偷找出来。杨林看向游客，如果是正常的手段，想要在这数百名游客之中找出小偷，那简直比登天还难。但对此他却是没有丝毫的担忧。李狗蛋，快给我滚过来！随着杨林一声大喊，下一秒阵阵犬吠声就从园区的另一边传来。不一会的功夫，一群狗狗就在李狗蛋的带领下屁颠的跑了过来。园长老大，怎么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办？园区里面出小偷了，有游客的随身物品被偷了，我需要你把这个小偷找出来。杨林这句话刚一说完，李狗蛋的脸上就露出了一抹兴奋之色。小偷，终于有用得上我们汪汪队的地方了吗？太好了，园长老大，请放心，我立马就带着小弟把这个小偷揪出来。杨林微微点头，随后对着之前声称自己手机被偷了的女游客说道：这位女士，请你随便拿出一件贴身物品，让我们的李狗蛋队长闻一下。李狗蛋只是随意闻了一下，就立马冲着一旁的杨林点了点头，显然他已经记住了这个味道。这位先生，请您也拿出一件您的随身物品，让他闻一闻。好。在连续的闻过了3名失窃游客身上的味道之后，李狗蛋就头也不回地往人群中钻出。他在对着那个人叫，难道那个男的是小偷？不可能吧，他也不像小偷啊。你这话说的，哪个小偷天生长着一副小偷脸？我想起来了，刚刚那人好像一直站我身后来着，不会真的是他偷的吧？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一脸严肃的杨林也是顺着人群当中的通道来到了那名年轻男子的面前。这位先生，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立马把偷来的东西都拿出来。你凭什么说是我偷的？就凭你的这只狗对着我叫了2声，它又不是警犬，又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它万一弄错了怎么办？显然他是笃定了杨林不敢搜他的身，而对于他的这番狡辩，杨林却也不跟他客气。李狗蛋，给我把他身上的东西找出来，让他死心。
随着杨林一声令下，李狗蛋当即就率领着汪汪队的一众狗狗们围向了男子。眼看着自己被一群狗给包围了，男子立马就从兜里掏出了手机，并且打开了摄像头。你要敢让这些狗咬我，我就把视频发网上去。你纵容恶犬咬人，这是犯法的。一边威胁着杨林，他一边往一旁铁笼的方向后退着。而对于他的威胁，杨林却丝毫不为所动。至于汪汪队的一众狗狗们，就更加不放在心上了。杨林让他们咬谁，他们就咬谁；杨林没让他们停，他们也根本就不会停。年轻男子眼见自己的威胁并没有任何作用，脸上也是露出了一副决然之色。下一秒，众人就听到他大喊道：“是你逼我的，那你就别怪我了。”话音刚落，这名年轻男子就在一众游客们震惊的目光之中，开始往虎园铁笼上面攀爬，3两下就翻了过去。看到入铁笼之中的他，在场众人顿时就被吓傻了。里面关着这么大一个猛兽，他这是进去送死吗？显而易见，他是想通过这样的行为来恐吓杨林放弃对他的追捕。而也就在他刚刚翻身进入到铁笼之中的时候，一道巨大的身影也缓缓从铁笼后方出现。看到这道身影，一时之间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们几乎可以预料得到，接下来会发生何等惨烈的一幕。一旦这名年轻男子被老虎咬死或者是咬伤，那么西红动物园都将面临关园或者是倒闭。他的这个行为无疑是想和杨林来个鱼死网破。万一老虎要是没把他咬死，那他后半辈子就衣食无忧了。就在众人已经做好捂眼睛的准备时，作为园长的杨林却是一脸悠闲地掏出钥匙打开了铁笼大门。下一秒，他更是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径直走向了那头绝世猛兽。从那名疑似小偷的男子翻墙进入到铁笼之中，再到杨林打开铁门主动走进去，整个过程也就10几秒钟的时间而已。他的这一手，别说是那名年轻男子了，就连铁笼外的游客们都彻底傻眼了。我去，园长这是干什么？他要和那个小偷同归于尽吗？今天这节目是不是有点过火了？完了完了，他们2个至少得没一个，或者2个都得没。就这老虎的体型，还不得一口一个啊？太血腥了，不能看了，不能看了。不一定吧，也许人家园长和这头老虎很熟呢。熟也没有用啊，老虎的领地意识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有陌生人闯入到他的领地里面，弄不好他直接就杀红了眼。就是养了再久，那也是野兽，更何况这头老虎一看就知道野性十足。赶紧报警吧，待会还能有个全尸，否则就只能等着被拉出来了。这一刻，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接下来必将是极度血腥的一幕。而那名刚刚翻进铁笼当中的小偷，此刻也是肠子都悔青了。他本来想着吓唬吓唬杨林，让杨林放他走，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杨林完全就不按套路出牌。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李花突然就再次发出一声震天怒吼，男子也是彻底的崩溃了，双腿一软就跪倒在了地上，双腿之间更是有滚滚热流随着裤腿流下。至于另一边的杨林，却是仿佛没事人一样，在笼外游客们的注视之下，他甚至朝着面前的巨虎挥起了手。紧接着随着李花轻轻一甩，杨林就稳稳地坐在了他的后背之上。花大姐干得不错，明天给你整牛肉吃。我要新鲜的。可以。我要100斤。可以。虽然众人听不到杨林和李花之间的讲话，但仅仅是刚刚那一系列的动作就已经是让他们终生难忘了。更让他们震惊的是，杨林骑着李花一步一步走到那名小偷跟前的模样。虽然李花没有做出任何凶狠的表情，但是他仅仅是站在那里，一股狂暴的气势就油然而生。而骑在他背上的杨林则是如同森林真正的王者一般，配合上地上瑟瑟发抖的小偷，宛如童话世界中的骑士战胜了最终反派一般。笼子外的万老爷子看到这一幕，连连按下自己手中相机的快门，为的就是记录下这人与动物之间的伟大画面。足足过了1分多钟的时间，笼子外的游客们才纷纷爆发出阵阵欢呼之声。帅炸了啊！我头一次知道原来动物饲养员可以这么帅气，感觉这一幕我会记一辈子。老虎骑士，想想都觉得牛逼。完了完了，我突然也想到动物园养动物了，怎么办？动物园的饲养员对于我们这些社恐人士而言，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职业，好吧？既不用和人打交道，又没有职场斗争。我待会就去问问园长，看他们还招不招人。又不是所有的动物饲养员都这么帅气，我觉得主要是这位年轻的园长和动物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好。换别人别说是骑这头老虎了，估计摸都不让你摸。说起来也是，总感觉这位园长小哥似乎是拥有和动物沟通的能力一样。哪有那么玄乎？估计也是和这些动物相处久了。就比如我们村哪家的男人出去打工了，我一问我们村的那些小媳妇就知道。这个小偷估计也是懵逼的，就偷个手机，偷个钱包，差一点把命都给弄没了。可不是嘛，而且他万一要是被东北虎咬死了，东北虎估计也不用负刑事责任吧？说什么呢？人家东北虎是国家保护动物，而且也不是人家主动咬死的，这不是他自己找死往笼子里面钻吗？说的有道理啊。今天的票钱算是值回来了，
不光看到了狗狗破案，还看到了老虎吉凶。这家动物园的动物还有什么是不会做的？总感觉这家动物园里面的动物都怪怪的，难道都是这位园长小哥养出来的？就在游客们议论纷纷的时候，杨林也终于是从李花的背上爬了下来，看着面前已经被吓到尿裤子的小偷，他的脸上满是嫌弃之色。就这点胆色，还敢做小偷，而且还偷到我头上了，我看你真是事到临头了，把东西都拿出来，然后等着警察来，听到没有？原本已经被吓傻了的小偷在听到杨林这句话之后，顿时就如蒙大赦一般，下一秒他就窸窸窣窣地从身上的各处拿出那些偷来的手机和钱包。等到他做完这些之后，杨林这才慢慢悠悠地将笼子的大门打开。出去吧，自己乖乖在那等着警察来，别想着跑，在我的动物园里面你是跑不掉的。杨林话刚说完，小偷男就赶忙连滚带爬地跑到了笼子外面。至于杨林自己，则是拿着那些赃物一一找到了失主。这一刻，游客们的掌声也是再次在园区内响起，而万福星这两位老人眼神之中更是流露出浓浓的赞赏，这也更加坚定了他们两人留在西红动物园的决心。经过刚刚的那一出，他们对于杨林的兴趣甚至都高过了笼子里面的礼花。而也就在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刚刚发生在虎园内的前后经过也被现场的游客们上传到了互联网上，各大网络平台之上。随着西红动物园这几个字眼的再次出现，网友们也是很快就发现了那些刚刚被游客们拍摄上传的视频，而其中最长的一条视频更是完整的记录了从李狗蛋找到小偷到小偷钻进虎园被杨林制服的全过程。咦，又是这家动物园，最近怎么打开短视频都是和这家动物园相关的消息？确实，我才刚蹲下就刷到了这条视频。我去，这只狗狗真的有那么厉害吗？还能抓小偷，难怪它能当上队长。理论上，所有狗狗在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之后都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只狗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看完了这条视频，我又看了看在我脚旁边抓沙发的傻狗，我直接就是一脚。没想到不光人和人之间有差距，没想到狗和狗之间的差距竟然也那么大。别光顾着看狗啊，那头老虎才是真正的牛逼。要我说，小偷才是真的牛，他竟然往老虎笼子里面跳，还是一头这么大的老虎。笑死，这个小偷的裤裆都湿了，估计当场就被吓尿了。上场，换我也尿啊！这头大老虎实在是太吓人了。那位小哥真的是园长吗？为什么他一点也不怕动物啊？大老虎还愿意让他骑，这是多大的信任啊！看来这位园长小哥是真的懂动物的，不光训狗训得那么好，连老虎都被他治得服服帖帖的。好想去宁南看看这些动物啊，有没有一起的？我也想去这家动物园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家神奇动物园能培养出这么多神奇的动物来。加一，票已经买了，周末就去。随着这些视频热度的飞涨，对西红动物园充满好奇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对于这样的结果，杨林丝毫没有感到意外，甚至有些兴奋。毕竟动物园的热度越高，他能赚到的钱也就越多。通过刚刚发生的偷窃事件，也暴露出动物园存在很多问题。当时如果那个小偷拿着东西跑路了，那李狗蛋即便是再牛逼，那也没有任何的办法。还有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仅仅指望陈可辛一个人卖票检票，把他累死他也忙不过来。总而言之，就一句话，动物园基础设施落后，人员配备不齐。但是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办法很简单，就是要花钱。杨林一想到自己那刚刚捂热乎的钱马上就要花出去，杨林就一阵心疼。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现在花小钱，将来赚大钱。当即他就按照目前的需求列出了一张表格出来，大致的理清楚之后，便开始了相关的采购工作和招聘工作。等到一切都忙完，时间也来到了晚上7点钟，按照动物园的营业时间，也到了关门的点。救命啊！救命啊！而也就在杨林准备开启广播清退游客的时候，动物园的东侧鸟语林的方向却是突然传来阵阵惊呼声。听到这些惊呼声，杨林的心顿时就提到了嗓子眼。不会是哪个倒霉游客被动物抓伤了吧？眼见动物园刚刚有所起色，他可不想因为游客的投诉而导致闭园。然而等到他赶到鸟语林的时候，却发现现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游客，就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看到。难道说已经走了？就在他满脑子疑惑的时候，一旁的林子里却是再次有声音传来：救命啊！救命啊！听到这阵求救声，杨林连考虑都不带考虑的就往林子里冲去。在他听来，这分明就是有小孩子在里面遇险了。只是当他循着求救声来到林子最深处的时候，却是什么都没有看到。眼见着光线变得越来越暗，他整个人也不由得感觉到一阵凉气从后脖梗灌入。我靠，不会是撞鬼了吧？不至于这么倒霉吧？他能冒出这样的想法也不奇怪，毕竟在这样的时间点，在这样的地方，他不觉得会有小孩和他玩捉迷藏。然而他才刚准备转身离开，一道黑影就猛地从一旁窜了出来。
妈呀，有鬼！一声大喊，杨林也来不及细看，拔腿就往林子外面跑。只是他还没跑几步，就听到身后又有声音传来：哈哈哈，胆小鬼，胆小鬼！原本还满脸惊恐的杨林在听到这句话之后，表情立马就变了，脑海中也不由闪过一道身影。下一秒就见他咬牙切齿的转头道：李子明，是你这个狗东西，你竟然敢吓我，看我不把你毛都给你拔了！随着一声怒吼，杨林随即就冲了出去，不一会的功夫，他的手中就多出了一只五彩斑斓的金刚鹦鹉。饶命啊，饶命啊，你快把你爸爸放下来！饶命啊，饶命啊，丢雷老母啊，雷个活该！眼见手中的金刚鹦鹉被抓住了，还骂骂咧咧，杨林狂吃就是2个大逼斗扇在他的脸上。你再骂我就把你的毛扒光，然后把你挂在动物园门口。这是哪个吃货省来的扑街教你的这些？话音刚落，原本还不停咒骂的金刚鹦鹉李子明顿时就安静了下来。然而就在杨林以为他彻底老实了的时候，他却是再次开口道：救命啊，救命啊，要出鸟命了！你再喊！这一次杨林是彻底没有耐心了，刚准备抬手，一旁的林子里就再次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救命啊，救命啊！听到这些声响，杨林原本放下的心顿时就又提到了嗓子眼。我没记错的话，这片鸟语林里面只有李子明这一个鸟了呀。现在李子明已经被我抓住了，那现在在里面发出声响的又是个什么东西？救命啊，救命啊！难道他不是为了整蛊我，而是为了向我求救？带着这样的想法，杨林连忙就从地上抄起了一根枯树枝，壮了壮胆子之后，他便径直朝着声响传来的方向走去。而当他绕过一棵老树之后，一道身影顿时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看着这道身影，杨林顿时就愣住了。黑暗的角落中，一只庞然大物静静地匍匐在那里，借着即将落下的霞光，杨林勉强能认出它是一只鸟，一只大鸟。至于具体是什么品种，他就说不大清楚了。他也终于知道为什么李子明会被吓成这样了。这样一头一看就是猛禽的鸟类突然落在了他的地盘，他能不害怕吗？就在杨林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系统的提示音却是突然响了起来。发现受伤猛禽金雕，请宿主尽快展开救治。救治完成之后，宿主可获得天赋点1个。听到脑海中传来的提示音，杨林心中顿时就一阵了然，原来是金雕啊，难怪能有这么大的体型。可是这里是市区，怎么会突然窜出来一只金雕？尽管内心疑惑，可是想到系统给出的奖励，杨林还是决定暂时不想那么多。李子明，你好好在这里待着，我先带他去治伤。说话间，杨林便弯腰将已经身受重伤的金雕抱在了怀里。得亏是受了重伤的金雕，要是正常的金雕，杨林还不一定能干得过他。抱着金雕，他一路小跑，很快就来到了管理员办公室。刚一推开门，里面就传来了一声惊叫：你个流氓，快出去，快出去！听到这个声音，杨林即便不看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连忙就把门给顺手带上了。足足过了5分钟时间，满脸通红的陈可辛才从里面走了出来。还不等他发难，他就注意到了杨林手中的金雕。咦，好大的鸟啊！先别看鸟了，你不是学兽医的吗？快帮我看看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还有没有救？说着，杨林就一脸急躁地将陈可辛拉到了一旁的工作间。等到陈可辛将金雕上上下下都检查了一遍之后，眉头也是立马就皱了起来。奇了怪了，他好像是被人用枪打的，而且还被注射了麻醉剂。被人用枪打的？看着金雕那不断往外渗血的翅膀，又看了看他那已经快要睁不开的眼睛，杨林顿时心中就有了猜测。我就说这里怎么会突然有一只金雕飞进来？原来是被那些偷猎者带进城的，估计他也是用尽最后的力气才逃到我们这来的。这都2023年了，还有偷猎者吗？听完杨林的话，一旁的陈可辛连忙追问道：当然有，只要有利益，不管什么年代都有人做，不然你以为我这1园子的动物都是从哪里来的？说完这句，杨林又看了一眼金雕的伤势，转头便对陈可辛说道：基本的药物我这里都有，你赶紧给他治，治好了啊，我给你发一个大红包。听到大红包，原本还急着下班的陈可辛顿时就眼前一亮。这可是你说的，我现在就给他治伤。话音刚落，陈可辛就已经是剃掉了金雕受伤处的羽毛，消毒、清创、止血、上药、包扎、喂药，所有程序弄完，时间已经是过去了半个多小时。而这头原本还半死不活的金雕，在经过救治之后，也慢慢的恢复了过来。任务完成，获得天赋点1个。听到这道系统提示音，杨林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多亏有你啊，可心，待会我一定给你一个大大的红包。你先回家去吧，打车费用我来报销。嘻嘻，应该的，我们学兽医专业的为的不就是这么一刻吗？既然表哥这么大方，那我就不客气了哦，表哥再见。话刚说完，陈可辛就已经向外跑去。很快，工作间内就只剩下杨林和金雕。眼见工作间内没有其他人，杨林随即便对着金雕开口道：怎么样，感觉身体好点了吗？金雕虽然有些诧异自己竟然能听得懂杨林讲话，但依旧还是点了点头。
那就好，我问问你，你是被偷猎者打伤的吗？你怎么知道？我好不容易才从那些人手里逃出来的。猛然听到偷猎者这3个字，金雕的双眼之中满是仇恨。那你想不想报仇？当然想。既然你想报仇，那我们就做笔交易怎么样？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杨林的话语中隐隐透着一丝蛊惑。在看到这条金雕的第一眼，他就已经有些心动了。毕竟现在西红动物园里大部分类型的动物都已经有了，但是像金雕这样的猛禽却还处于空白状态。偌大的鸟语林当中，更是只有李子明这一只傻鸟，弄得他都不好意思向游客们开放。现在看到这只金雕，他自然是想将其留下来。交易怎么交易？交易的内容很简单，我帮你抓住那些偷猎者，你留在我的动物园里面给我打3年工，3年之后我放你自由，你觉得怎么样？你真的能帮我抓住那些偷猎者？金雕对于杨林的话似乎有些不大相信，然而面对金雕的质疑，杨林这一次却是没有选择直接回答，而是直接一道洞察之光打在了他的身上，顿时金雕的天赋信息就呈现在了他的面前。超级视力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由于其本身特性只需1个天赋点便能激活。超级耐力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超级速度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天空霸主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苍鹰之魂传奇天赋激活需要10个天赋点。看着这堪称华丽的天赋信息，杨林整个人都傻了。全是金色天赋，还有一个比金色天赋更牛逼的传奇天赋。传奇天赋，这还是我第一次见。看来这野生的金雕比动物园那些老弱病残的强上许多。只可惜就我现在这个实力，10个天赋点，鬼知道要攒多久。传奇天赋只能看看而已。然而就在他刚刚这么想的时候，下一秒系统提示音就再次响起。紧急任务发布：破获盗猎组织，解救被困动物。任务完成奖励：金色天赋随机宝盒1个，天赋点5。听着脑海中的任务提示音，杨林的眼神瞬间就亮了起来。还真是想啥来啥呀，直接就奖励5个天赋点，还有1个金色天赋宝箱。看着系统给出的丰厚奖励，杨林在一阵兴奋之后，也是很快就冷静了下来。这么丰厚的奖励，看来这个盗猎团伙一定不简单，弄不好还是那种拥有武装势力的。单单靠我自己怕是搞不定啊。不过系统好像也没有说必须是我自己亲自捣毁。想到这里，杨林的目光不禁看向了一旁的金雕。现在我想要找到那些盗猎组织的老巢，这只金雕是我的唯一线索，同时也将成为我的一大助力。系统把我刚刚获得的1个天赋点加在金雕的超级势力上面。随着天赋点的投入，一道肉眼可见的金光也是瞬间就在金雕的双眼之上亮起。与此同时，金雕身上的伤势也在瞬间复原，连带着体型也变大了一丝丝。对于这一变化，杨林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惊讶。他早就发现这些动物在激活了天赋之后会有一定的智力和力量的提升，同时提升的还有和他之间的亲密度。等到金雕身上的变化结束，他也终于有了曾经天空王者的模样。杨林见状也是连忙问道：怎么样？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如果是现在的我，一定不会再让那些盗猎者抓住。说完，金雕就扇动起自己的一双一展足有2米的大翅膀，顿时工作间内就有一道狂风呼啸。看到这一幕，杨林的眼中也是异彩连连。好，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李双鹰了，我叫杨林，你可以喊我老大。老大，你先在这边适应一下你的新能力，我去找几个帮手，晚点咱们就一起去找那伙盗猎团伙。冲着李双鹰嘱咐了一句之后，杨林便急冲冲地朝着工作间外走去。等到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然是来到了园区保卫室。此刻李狗蛋正一脸悠哉地趴在保卫室的地上，在他前方不远处则是一台老旧彩电，彩电上播放的内容则是一部最近热播的古偶剧。眼见着杨林打开保卫室的大门，李狗蛋连忙就一脸不好意思地关闭了电视。园长老大，你听我解释，这种电视剧我是真的不爱看，就刚好不小心踩到了遥控器而已。好了，你不用解释了，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是有工作要安排给你的。工作？一听到工作2个字，李狗蛋瞬间就来了精神。对，有一个盗猎团伙来到了咱们宁南，他们抓捕了很多的野生动物。老大，我准备先去他们的老窝侦查一下，需要你的帮助。杨林这句话才刚说完，李狗蛋就露出了一脸期待的样子。这么刺激的工作吗？太好了，我终于有一展拳脚的机会了。他们在哪？我现在就去把他们给一锅端了。没想到啊，李狗蛋竟然还有这么正义感爆棚的一面。一锅端，你想什么呢？咱们只是去大概的侦查出这些盗猎团伙的位置，端掉他们不是咱们的事情，你知道吗？好的，老大，我知道了。杨林生怕待会李狗蛋一冲动就直接冲进盗猎者的老窝里面，为此他还特意多嘱咐了2遍。直到李狗蛋答应下来自己会听指令的时候，杨林才松了一口气。有了李狗蛋的配合，再加上李双鹰的空中视野，不出意外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
应该就能找出那伙盗猎团伙的老巢。但是毕竟我目前对那伙盗猎团伙了解的还是太少了。想了一想之后，他就打开了许久没有开启过的天赋商城。天赋商城里面的天赋真的是太贵了，但是这次去还是太危险了。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看看有没有能用到的天赋吧。不多时，一个价值10万块钱的绿色的天赋就呈现在了他的面前。返祖绿色天赋，激活该天赋之后，可以让动物返祖到其先祖的程度。这个天赋商城的一众天赋当中，说不上亮眼，但在杨林的心中却是完全值得起它的价钱。众所周知，当前动物界的动物都是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进化，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有的动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褪去了棱角，变得温顺，就比如说野猪进化成的家猪；而有的动物则是变得越发的强壮，就比如鲨鱼、老虎。也就是同样的返祖天赋，可能有的动物会变强，而有的动物则会变弱。所以这个返祖天赋用的值不值，还得看对象是谁。想到这里，杨林也是立马就带着李狗蛋来到了狼园。刚一进入到狼园范围，里面关着的一众狗狗们就立马乖乖的跑到了笼子边，而其中又以哈士奇李狗剩表现得最为活泼，以至于看起来有些傻气。没办法，但凡他当初聪明一点，他也不至于成为一只流浪狗。狗剩，你过来！随着杨林一声招呼，一脸憨傻的李狗剩立马就屁颠屁颠的跑到了他的面前，当即就把刚刚从商城买来的返祖天赋打入了他的体内。虽然李狗剩的样子看起来有些不大靠谱，但整个动物园里面也就他比较适合这个天赋了。毕竟说起血统来，在场的这些动物里面还真的没有几个是能比得过他的。随着返祖天赋的植入，顿时李狗剩的身上也开始发生起剧烈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他的体型。作为成年哈士奇的李狗剩，原本体长只有1米左右的他，在开始返祖之后，瞬间就暴涨至了1.5米左右，肩高更是直接突破了1米。至于体重，保守估计也有个100斤左右。而除了体型之外，他那原本憨傻的面孔瞬间就变得充满了杀气，锋利且外露的犬齿更是让他拥有了自然界顶级掠食者的气质。再加上那一身灰白相间的蓬松毛发，这哪里还是一只狗啊，分明就是一头来自雪地高原的西伯利亚平原狼啊！此刻李狗蛋正一脸悠哉的趴在保卫室的地上，在他前方不远处则是一台老旧彩电，彩电上播放的内容则是一部最近热播的古偶剧。眼见着杨林打开保卫室的大门，李狗蛋连忙就一脸不好意思的关闭了电视。园长老大，你听我解释，这种电视剧我是真的不爱看，就刚好不小心踩到了遥控器而已。好了好了，你不用解释了，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是有工作要安排给你的。工作？一听到工作2个字，李狗蛋瞬间就来了精神。对，有一个盗猎团伙来到了咱们宁南，他们抓捕了很多的野生动物。老大，我准备先去他们的老窝侦查一下，需要你的帮助。杨林这句话才刚说完，李狗蛋就露出了一脸期待的样子。这么刺激的工作吗？太好了，我终于有一展拳脚的机会了。他们在哪？我现在就去把他们给一锅端了。没想到啊，李狗蛋竟然还有这么正义感爆棚的一面。一锅端，你想什么呢？咱们只是去大概的侦查出这些盗猎团伙的位置，端掉他们不是咱们的事情，你知道吗？好的，老大，我知道了。杨林生怕待会李狗蛋一冲动就直接冲进盗猎者的老窝里面，为此他还特意多嘱咐了2遍，直到李狗蛋答应下来自己会听指令的时候，杨林才松了一口气。有了李狗蛋的配合，再加上李双英的空中视野，不出意外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应该就能找出那伙盗猎团伙的老巢。但是毕竟我目前对那伙盗猎团伙了解的还是太少了。想了一想之后，他就打开了许久没有开启过的天赋商城。天赋商城里面的天赋真的是太贵了，但是这次去还是太危险了。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看看有没有能用到的天赋吧。不多时，一个价值10万块钱的绿色的天赋就呈现在了他的面前。返祖绿色天赋，激活该天赋之后，可以让动物返祖到其先祖的程度。这个天赋商城的一众天赋当中，说不上亮眼，但在杨林的心中却是完全值得起他的价钱。众所周知，当前动物界的动物都是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进化，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有的动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褪去了棱角，变得温顺，就比如说野猪进化成的家猪；而有的动物则是变得越发的强壮，就比如鲨鱼、老虎。也就是同样的返祖天赋，可能有的动物会变强，而有的动物则会变弱。所以这个返祖天赋用的值不值，还得看对象是谁。想到这里，杨林也是立马就带着李狗蛋来到了狼园。刚一进入到狼园范围，里面关着的一众狗狗们就立马乖乖的跑到了笼子边，而其中又以哈士奇李狗剩表现得最为活泼，以至于看起来有些傻气。没办法，但凡他当初聪明一点，他也不至于成为一只流浪狗。
狗剩，你过来！随着杨林一声招呼，一脸憨傻的李狗剩立马就屁颠屁颠地跑到了他的面前，当即就把刚刚从商城买来的返祖天赋打入了他的体内。虽然李狗剩的样子看起来有些不大靠谱，但整个动物园里面也就他比较适合这个天赋了。毕竟说起血统来，在场的这些动物里面，还真的没有几个是能比得过他的。随着返祖天赋的植入，顿时李狗剩的身上也开始发生起剧烈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他的体型。作为成年哈士奇的李狗剩，原本体长只有1米左右的他，在开始返祖之后，瞬间就暴涨至了1.5米左右，肩高更是直接突破了1米。至于体重，保守估计也有个100斤左右。而除了体型之外，他那原本憨傻的面孔瞬间就变得充满了杀气。作为著名的雪橇三傻，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在不知道多少年前，他们也曾经是纵横雪原的凶猛野兽。而杨林也正是因为知道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他的身上移入了返祖天赋。从李狗剩现在的模样来看，虽然从外貌上看，依旧还是能够看出哈士奇的轮廓，但他那凶狠的面庞却是和哈士奇完全不一样。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让此时的李狗剩和剩下的几只流浪狗战斗的话，最终的获胜者绝对是李狗剩。就在杨林一脸满意的看着李狗剩的时候，一旁的李狗蛋则是一副被吓傻了的样子，似乎有些不太相信这头威风凛凛的恐怖猛兽是曾经那头被他随意欺负的哈士奇。园长老大，是你把狗剩变成这个样子的吗？听到李狗蛋这句话，杨林微微点了点头。是的，从今天开始，你们两个就是我手底下的2员大将了。杨林话还没说完，已经返祖完毕了的李狗剩就一把扑到了李狗蛋的身上，他那庞大的身躯直接就把李狗蛋压得不能动弹。虽然李狗蛋智力超群，但是在面对绝对的力量时却是没有丝毫的办法。好了，你们两个别闹了，跟我走，今天晚上我们干一票大的。到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然是来到了一辆面包车上，狗蛋和狗剩2员大将则是一左一右的坐在后排的座椅之上。面包车那巨大的空间堪堪将2个大家伙装进去，而在面包车上方50米左右的高空中，威风凛凛的巨大金雕在不断盘旋着，脖子上一道代表着蓝牙信号的光芒正在不断闪烁着。确定那伙盗猎团伙的气味是在咱们东边吗？我的鼻子是不会错的，老大，那只大鸟身上的气味我仔仔细细闻过了。后排座椅上，李狗蛋一脸认真地回答道，一旁的李狗剩也连连点头。作为一头返祖了西伯利亚平原狼血脉的哈士奇，它的嗅觉能力更在土狗李狗蛋之上。眼见2只狗狗都确定了一个方向，杨林当即就一脚油门踩了下去。伴随着夜幕，这辆破旧的面包车就载着1人2狗往宁南市以东的方向而去。与此同时，宁南市边缘的一个废弃工厂内，一群长相凶狠、衣着低调的男子也正在密谋着什么。妈的，这次让那头金雕跑了，少说也得损失个10几万。关键是这头金雕还是将这一位老板点名要的，这位老板可是我们的老顾客了。谁说不是呢？不过鬼知道那头金雕被打中了翅膀，还打了麻药，竟然还能逃走，真他妈见鬼了！说话间，人群中一名马脸汉子就一脚踢到了一旁的一个盖着篷布的木箱上，顿时篷布里面就传来了阵阵哀鸣声。不行，这次的损失必须得弥补回来，不然这一趟我们就白跑了。弥补？怎么弥补？听到马脸汉子的话语，另外一名吃着干脆面的壮汉一脸不解道：难不成咱们还能再进40万大山不成？那种鬼地方我可不想再进去了。就在几人面面相觑的时候，一旁一名正在玩手机的小弟突然发出了一阵惊叹：我靠，好大的老虎啊！老虎？什么老虎？就是抖音上最近比较火的那头东北虎王啊！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老虎。说着，这名小弟就将手机屏幕放到了马脸汉子的面前，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一头体型硕大无比的巨虎正在假山之上仰天长啸着。看到这头巨虎的瞬间，马脸汉子的眼神就亮了起来。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猛兽，这要是卖到中东去，不知道多少土豪愿意花重金购买，我们这辈子都不用再愁了。确实，这种稀世猛兽几百年都难得一见，那些挥金如土的土豪们最喜欢了，稍微炒作一下，说不好能卖上亿。上亿。随着这个字眼的出现，在场的一众盗猎者顿时就感觉到一座金山摆在了自己的眼前。就在众人心怀憧憬之时，之前的那名小弟再次发出了一声惊疑：老大，你快看，这头老虎现在好像就在宁南。真的吗？听到小弟这句话，马脸汉子立马就扫了一眼视频下方的定位，果不其然看到了宁南市西红动物园这几个字眼。西红动物园，这是一家私立动物园？对啊，听说这家动物园开了很多年了，是一家祖孙3代在经营。除了这只大老虎之外，他们动物园里面还有一只会抽烟的黑猩猩和一只会跳机械舞的长臂猿，最近在网上很是火爆啊。这名玩手机的小弟连忙解释道，显然他最近也刷到了不少关于西红动物园的视频。
只是一家祖孙3代在经营，那岂不是说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防卫力量喽？而那名小弟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则是摇了摇头。他们好像连保安都没有，负责安保的就只有几条狗。这样啊。马脸汉子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一副意味深长的表情，而那些追随了他许久的小弟们在看到自家大哥这副样子之后，哪里还不明白他在想什么？老大，你的意思是咱们去把这只东北虎王偷出来？之前的那名壮汉刚把这句话说完，马脸汉子就给了他一个大逼斗。说什么呢？怎么能叫偷？那样的小动物园怎么配得上这样的东北虎王？咱们是给他换个生活环境，让他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在帮他，帮助动物，你懂吗？我懂，大哥你才是真正懂动物的。莫名其妙挨了一个大逼斗，壮汉也是连忙送上了自己的彩虹屁。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此刻就在他们头顶之上，一双金色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们。随着一道微光闪过，厂房内的画面也是瞬间就通过蓝牙信号传递到了不远处的一部手机之上。看着面前由蓝牙远程传输过来的视频，杨林的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看来是遇上那些专业的盗猎组织了，不行，得请外援了。想到这里，杨林连忙就让潜伏在对方屋顶的李双英飞了回来，而他自己则是找了一个安全的角落，默默地拨通了一个电话。喂，是警察叔叔吗？我在高工一路的锅炉厂这边发现了一伙盗猎者，对，他们有10几个人，都持有枪械，目测他们手里至少有上百只野生动物。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我这里有拍摄的视频，是我用无人机拍摄到的。好，我待会传给你们。就在杨林拨通电话的同时，远在10几公里外的宁南市公安局很快也收到了一段视频。视频才刚点开，整个公安局内就瞬间炸开了锅。林队，这些人怕就是我们森林公安同志追查了许久的那一批盗猎者了吧？没想到他们竟然跑到咱们宁南来了。应该是普通的盗猎团伙没有这样的规模，而且他们还都有武器，来头应该不简单。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打算将这批动物走路转运出境，咱们这次必须得把他们截下来。对了，报案人的信息核实过了吗？听到青年的话，一旁一名年轻的干警连忙就点了点头。核实过了，报案的人叫杨林，是一家私人动物园的老板，没有任何问题。动物园老板，这么巧的吗？好了，既然目标和地点都确定了，那我们就行动吧。这一次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一旦让他们跑了，手里有枪的他们对于整个宁南来说都是一个大威胁。行动！随着青年话音的落下，很快大批的警力就开始集结。不多时，一辆又一辆承载着公安干警的警车就朝着宁南的东部工业生产区而去。等到他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了。而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杨林始终都死死地盯着那座被盗猎团伙定为基地的厂房，生怕他们趁着这个空档逃走。怎么还不来啊？再不来，他们跑了可怎么办？就在杨林心情急躁的时候，10几辆关闭了警报和警灯的警车就呈包围之势出现在了厂房周围。看到这一幕，杨林顿时就眼前一亮，太好了！他们终于来了，既然警察叔叔来了，那我也就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了。趁没人发现，赶紧开溜。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杨林当即就趁着夜色开车驶离。没过多久，他就听到阵阵枪声从身后传来，顿时他也是感觉到一阵后怕，同时也不由庆幸起自己没有一个人冲进去。他现在虽然获得了系统，但对于他本人来说，和之前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就算他有李狗蛋和李狗剩的保护，怕是也难以在那些穷凶极恶的盗猎者手中活命。话说人类也算是动物了，什么时候我能给自己也加点就好了。话音刚落，系统提示音就响了起来。宿主当前为高等灵长类动物，如果宿主想要为自己加点，需将系统升级到2级之后才可以开启该功能。感情我不能给自己加点，不是因为不行，而是因为人类等级太高。不过系统这玩意儿还能升级吗？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升到2级？宿主需要为不少于100只动物点亮天赋，并保证其中不少于10只金色天赋拥有者时，系统即可升级。为100只动物点亮天赋，动物园里面哪有这么多动物？即便是有，那也得有100个天赋点才行啊，还得有10个动物拥有金色天赋。10个动物拥有金色天赋，这也就意味着他拿一般的阿猫阿狗凑数还不行，必须得是那些天赋超然的动物才行。可以想象难度到底有多大。算了，顺其自然吧，这种事情急不来。摇了摇头，将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抛到脑后，杨林随即便一脚踩在了油门上。没过多久，他就回到了西红动物园内。他本以为用不了多久就能接到任务完成的提示音，然而让他感到疑惑的是，他足足等了2-3个小时都没有听到。难道说警察叔叔没有把那伙盗猎者全部抓住？不可能吧，那样的情况下，他们还能跑了不成？就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远在10几公里之外的锅炉厂旧址内，一脸郁闷的林峰直接就一拳打到了一旁的柱子上。作为这次行动的指挥者，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群盗猎者除了常规的武器之外，竟然还藏着2支单兵榴弹发射器。虽然成功的攻入了厂房，并且击毙了8名盗猎者，但仍旧有7名盗猎者趁乱逃走了。林队，他们这次盗猎的所有野生动物都在这里了，活体148只，标本和尸体78具。这次他们的猎物全部都被我们缴获了。如果你是这几名逃走的盗猎者的话，你下一步会怎么做？猛然听到自家队长的这个问题，这名年轻警员顿时就愣住了。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或者是继续逃窜。他的这句话才刚刚说完，另一边的一名老警员就摇了摇头。哦，你太不了解这群亡命徒了，就跟那些赌徒一样，他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往往还会选择继续下注，甚至会孤注一掷，以此来挽回之前的损失。挽回损失？他们都这样了，还怎么挽回损失？年轻警员显然对于老警员的这番话有些不大理解，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旁一具盗猎者尸体手中的手机却是引起了林峰的注意。管理员办公室内，等了许久都没有等来任务完成提示音的杨林，终于是失去了耐心。完犊子，估计是有盗猎者溜了，没有被完全剿灭。按他们的尿性，这些趁机溜掉的肯定是有多远逃多远，甚至有可能会出国。到时候让我到哪里找他们去？那岂不是说这个任务卡这里了？一想到即将到手的5个天赋点和一个金色天赋宝箱就要离自己而去，杨林就一阵郁闷。忙活了一晚上，结果白忙活了。看来除了这些家伙自己主动送上门来，要不然这个任务我是完成不了了。不过他们怎么可能会自己主动送上门来？摇了摇头，将这不切实际的想法放到一边。杨林随即便准备去洗澡睡觉，而也就在这个时候，西红动物园外面却是缓缓驶来了2辆黑色牧马人。老大，就是这里了，这里就是短视频平台上面的那家西红动物园，那头东北虎王就在这家动物园里面。一名男子向马脸汉子汇报着，而此刻的马脸汉子早已是没了之前意气风发的样子。显然刚刚的战斗他们虽然趁机逃脱了，却也不是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然而正因如此，反倒是激发了他的凶性。这次我们算是栽了，但只要把这头虎王给成功拿下了，我们就能把所有的亏损都给弥补回来，到时候去了中东一样吃香喝辣。听到马脸汉子这带着蛊惑的话语，一众盗猎者的脸上顿时就再次燃起了希望。老大，那我们现在就进去。不是现在进去，还等到什么时候？要是被动物园的人发现怎么办？听到他的这个问题，马脸汉子顿时就瞪了他一眼。这种事情还需要问我？你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用的？我明白了。话音刚落，眼神之中顿时就露出了一丝凶狠。刚刚才遭受挫折的他正需要一个地方来进行发泄。就在几人商量完毕之后，他们便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轻轻松松的就进入到了西红动物园当中。而他们落脚的地方刚好就是鸟语林的位置。几人双脚才刚刚落地，一道声音就从一旁的林子里传来：丢雷老母，丢雷老母！猛然听到这道声音，几名盗猎者当场就被吓得心脏一颤，下意识的他们就以为自己是被发现了，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四周似乎并没有任何的人影。老大，这个动物园怎么这么邪门啊？刚刚明明听到有声音的，怎么没见着人？不会是有鬼吧？回你大爷，老子连人都杀过，还怕鬼？不管那么多，先去找老虎。一巴掌扇在那名小弟的脸上，马脸汉子当即就开始往园区内部探索而去。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就在他们鬼鬼祟祟的在园区内行进的时候，一道黑影猛地就直冲天际而去。与此同时，另一边刚刚才准备睡觉的杨林猛然就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拍打外面的窗户，眼神一瞄，顿时就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怎么是你啊？你大半夜的不睡觉的是想干嘛？一边训斥着，杨林一边打开了窗户。下一秒，一脸惊慌的李子明就飞了进来。救命！救命！想了一想，他直接就抓住了李子明的身体，瞬间一道微光就从他的手中进入到了李子明的身体里。而就在微光入体之后，李子明身上的羽毛顿时就变得更加艳丽了，其眼神之中更是多出了一丝非同寻常的灵动。这些表现分明就是激活了天赋的预兆。园长老大，不好了，有坏人进入到动物园里面了，他们手里有武器 ，dangerous 可怕，危险。听着李子明那一长串的各国语言，杨林还不等他说完就给了他一下。别炫了，别炫了，知道你会10几个国家的语言了，你倒是给我说清楚，到底是什么人跑进来了？是一群男人，拿武器的男人，他们很凶。不会吧，他们真的主动送上门来了？这是为什么啊？难道说是冲着动物园里面的动物来的？动我可以，但是不能动这些动物，那可是我们老杨家的长辈啊。想到这里，杨林赶忙就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这些盗猎者既然有勇气进入到动物园里面，那他们就有足够的底气。毫无疑问，提供给他们底气的正是他们手中的那些武器。但是这里是市区，他们肯定不会动用热武器。可即便是他们只使用弩箭之类的冷兵器，也不是他能够抗衡的。
看来是得给你们整些狠的呀，不然你们还以为我是好欺负的。话音刚落，杨林就往门外走去。等到他再次出现的时候，身旁已经多了2道身影，正是李狗蛋、李狗剩2兄弟。除了他们之外，那6名汪汪队员也都在一旁整齐列队，再加上头顶盘旋的金雕李双鹰，俨然便是一支颇具规模的动物军队。然而即便是这样，杨林还是觉得有些不大够，想了一想，便又打开了星星园和猴园的大门。等到李伟和李强2位大爷也加入到其中之后，底气十足的杨林便在李双鹰的空中视野的支持下，快速向那几名盗猎者摸去。而此刻，那7名盗猎者浑然不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完全暴露。老大，前面应该就是虎园了。那头老虎的体型比较大，我估计得加大麻醉剂的分量。另外，咱们估计得再弄1辆车才行，这只大老虎一般的车子装不下。听到这个建议，马脸汉子点了点头。没事，弄出去再说。动物园应该有专门拉动物的车，待会我们就去找。就在2人对话的时候，一旁的一名小弟却是突然开口道：“老大，我感觉有点奇怪啊。”有什么奇怪的？这家动物园是不是太安静了啊？沿途怎么没听到其他动物的声音啊？这有什么奇怪的？大晚上的动物也要睡觉啊。就你大惊小怪的，10万大山我们都闯了，一家小小的动物园算个屁啊！被众人这么一反对，顿时那名小弟就不讲话了。众人说话间，虎园的铁笼也渐渐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一头庞然大物赫然便趴在笼子正中央的空地之上。看着这头庞然大物，原本还带着一丝谨慎的众人顿时就兴奋了起来。老大，是那头东北虎王，比网上视频看到的还要大，这次咱们发财了。是啊，这么大的老虎是怎么养出来的？这家动物园的饲养员也他妈是个人才。怕是要赶上大象了吧？中东的那些土豪们要是看到了不得发疯。看来咱们之前预想的价格还是太保守了，这头老虎最起码值2个亿。2亿！一听到这个字眼，7名盗猎者顿时就感觉一座金山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动手吧，老大！眼看着2亿巨款已经开始向自己招手，一众小弟已经有些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内心。就在这时，一道风声却是从一旁急速传来。不等他反应过来，一颗拳头大小的鹅卵石就直接命中了他的脑门。谁特么拿石头砸我？一边哀嚎着，他一边还不忘大声咒骂。一旁的其他盗猎者见状，顿时也是摸不着头脑。这大半夜的哪里来的石头，还刚好砸在脑门上？这个想法刚刚冒出来，一块又一块的飞石就接踵而至。转瞬之间，7名盗猎者就纷纷中招，每一个都是精准命中脑袋。虽然不致命，但是强烈的疼痛感却是让他们惨叫连连。而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发现了，当即就纷纷举起手中的武器，做好了战斗准备。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声音就从一旁的黑暗中传来：“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手中的武器，不要做无谓的挣扎。”听到这个声音，在场的几名盗猎者的表情顿时就是一变。只见马脸汉子猛然就从腰间拿出了一个手电筒，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照，下一秒，一只五彩斑斓的金刚鹦鹉就出现在了那里。看到这只金刚鹦鹉，马脸汉子立马就意识到自己被耍了。妈的，他们在骗我们，他们不是警察！兄弟们，嘎了他们！李子明见状，赶忙就扑扇着自己的翅膀飞到了天空之中。也就在这个时候，2道巨大的黑影突然就从一旁的角落里窜了出来。当即就有2名盗猎者在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拖进了黑暗之中。随着2声惨叫过后，便没了声息。老大，刚刚那2道影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不会是鬼吧？只是他话才刚刚说完，一把枪就顶在了他的脑门之上。闭嘴！警察老子都不怕，怕什么鬼？再说这里是动物园，又不是坟地，哪里来的鬼？多半是那些动物在搞鬼。把你们身上的手电筒都拿出来，把旁边都照亮。随着马脸汉子命令的下达，剩下的几人连忙就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光源，并且将它们放置在了自己身旁。瞬间，附近10米范围就被完全照亮。为了不被偷袭，几人慢慢将自己的后背贴到了虎园的铁笼之上。看到这一幕，隐藏在暗处的杨林不禁嘴角一挑，这些家伙倒是不蠢。不过你们以为这样我就拿你们没有办法了吗？李双鹰，准备释放渔网。杨林话音刚落，一道巨大的黑影就附身飞冲了下来。等到他飞到离地面大概30米的距离的时候，猛然间他就松开了自己的爪子，顿时一张巨大的渔网就从天而降。靠，中埋伏了！哪里来的渔网？快解开！老大，我们中计了！顷刻间5名盗猎者就乱成了一团。不过在一阵慌乱之后，他们也是很快就拿出了刀具将渔网割破。眼看几人就要脱困，杨林怎么可能给他们这样的机会？狗蛋、狗剩，给我上！强叔，按照我们之前商量的行事。随着杨林一声令下，狗蛋、狗剩2兄弟当即就带着一众汪汪队成员出现，而另一边的长臂猿李强则是飞快地跳向了虎园，不多时就来到了虎园大门处。随着他的一阵操作，虎园紧锁的大门应声而开，
下一秒，一头巨大无比的斑斓猛兽就迈着沉重的步伐从铁门之中缓缓迈步而出。刚被汪汪队扑倒的几名盗猎者看到这一幕，顿时就被吓得肝胆欲裂。西红动物园门外，一辆辆警车趁着夜色缓缓靠近着。等到车辆停稳，一脸严肃的林峰便率先走了下来。林队，这2辆车就是刚才那伙盗猎者的，车上还有他们留下来的东西。他们果然跟你猜的那样到这里来了。一名提前检查过现场环境的年轻干警在检查完了2辆黑色牧马人之后，一脸兴奋地对着林峰说道。此刻他内心对于林峰的敬仰已然是无以复加。他们果然是冲着那头东北虎王来的，不知道他们现在得手了没有？林队，我已经打听过了，这家动物园里面现在就只有园长杨林一个人在看管，没有其他的保安力量。就是之前报警的那个人吗？是的，就是他。咱们赶紧行动吧，我怕我们行动晚了，他会有危险。这伙盗猎者才不在乎手里会不会再多一条人命。听到这名干警的话语，林峰顿时就点了点头。如果这一次有无辜的群众受到牵连的话，那他们这次的麻烦可就大了。一组的人先进去，注意不要弄出太大的动静，以防那些盗猎者狗急跳墙。2组的人注意把守好园区的各个角落，这一次千万不能让他们再跑了。行动！随着林峰一声令下，顿时一众干警就分成了2波，一波留守墙外，而他则是带领着另外的一组人翻墙进入到了动物园内。杨林千万不要被那伙盗猎者抓住，他不敢去想如果杨林落入到那伙盗猎者手中会是什么样的下场，甚至他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然而当他带着一众干警慢慢在园区内搜索的时候，却是隐隐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这个动物园实在是太过安静了一些，按理说以那些盗猎者的行事风格，他们不至于一点动静也不弄出来，毕竟这次他们的目标可是一头恐怖无比的东北虎王。带着这样的疑惑，林峰很快就看到了一旁的指路牌，确认了虎园的方向之后，当即他就带着众人朝着虎园的方向而去。随着距离虎园的距离越来越近，林峰以及一众干警就越发的谨慎。虽然剩下的盗猎者只有7人，但他们可是人人都有枪的，一旦正面展开枪战，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未必能占到什么优势。只是就在他们已经做好了激战的准备时，接下来看到的一幕却是直接就让他们傻眼了。只见在虎园前方的空地之上，一道道人影正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布满了大量的爪痕，衣物什么的更是被撕得稀烂。要不是他们时不时的哀嚎2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几具尸体呢。虽然还隔着几米的距离，但林峰也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这几人的身份，就是之前那几名逃跑了的盗猎者。只是此刻他们的模样实在是很难让人将其和盗猎者联系到一起，倒是更像是那些在大街上装疯卖惨的乞丐。队长，这是什么情况？这些盗猎者怎么会变成这样？他们是被什么人袭击了吗？听到他的这个问题，林峰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一丝苦笑。你觉得他们现在的这个样子，像是被人袭击的吗？好吧，应该是被动物袭击的。就在2人对话的时候，杨林的身影就出现在了一众公安干警们的面前。警察叔叔，是我，别开枪，我是这家动物园的园长。听到杨林的声音，众人顿时就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当然，松了一口气的并不只是他们。另一边的杨林见到林峰等人放下了枪，同样也是松了一口气。他生怕这些人把他当成了盗猎者们的同伙给一枪毙了。眼见林峰等人放下了戒备，他随即便主动走到了众人的跟前。警察叔叔，我要报案，这几个人大半夜的跑到我的动物园里面来偷我家动物，还想杀我。好了，杨园长，咱们明人就不说暗话了，你也没有必要这个样子。你只要不把这些盗猎者打死，那都是他们罪有应得，我们不会追究你的。警察叔叔，你这话就不对了，他们怎么能是我打的呢？他们自己不小心翻进了虎园里面，被我家的老虎一顿胖揍，要不是我发现的及时，他们命都没了。真的是这样？听着杨林的解释，林峰满脸的不信。当然，不过当时我也害怕，所以带了几只动物在身边。天色太黑，他们动手没动手我就不知道了。说到这里，杨林也是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我一个养动物的，随身带着几只小动物作伴，也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对吧，警察叔叔？确实很合理，不过你还是得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你放心，我们不会为难你的，毕竟你这次也算是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说完这句话，林峰就示意其他的干警将7名盗猎者逮捕了起来。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如同他所说的那样，杨林仅仅只是被带去做了一个笔录就被放回了家。然而就在杨林前脚刚踏出公安局的大门时，突然又好像是想到了什么。对了，警察叔叔，我这次帮你们破获了这么大的一个盗猎团伙，还帮你们抓获了其中的7名成员，有没有什么奖励啊？猛然听到杨林这句话，林峰先是一愣，随即认真的点了点头。你不说我还差点忘记了，确实有奖励，而且还不小。
你这次抓住的盗猎者当中有2名是 S 级通缉犯，3名 A 级通缉犯，他们的赏金都会发放给你，加上你这次提供的重要情报，保守估计你应该能拿到50万左右。林峰话刚说完，另一边的杨林就有些傻眼了。杨林万万没想到自己只是随口一问，竟然还真的就有奖金，而且还是50万的奖金。这50万的奖金几乎都快赶上当前动物园1个星期的收入了。更重要的是，随手抓住的那几名盗猎者里，竟然有2名 S 级通缉犯和3名 A 级通缉犯。A 级通缉犯一般都已经是在国内犯下了重案的犯罪分子，而 S 级通缉犯则是至少被2个国家列为通缉对象。可想而知，这群盗猎团伙手底下到底有多少案子。想到这里，杨林也不禁感叹连连。这群盗猎者估计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在几个国家来回逃窜都没出事，竟然会栽在一家私人动物园里面。不过谁让你们惹到我了呢？说话间，杨林就准备打车离开这里。然而还不等他完全走出公安局的大门，身后就再次传来了林峰那熟悉的声音：“杨园长，你先等等。”听到林峰这句话，杨林下意识的就以为是自己的某个秘密暴露了。可是等到他转头的时候，才发现林峰的手中竟然多了一个铁笼。顺着铁笼的间隙往里面看去，2只家猫大小的动物正静静地躺在里面，也不知道是死是活。看着这2只小家伙，杨林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疑惑之色。难道说他们不打算发奖金，准备用这2只动物来抵债？杨园长，这2只小家伙是我们在盗猎团伙遗留下来的那些动物里面发现的，其他的动物我们是准备明天天一亮就移交给林业部门的。但是这2个小家伙看起来好像快要不行了，问了一下队里的医生，医生也没有办法，但他们毕竟也是2条生命，所以我想将他们交给您来照顾。交给我来照顾？听完林峰的解释，杨林顿时就是一愣，他实在是没有想到竟然是这么一个原因。对，从您动物园里面的动物来看，您应该是非常懂动物的，而且那头大老虎都能被你照顾得那么好，说不定这2个小家伙你也能救回来。当然，即便您没有把他们救回来，我们也不会怪你，拜托了。说着，林峰就一脸郑重地将铁笼交到了杨林的手中，而此刻杨林显然也不好再推辞。就在他接过铁笼的那一刻，2道系统提示音先后响了起来。叮！恭喜宿主成功协助警方剿灭盗猎团伙，奖励天赋点5个，金色天赋宝箱1个。临时任务触发，请宿主务必在1个小时的时间内医治你手中的2只兔狲。任务完成奖励天赋点星号2，技能低级共享。听着这2道系统提示音，杨林顿时就愣在了当场。前面的这一道是在他的预料之中的，毕竟盗猎团伙都已经被团灭了，没理由任务还不给完成。但是后面的这一道就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了，他没想到随便接手了2只濒死的小动物都能激活临时任务。原来这2个小家伙就是兔狲啊，长得跟小猫似的。不过系统限制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了，看来我得抓点紧了。想到这里，杨林当即也不再耽误，叫了一辆网约车就回到了动物园内。而此刻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3点钟，距离天亮也没剩下多久。带着2只奄奄一息的小兔狲，杨林直接就来到了工作间，将铁笼打开，再将2只小家伙放平在工作台上。杨林随即便开始检查起他们的伤势来，但是检查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无论是外伤还是内伤都没有明显的痕迹。最终杨林也是得出了一个结论，2个小家伙应该是被之前的枪战给吓到，然后就应激了，这一点倒是跟猫一模一样。就这么个小不点，难怪混成了濒危物种，感情是胆子太小了。一边感叹着，杨林一边往2个小家伙的身上打出了一道洞察之光。下一秒，小家伙的天赋信息就呈现在了杨林的面前。狩猎蓝色天赋激活需要2个天赋点，隐匿绿色天赋激活需要1个天赋点，超级听力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卖萌绿色天赋激活需要1个天赋点。看着面前只有寥寥几个的天赋选项，杨林多少是有些意外的。本以为兔狲好歹也是一个珍稀动物，天赋再怎么差也比那几只狗要强，就这么几个天赋，那不是纯纯的小趴菜吗？算了算了，碰到了就是缘分，就帮帮你俩吧。看着面前已经快没有气儿了的2只兔狲，杨林随即选中了他们身上的卖萌天赋。没办法，其他的几个天赋要么点不起，要么不划算，也就只有在隐匿和卖萌2个天赋中进行选择。隐匿在我的动物园里面没什么大的作用，而随着2只小兔狲身上的卖萌天赋被点亮，顿时一道微光就在他们的身上一闪而过，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他们瞬间就清醒了过来。不等杨林反应过来，其中一个小家伙就直接跳到了杨林的身上。仅仅是一声软绵绵的叫声，杨林就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没了力气。我操，怎么能这么萌啊！而另一只小家伙见状，正静静地看着他。看到这一幕，杨林瞬间就把持不住了，直接就上手揉起了他的大脸盘子。伴随着2个小家伙迷人的小烟嗓，这一刻杨林彻底沉迷在了其中。足足过了好一会，他才终于是从工作间逃离。眼看着时间已经不早了，杨林本来打算趁机补个觉，
但是很快他就想到了刚刚那2个任务的奖励，算了，看完奖励再睡好了。想到这里，当即他就再次打开了系统空间。这一次算上剿灭盗猎团伙的奖励，一共是2样，一样是金色天赋宝箱，一样是技能低级共享。金色天赋宝箱应该可以随机开出一个金色天赋，可是这个技能共享是干什么用的？这也是他除了系统开启的时候获得的3个技能之外的第4个技能，所以他也是很快就点开了技能的相关介绍。看完了介绍之后，他顿时就恍然大悟。一级共享，使用后可以选择某只已经激活了天赋的动物进行视野以及听觉进行共享。我靠，牛逼啊这个技能！那如果说我选择共享金雕的超级视力，岂不是我自己的眼睛也能看几千米远？我去，牛逼啊这个技能！那如果说我选择共享金雕的超级视力，岂不是我自己的眼睛也能看几千米远？然而他才刚刚冒出这样的想法来，系统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宿主的理解能力还有待提升，宿主所共享的并不是动物的视觉和听觉能力，而是动物当前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如果宿主想要进行能力共享的话，需要将系统等级提升至3级，这样低级共享技能就能升级为高级共享。听完系统的解释，杨林虽然有些失望，不过想想也能接受。也行，这样只要我把金雕放到天上去，整个动物园就都在我的监控范围之中，想看哪就看哪。等到以后激活了天赋的动物变多了，到处都是我的耳目。激动过后，杨林便也没有将太多的心思放在这门新技能上面。现在这大晚上的，根本也没啥好看的。接下来再看看金色天赋宝箱里面能开出什么来吧，希望不要是什么太过垃圾的天赋。一番祈祷过后，杨林很快便打开了系统所奖励的金色天赋宝箱。下一秒，一道系统提示音就响了起来。恭喜宿主开启金色天赋宝箱，获得金色天赋断肢再生。猛然听到这道系统提示音，杨林整个人都呆住了，看着系统提示上的文字，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还特么有这样的天赋，这是不是太变态了？不过仔细一想，似乎这个天赋在自然界当中也不是什么太过稀有的天赋。陆地上的蜥蜴可以断尾重生，水里的螃蟹也可以在失去钳子之后重新长出来，蚂蟥、蚯蚓、海绵、水母等也都可以在身体残缺之后重新生长出来。当然这些现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将这个天赋赋予给任何动物。一旦将这个天赋赋予给那些顶尖的掠食者，瞬间就能够让其战斗能力提升一大截。而此刻杨林心中已经有了赋予这个天赋的最佳人选，看了一眼已经有些发亮的天色，原本还打算补个觉的杨林索性也懒得睡了，随便用冷水洗了一把脸就往房间外走去。绕过虎园，一座和虎园差不多大小的铁笼环绕区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一旁的指示牌上赫然便写着抱园2个大字。相比于白天热闹异常的虎园，抱园目前还处于不对外开放状态，而其主要原因则是因为抱园里面的那头金钱豹始终都处于一副极度暴躁的状态，这样不稳定的状态导致杨林根本就不敢让游客过来，不是怕游客被他伤到，而是怕这头金钱豹被游客给吓到。李宝，睡醒了吗？睡醒了的话，我有事情找你。随着杨林的一声大喊，一道身影瞬间就从一棵枯木上跳了下来。找我做什么？是想让那些游客来欣赏我的彩像吗？还不等杨林靠近，这头大猫模样的金钱豹就龇牙咧嘴道。相比于园内其他的动物，它的脾气明显要暴躁得多。不过杨林却是一点也不介意，因为他知道面前这头缺少了一只前腿的金钱豹会沦落到今天的这个样子，全都是因为人类。李宝，你先别发脾气可以吗？今天我找到你是有天大的好处给你，你想不想让你断掉的腿重新长出来？什么？原本还一脸不耐烦的金钱豹李宝在听到杨林这句话之后，顿时就激动了起来。你真的能让我的断腿再长出来？当然，我还能骗你不成？我不光能让你断腿长出来，而且还能让你变得更加强壮。不过在帮你之前，你得答应我2个条件。什么条件？这第一个条件就是待会我会给你安排2个亲戚过来和你一起住，你要帮我照顾他们。亲戚？第二个条件就是你要学会放下对人类的仇恨，毕竟当初伤害你的是那些盗猎者，这些游客又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对吧？说完这2个条件，杨林就静静地等着李宝的回应，而李宝在一番思索之后便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行，只要你能让我断掉的腿重新长出来，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好嘞，那你就瞧好吧。见李宝答应了下来，杨林也没有再过多耽搁，直接就将之前获得的断肢重生天赋赋予给了他。随着天赋的赋予，顿时李宝的身上就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仅仅不到1分钟的时间，他便从一只身患残疾的金钱豹变成了一只4肢健全、威风凛凛的丛林猎手。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金钱豹李宝立马就激动了起来。太好了，我的身体终于复原了。
他很快就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杨林所说的亲戚到底是什么东西？报园内看着杨林怀中的2个撒娇的小东西，李宝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严重侮辱。园长老大，这俩小东西也是豹子？不是啊，是兔孙。按血统来算的话，应该是你远房表亲。杨林才刚回答完，一只小兔孙就从他的怀里爬到了他的脑袋顶，而另一只则是跳到了地上，开始用自己毛茸茸的小脑袋瓜使命地蹭着李宝的前肢。就这么说定了，他们应该也挺喜欢你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替我照顾他们俩。好了，我走了。一把将头上的那只小兔孙放到李宝的背上，杨林下一秒就逃出了报园，只留下一脸懵逼的李宝。终于摆脱2个小粘人精了，希望他们3个能相处融洽吧。好了，该给这些动物们准备早饭去了。李花的牛肉，李伟、李强的水果，还有李宝的活鸡。至于2个小家伙，猫粮应该也凑合吧。随着杨林忙碌的身影，新的一天也正式到来。早上7点半，距离动物园开门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而此刻的园外却是已经聚集了大量的游客，而这些游客显然都是冲着汪汪队早上的日常训练来的。当李狗蛋带领着汪汪队全员出现在游客们的视野当中的时候，所有的游客瞬间就沸腾了起来，尤其是当李狗蛋和李狗剩2兄弟肩并着肩从园区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我抄，这就是传说中的汪汪队吗？这也太他妈帅气了吧！前面2个领队的是什么品种的狗啊？我怎么感觉有点不认识啊？左边的那一只好像是中华田园犬，至于右边的那一只我也不知道。在众人有些疑惑李狗剩的品种的时候，一名游客突然就惊呼了出来：是狼！天啊，那只领头的好像是一头西伯利亚平原狼。好像还真的是狼，这不是汪汪队吗？怎么里面还混进来了一头狼？这头狼也太他妈帅了吧！请问怎么样才能拥有这样的一只宠物？想多了，这样的大家伙你一般家庭可养不起，一天至少几十斤肉。就是还要有足够大的生存空间，家里没个上百平，你连个大型犬都养不了。这才是真正的猛兽啊！壮硕的身材，锋利的犬齿，凶狠的眼神。然而就在众人一致都被李狗剩那超高的颜值所震撼的时候，下一秒他就撒开脚丫子跑到一旁的电线杆下面尿了一泡。看到这一幕，刚刚还大受震撼的游客们顿时就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等到再走近一些的时候，游客们也是很快就从李狗剩的脸上看出了一丝端倪，而最先暴露的显然就是他那充满了智慧的眼神。哪怕他尽力想表现得凶狠一些，可那从灵魂深处透出来的傻气却是难以遮掩。我去，我终于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了。不得不承认，这只2哈确实挺帅，但智商方面好像并没有什么提升。哈哈哈，笑死！帅吗？拿智商换的。和旁边的土狗一比，这只2哈总感觉傻里傻气的。随着李狗剩身份的大白，游客们的兴趣顿时也变得更加浓厚了起来。毕竟谁能拒绝一头外形帅气的大傻子呢？等到汪汪队的日常训练结束，开园的时间也正式到来。随着杨林缓缓打开动物园的铁门，一众游客们也开始有序进场。就在游客们在排队检票的时候，杨林也举起了自己的大喇叭：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回馈各位的远道而来，今天动物园特意开放了2个全新区域，一个是鸟语林区域，一个是报园区域。在这2个区域内将有新的动物朋友闪亮登场，请大家文明观赏，不要随意用外来的食物进行投喂。当然，如果你们实在是想要喂的话，可以在我这里进行购买。杨林的话刚刚喊完，游客们的好奇心就瞬间被勾了起来。这家动物园又开放新区域了，鸟语里有什么好看的？我这次是专门为了看那头大老虎来的。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鸟，有什么好看的？嘿嘿，我这次来专门就是为了看那头会丢粑粑的黑猩猩。这位兄弟的爱好挺变态啊，不过你来晚了，这头黑猩猩现在好像已经不丢粑粑了，据说这2天便秘了，该丢草皮了。等哪天草皮扒完了，应该就该丢下面的土疙瘩了。那看看旁边那只会跳机械舞的长臂猿也不错啊。这个你也来晚了，也不知道哪个天上的擦边女主播在他面前跳了一次舞，现在他整天在那擦播了。我去，那岂不是更刺激？你小子是真变态呀！鸟语林作为西红动物园全新开放的区域，也有不少游客带着好奇心进入其中。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游客还没有发现鸟语林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直到有一名游客实在是觉得有些无聊，吐槽了一句：“这是什么鬼地方？”就在他这句话刚刚说完的时候，林子里就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你家才是鬼地方，你这个王八蛋！”猛然听到竟然有人骂自己，这名游客顿时火气就上来了。他甚至以为是其他游客无聊躲在林子里。你是不是有病啊？我又没说你，你骂个什么劲？你才有病，你全家都有病，去你大爷的！给我叫爸爸！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还来劲了是吧？既然你这么爱骂人，那我就陪着你骂，看谁骂得过谁。
这一刻，这名游客也是彻底被激怒了，各种脏话轮番上阵。可是不管他骂什么，藏在林子里面的那人都会还上2句。随着2人骂战的升级，林子里的那位更是飙起了外语来。虽然这名游客听不懂这些语言，但他也能猜到这些必然都是骂他的话。在暴怒的同时，他也不禁好奇了起来。就刚刚那么一会的功夫，里面的那个家伙至少用了10几种外语来骂他。能精通10几种外语的人，怎么说也是那种高级人才。这样的人的素质怎么会这么差？当然，好奇的并不仅仅只是他，在场的其他游客也都感到无比的疑惑：是得了怎样的大病才能做到一直藏树上用外语骂别人？想不明白的众人干脆就把身为园长的杨林请了过来。园长，那边树上有一名游客一直在那骂人，这事你管不管？啊，还有这么离谱的事儿？听到游客的投诉，杨林一时也有些摸不着头脑，直到他看到树上那若隐若现的彩色羽毛。李子明，你给我下来！众人还在疑惑杨林是怎么知道那个骂人的游客叫什么的时候，一只浑身上下呈五彩之色的金刚鹦鹉就从树上飞了下来。看到这只鹦鹉，在场众人瞬间就傻眼了，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会吧，刚刚骂人的那个家伙竟然是一只鸟，这真是离了大谱啊！我还说谁这么没素质，原来是一只鸟。笑死，刚刚那人和一只鸟对骂了半天。妈呀，一只鸟能精通10几个国家的外语，他也是鸟中的天才了。他骂的是真脏啊，不过如果他是一只鸟的话，那我原谅他了。眼看着那只金刚鹦鹉落到了杨林的肩上，之前和他对骂的那名游客也投来了难以置信的目光。刚刚骂我的是你？是啊，不过是你先说这里是鬼地方的，所以不能怪我。听到李子明的回答，这名游客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讪讪一笑道：我还以为你是人呢，害我在那骂半天，早知道你是鸟，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哼，我也懒得跟你计较。说着，李子明就把头摆到了一边，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而他的这副样子也是瞬间就把在场的游客给逗乐了。然而下一秒，杨林就给他的脑袋瓜子来了一下。你小子要是再骂游客，我就让李双英把你的毛给你扒光。李双英，猛然听到这个名字，游客们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还以为是哪个饲养员的名字。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神俊的身影就从天际俯冲而下，同时一声足以惊空厄云的嘹亮音力也在园区上空响起。瞬间，所有人都不禁同时抬起了头，一副让他们终生难忘的画面也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只见在一片碧蓝如洗的天空之上，一只浑身沐浴着金色阳光的大鸟正从云端俯冲直下。那神俊的身姿，巨大无匹的双翼，再加上那闪烁着寒光的钩爪，无不在彰显着他天空霸主的地位。下一秒，他就径直冲着位于动物园正中央的人工湖而去。在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那闪着寒芒的钩爪就径直抓向了人。仅仅一眨眼的功夫，他那迅速下落的身形以一种超乎常理的方式拔地而起，同时他的钩爪之上也多了一条浑身红白相间的大鳞。看到这一幕，瞬间整个动物园内的游客就开始纷纷叫好了起来。我靠，好特么帅气呀！这是什么鸟？怎么能长得这么大？应该是老鹰吧，就他这气势，我一点都不怀疑他能把我也给抓起来。这尼玛才是男人该养的宠物，难怪古人喜欢养鹰。这头老鹰再配上门口的那只大哈士奇，真特么绝了！果然动物园饲养员是一个浪漫的职业。话说刚刚他至少是从几百米高的高空俯冲下来的，这么高的高度，他是怎么发现人工湖里面的鱼的？几百米，这算个屁呀！鹰类普遍的视觉细胞都要比人类发达几10倍，上千米的高空，连地底下的老鼠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幸亏我刚刚把它俯冲下来的那一幕给拍了下来，这场面可不是一般人能看得到的。也是，之前我也在其他动物园里见到过老鹰，不过其他动物园里面的老鹰总感觉没精打采的，还是这家动物园的动物精神。精神？我看是神经吧。刚刚我从那边过来，有一只鹦鹉把一个游客骂了半个小时，现在只要有游客过去，他就让人家叫他爸爸。说的有道理，这家动物园的动物身体状态我不担心，但是精神状态那就不好说了，都跟有啥大病似的。没有啊，我觉得那个园长就挺正常的，没理由能养出那么些神经的动物来。然而这名游客话才刚刚说完，人群中就有一名青年冲了出来。只见他对着天空中的那只大鸟怒吼道：李双英，谁让你在里面抓鱼的？你知道你抓的那是谁吗？那是咱动物园里最老的一批员工，你赶紧把人家放下来。听到青年的这句话，一众游客顿时就面面相觑了起来。跟狗和猫这些动物对话，他们尚且能够理解，但是跟老鹰对话，人家能听得懂吗？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之前已经飞到了天上的大鸟却好像真的听懂了人话一样，抓着那条还没来得及开吃的锦鲤，就又重新飞了回来。等到它飞到离地面只有10几米高的时候，就在一众游客们惊诧的目光中笔直朝着杨林飞去。
然而就在下一秒，杨林却是突然伸出了自己的右手，疏忽间一道巨大的阴影就笼罩在了他的头顶。众人只感觉一阵强风，杨林的右臂上就多了一只庞然大物。眼见着李双英一脸温顺地站在杨林的胳膊上，众人连忙就开口问道：园长，这也是你们动物园里面饲养的动物吗？它到底是什么鸟啊？是老鹰吗？对啊，这只鸟好像和你挺熟啊。不对，好像动物园里的所有动物都和你挺熟。园长，我想问一下，如果饲了鸟这种鸟的话，需要多少钱？哦，不对，我是想会被判多少年？面对着众人的疑惑，杨林一边将李双英爪子上的锦鲤重新丢进门中，一边慢慢向众人解释道：它当然是我们动物园里面饲养的，我要是认错了的话，估计现在已经凉了。这只大鸟学名叫做金雕，属于鹰科雕属的猛禽。至于说我和所有的动物都很熟，这也很正常嘛，毕竟它们是我养的嘛。另外，刚刚提出想养它的朋友，你有这个想法就已经很危险了。它现在在我们龙国可是1级保护动物，具体会判几年，你自己掂量去吧。牢底坐穿应该是差不多的。杨林的这句话一出，瞬间那名游客就把嘴巴闭上了。不都说长得越快判得越快，长得越丑判得越久？他长得这么帅气，怎么还要判这么久？有没有一种可能，都是说他的帅只是我们人类定义的，在鸟类眼里，那种长得花里胡哨的才叫好看。就比如那边的那个傻鸟。说话间，众人这才注意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原本还在鸟语林里面骂游客的金刚鹦鹉就也飞了过来，扑腾了2下翅膀，就落在了杨林的左臂之上，俨然就是一副争宠的样子。而看到这一幕的游客也是瞬间就面露惊喜之色。哇塞，还有一只漂亮的大鹦鹉啊！漂亮什么？就这个家伙能把你喷的高血压都犯了。一只腹黑高冷，一只逗比嘴碎，一个人是怎么养出2只性格截然相反的鸟来的？一只鸟占据1条手臂，园长这不是纯纯的2臂吗？就在一众游客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的时候，陈可辛却是突然跑到了杨林跟前。表哥，外面有人找你。我说了多少遍了，工作的时候不要叫我表哥，要叫植物。本来在那摆姿势摆得好好的，突然被陈可辛打断，杨林连忙就一脸正色道。然而陈可辛的下一句话却是让他的脸色立马变了。是警察叔叔在找你，好多警察叔叔，还有记者，你是不是犯什么法了？在龙国，不管是谁，对于警察叔叔都是有着天然的敬畏之心，杨林自然也不例外。昨天晚上刚和他们打完交道，这就立马找上门来了，这很难让他不往坏处想。当然，这么想的不仅仅只是他，就连园区内的游客也是这么想的。我去，这位园长干什么了？怎么警察叔叔还找上门来了？一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比如说非法走私动物。那可不一定，也有可能是犯了什么其他的事情。根据看看不就知道了。希望园长没什么事吧，有事应该也不会牵连到这些动物，对吧？对，园长被抓进去不要紧，这些动物留下来就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这家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了。那你也应该是有病。在一众游客们的簇拥之下，心怀忐忑的杨林也是慢慢的来到了动物园门口。瞬间，几辆闪烁着警灯的警车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除了这些警车之外，还有10几个扛着各种专业设备的媒体记者。不会真的是来抓我的吧？搞这么大阵仗来干嘛？那些记者难道是法制频道的记者？就在杨林这么想着的时候，一道熟悉的身影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杨园长，我们又见面了，这次真的是多亏了你啊！经过1晚上的审讯，我们成功破获了这起横跨数国的大型动物走私案。要是没有你，我们可能都察觉不到他们进入到了宁南，更没办法擒获他们的首脑。所以说，这一次案件的破获，你要记头等功。说着，林峰就示意一旁的警员走上前来。等到他走过来之后，杨林才发现他的手上赫然拿着一副锦旗和一个小盒子。经过上面的一致同意，我们不光为你申请了全额的悬赏金，还特意为你申请了宁南市首个好市民奖。这个是你的锦旗和勋章。说着，林峰就从一旁警员的手中将锦旗和勋章同时颁发给了杨林。一旁原本准备看热闹的游客们在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立马就反应了过来。原本他们还以为杨林是做了什么坏事，所以才会被警察找。现在看来，非但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反而还是做了好事。但是两人的对话却是让他们有些云里雾里。什么跨国走私，什么首脑？杨林不是一个动物园的园长吗？怎么还能牵扯上什么国际大案？就在众人心中满是不解的时候，林峰却是主动的将一众记者召集了过来，随手从其中一名记者手中接过话筒之后，他便大声道：“各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家好，感谢大家来到宁南旅游。我是宁南市刑警支队队长林峰，今天到这里主要是为了表彰西红动物园园长杨林先生为我们整个宁南乃至整个龙国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就在昨天，一伙穷凶极恶的盗猎团伙进入到了宁南市，因为他们看到了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想要把西红动物园的动物盗走。
后面我们赶到动物园时，杨园长已经把7名带着武器的盗猎者成功制服。随着林峰的讲述，很快众人的脑海中就还原出了昨晚所发生的事情。当众人听到杨林凭借着一己之力将盗猎团伙的首脑以及一众从犯擒获的时候，现场顿时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操，真没有看出来，这位园长也是一位猛人啊！一个人放倒了7个拿着武器的盗猎者。我就说那些动物怎么一个个见了他都乖乖的，原来不是伊利夫人，而是以利夫人了。他一个开动物园的，跟动物学2招不是很正常？猴拳、虎拳、猩猩拳什么的，你懂个屁啊！估计人家园长学的是王八拳，小心一点，人家待会就把你扔进虎园里面。真有这么厉害吗？一个打7个，还是拿武器的？就在众人一阵议论之时，拿着勋章和锦旗的杨林却是也主动走上了前。身为一名动物工作者，保护野生动物本来就是我应尽的义务。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一次之所以能抓获到那些盗猎者，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话刚说完，他就在一众游客们疑惑的目光中，对着远处呼喊了起来：“狗蛋、狗剩，你们几个过来！”随着他话音落下，不多时，园区内就传来了阵阵狗吠声。下一秒，在一众游客们惊讶的目光中，李狗蛋和李狗剩就带着汪汪队的一众成员一路小跑了过来。其实，在昨天，我之所以能制服那几名偷猎者，全都是靠他们的帮忙。真正打倒那些偷猎者的是这群勇敢的狗狗。听到杨林这句话，众人顿时就将惊诧的目光投向了汪汪队的一众成员。他们本以为这几只小狗只是杨林用来排练节目制造效果的，没想到他们竟然能擒获凶残的盗猎者。杨园长，没想到这次立大功的竟然会是这群汪汪队，他们这么优秀，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给他们找个兼职？兼职？猛然听到林峰这句话，杨林还有些没反应过来。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当警犬，吃公家饭，每个月还有津贴。我们警队真的很需要这样的狗狗。啥？你的意思是让我家狗出去打工，然后我啃狗？弄了半天，我终于懂了警察叔叔的意思，这是让汪汪队从私企跳到国企啊！一般狗哪里能得到这样的待遇？我自己毕业都没有考上编制，这几只狗反倒是先考上了。如果让汪汪队去当警犬，我担心的不是他们，而是担心那些警察叔叔。这几个家伙鬼精鬼精的，遇到真正的危险，保证会唆使着其他警犬先上，到时候还不得把警队折腾得鸡飞狗跳，到时候再被退回来了，那乐子可就大了。而就在杨林以为这就已经够出乎他意料了的时候，一旁一名拿着话筒的记者突然开口道：“杨园长，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让这几只狗狗出道啊？”当警犬杨林是可以理解的，但出道杨林就有些搞不懂了。杨园长，我们电视台最近正在筹备一档宠物综艺，原本是打算和刑警队合作的，现在看到您动物园里的这几只狗狗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它们比较合适。听完了他的解释，杨林也终于是明白了过来。如果是以前，我或许为了打响动物园的名气，我还真就答应了下来。但是这些狗狗现在对于我来说，那可不是普通的狗狗，那是我的家人，是我的挚爱亲朋，得给钱。这些人想白条，门都没有。不好意思，他们现在还小，暂时就不考虑了。眼见杨林拒绝，这名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还想继续劝说，下一秒林峰就直接打断道：“可以看得出来，杨园长是真的爱动物的，你就不要再劝他了，赶紧给我们合个影，然后我们就走。”随着林峰的出面，这名记者也不好再说什么。等到照片拍完，林峰便再次伸出了自己的右手。杨园长，你的奖金已经在走流程了，过2天应该就会打到你的账户上。另外，如果以后你遇到问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帮你解决。听到林峰这句话，杨林也连忙伸出了自己的右手。这个是肯定的，有事找警察叔叔那是必须的。虽然他们几个没办法去当警犬，但是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我一定让他们帮忙。随着两人一阵寒暄，不多时林峰就带着一众记者离开了动物园，而那些游客见状也都纷纷散去。等到所有游客都离开之后，2名穿着动物园工作服的老者就出现在了杨林的跟前，正是之前主动要求在动物园工作的万复兴和马卫国。园长，猴园我已经打扫完了，什么时候去打扫虎园啊？园长，刚刚我教训了一名不知好歹的游客，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听着2人的话语，杨林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副诧异之色。他没想到这2位老爷子干劲居然那么强，想了一想之后，他就随口说道：“要不你们跟我去人工湖那边吧，那边最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垃圾。”说完，他就径直朝着人工湖的方向走去。作为整座动物园的中心区域，这片人工湖的面积还是相当大的。按照爷爷的说法，在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是一个大矿坑，矿挖完了就变成了湖，最深的地方少说也得有将近40-50米深。之前的时候还一直都好好的，可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时不时的涌现出一些垃圾来。
然而还不等杨林走到人工湖所在的区域，他就听到了一阵阵嘈杂的声音以及呼救声，顿时他就大感不妙，连忙他就加快了脚步。而等到他赶到的时候，一名中年妇女正一脸焦急地指着湖面说道：“小宝，我的小宝。”完了，不会有小朋友掉湖里面去了吧？看着那在湖中央若隐若现的衣物，他几乎连想都没有想就跳进了人工湖之中。等进入到湖水中之后，他也是立马就快速向湖中央冒泡的位置游去。此刻的他说是心急如焚也一点不为过。如果真有小朋友在我的动物园里出了事，不光动物园会受到影响，我的内心也是会过意不去啊。然而就在他游到湖中央的位置时，眼前出现的一道身影却是让杨林长长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不禁怒火中烧。我操，搞什么啊？为什么一只小狗要叫小宝这种名字啊？早知道是一只小狗，我让李双英叼上去不就完事了？算了算了，先救上去再说。虽然有些无奈，但杨林仍旧还是将那只落水的泰迪犬抱在了怀中。然而就在他准备往岸边游的时候，一道巨大的黑影却是缓缓从湖底浮现而出。杨林看不到，岸边的游客却能看得一清二楚。当即这些游客就开始疯狂地叫喊了起来：“有水怪，快游啊，快游啊！园长，快跑！”听着岸上众人的呼喊声，杨林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一丝疑惑之色。水怪？这湖里哪里来的水怪？虽然有些不大相信，但杨林依旧还是回头看了一眼。霎时间他就感觉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只见在碧绿的湖水下面，一道比他人还要大的黑影正在快速向他袭来。我靠！一声惊呼过后，杨林立马就将游泳的速度提升到了极致。原本需要1分多钟才能游完的路程，10几秒钟他就已经来到了岸边。眼看着那道黑影就要追上他了，一根长长的木棍却是带着一股巨力狠狠地扎向了水中。紧接着杨林就感觉到自己被2只手给拉上了岸，抬头一看，他才发现拉他上岸的竟然是2位老爷子。园长，你刚刚跳下去的也太快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就跳了。是啊，没想到园长为了一只小狗也能这么奋不顾身，看来园长你是真的爱狗啊。园长可真有爱心。刚刚的那道黑影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看起来也太吓人了吧。不会是鳄鱼吧？鳄鱼会潜水吗？请大佬解答一下。难道是传说中的水猴子吗？我丢，如果真的是水猴子，那就刺激了。这该不会也是园长养的吧？啊，对对对，什么玩意儿都是园长养的。听着众人的议论声，有些惊魂未定的杨林也不禁将目光再次看向了身后的人工湖。此刻的人工湖早已恢复了平静，哪里还能看得到之前那头水怪的影子？怎么会突然冒出一头水怪来呢？不会影响到动物园吧？这个念头才刚刚冒出来，杨林就知道是自己想多了，因为此刻游客的脸上没有丝毫害怕的表情，甚至还带着一丝兴奋。而当刚刚所发生的经过被上传到网络之上后，网友们比游客还要兴奋。真的是那头怪物？难道他真的被那条大鳄鱼给赶上来了？快快快，准备摄像，这么关键的镜头不能错过。短视频平台随着一条拍摄了杨林救狗全过程的视频被上传了上去，很快这条视频就火了起来。当然，这条视频爆火的原因并不是杨林跳水救狗的举动，而是出现在视频之中的水怪。视频才发布没多久，下方的评论区就开始炸了。我丢，这次的水怪好像是真的。鉴定完毕，不是剧本。妈的，说到水怪水猴子我就来气，之前看了一个博主拍了700期，结果他们是假的。应该不是剧本，你看园长脸上惊恐的表情就知道，这绝对不是演的。他要能演那么好，早就进演艺圈了。看这表情，估计是都吓出来了。大概算了一下，园长这游泳速度都快赶上奥运冠军了，所以我建议以后游泳比赛一人后面放一条鲨鱼。有没有懂的大佬科普一下，这水里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水猴子，必须是水猴子。咱们龙国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水怪了吗？去看，我现在就要去看。应该不是剧本，你看园长脸上惊恐的表情就知道，这绝对不是演的。他要能演那么好，早就进演艺圈了。艾特小亮老师，这到底是不是水猴子啊，还是什么水怪？我觉得是蛇颈龙，你们看它的整体形状。蛇颈龙，你大爷啊！要真是蛇颈龙，这家动物园以后估计得改名字叫侏罗纪公园了。想想就刺激，还好我是宁南本地人，买票去了。楼上的 gentleman go 啊，你一个本地人在那说半天。我也买票去了，大家注意看我的直播，今天我一定得弄清楚。随着视频的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水怪这么一回事，而杨林显然也是低估了众人对于水怪的热情。就在杨林觉得这已经够离谱的时候，不久前才刚刚见过一面的林峰就带着一众警员赶了过来。在一众公安干警的维持之下，动物园内的秩序才总算是没有乱套。而这个时候的林峰也找到了杨林。杨园长，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你这里现在算是彻底出名了，用不了多久，估计还会有更多的游客涌进来，你打算怎么办？听到林峰这略带调侃的话，杨林先是一愣，随即一本正经道：“当然是看车看房了。
我认真的，按你们现在的这个状况，如果你不能快点给大家弄清楚湖里的水怪是个什么情况，估计他们以后得天天来。要不你把湖里的水都给抽干吧。林峰的这个提议才刚刚提出来，杨林就立马瞪大了眼睛。你怕是在开玩笑吧？你知道这座人工湖里面有多少水吗？这里以前可是一个大矿坑，最深的地方有60多米，总储水量怕是要赶上1/5个西湖了。把这里面的水抽干，不说要动用多少台抽水机，单单是把那些抽出来的水放到哪里去，就是一个大问题。哥，看来这个方案行不通，走吧，先到湖边看看是什么情况。一番沉思过后，杨林便再次来到了湖边，看着面前绿到发黑的湖水，他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迷茫之色。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旁的一名游客忽然提议道：园长，要不弄一台水下拍摄的遥控机器人过来，咱们控制着它下去看看。听到这名游客的提议，杨林的脑海中顿时就闪过了一道灵光。对了，找一头会潜水的动物下去，然后我只需要共享视野，不就能弄清楚水里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吗？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的心中也是很快就出现了几个人选。首先便是湖里的那些锦鲤，作为这座人工湖里面的老员工，他们也算是在里面待得足够久了，潜水能力也绝对不差。但是想了一想之后，杨林还是把这个选择给排除了。锦鲤的寿命实在是太短了，最重要的是战斗力也不行，万一和怪物正面遇上了，一口估计就没了。排除了锦鲤之后，他的脑海中又很快出现了另外的一个选择，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心中做出决定，杨林当即就偷偷地绕过一众游客，来到了离人工湖不远的鳄鱼池。而这里目前也是整个动物园内游客来的最少的地方，毕竟没有谁愿意去看几头整天就只知道睡觉晒太阳的懒货。看着正一脸悠闲的趴在池边晒太阳的鳄鱼，杨林的眼神顿时就亮了起来。动物园里面一共养殖了3种鳄鱼，一种是龙国本土的扬子鳄，属于小型鳄鱼；一种是进口的暹罗鳄鱼，还有一种则是曾经被广泛用于做皮包的湾鳄。其中扬子鳄最小，只有不到2米长，暹罗鳄居中，有3米多，而最夸张的则是那头土黄色的湾鳄，首尾加在一起足有4米多。仅仅只是扫了一眼，杨林就把目光聚集在了湾鳄的身上。既然要选战斗力强的，那就要选最强的。扬子鳄这种连大鹅都打不过的弱鸡，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确定了目标，杨林当即就对着不远处的那头体型硕大的湾鳄使用了洞察之眼，当即湾鳄的所有信息就都呈现在了他的面前。伪装绿色天赋激活需要1个天赋点，敏捷绿色天赋激活需要1个天赋点，野蛮生长蓝色天赋激活需要2个天赋点，超级咬合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史前霸主传奇天赋激活需要10个天赋点。虽然湾鳄的天赋只有5个，但是有一个天赋居然是传奇天赋，史前霸主是什么呢？算了，传奇天赋我现在也就只能看看，根本点不起。至于超级咬合和伪装，也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一个贵，一个错，所以还是选择敏捷和野蛮生长。人工湖旁，随着水怪的事情越传越开，前来围观的游客数量也再度激增。如果不是林峰带人来支援，多半没见到水怪游客就先打了起来。水怪怎么还不出来呀？不会是假的吧？就是来了2个小时了，水怪的影子都没有见着。怎么可能是假的？之前我亲眼看着水里面冒出来一个大黑影，差一点就把园长给拉下去了。就是我们这么多人能看错了吗？话说这个人工湖我知道，30年前的时候我还在这里挖过矿来着，几十米深的矿坑，里面都是七通八达的矿洞，脏个什么水怪太正常了。那如果那头水怪一直藏在里面不出来怎么办？那我们不是白等了？有没有哪位主播有潜水设备的，下去拍给大家伙看看水怪到底长什么样？如果有主播敢下去，我估计立马就全网爆火。平时不是挺多探险主播吗？现在这会真的有水怪，怎么就没人下去了？你懂什么？你以为那些探险主播真的是在探险，都是走剧情？就是现在这湖里面情况不明，谁他妈敢下去？有钱挣也得有命花才是。那也不能这么干耗着啊。对了，园长呢？园长去哪了？不会真的去找抽水机去了吧？就在游客们议论纷纷的时候，一声巨响却是突然就从人工湖后方传来。听到这声巨响，在场围观的游客立马就把目光看了过去。下一秒，众人的瞳孔就不由一阵微缩，脸上更是瞬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怪物了！也不知道是谁一声大喊，在场的游客瞬间就乱成了一团，就连林峰等维持秩序的干警也不由咽了咽口水，手更是不自觉地摸向了腰间。而就在这个时候，拿着大喇叭的杨林却是突然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大家不要紧张，这是我们园内养殖的湾鹅，是我找来的帮手，它性格很温和的，大家不要害怕。听到杨林的这句话，在场众人这才将内心的恐惧压了下去。可尽管已经知道了这头外形狰狞的生物不是什么怪物，可当众人看着它那庞大的体型时，仍旧还是有些犯怵。
妈呀，这玩意儿真的是鳄鱼吗？我还以为是恐龙呢。鳄鱼真的能长这么大？从小吃金克拉长大的吗？这尼玛至少也得有7、8米长吧？不懂别乱说，鳄鱼有小型鳄鱼和大型鳄鱼，湾鳄就是目前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鳄鱼品种，这么大也很合理。鳄鱼在咱们龙国古代可是有着屠龙和主破龙的称号，我们那以前还有一个黑龙潭，听说里面就住着一只大主破龙。凡是沾了龙这个字的，体型怎么可能小到哪里去？不过园长说他性格温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他这一口下去，不得把我脑袋给我咬爆了呀！就在众人纷纷退缩之时，驱赶着湾鳄的杨林也慢慢的走到了众人跟前。莫名一股强烈的压迫感就从那头庞大的湾鳄身上散发而出。而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是哪家的熊孩子突然就跑到了湾鳄的面前，在他家大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把一双白嫩的小手放到了湾鳄的身上。看到这一幕，众人整个都被吓傻了，而小女孩的父母更是差点被吓得背过气去。就在所有人以为小女孩即将遭受这头恐怖生物的袭击时，一脸凶神恶煞的湾鳄却好像没有看到她似的。而小女孩见状也是越发的起劲了。谢谢大狗狗，骑妈妈。下一秒，她就直接爬到了湾鳄的背上。可即便如此，湾鳄依旧还是一副之前的样子。看到这一幕，众人终于是相信了杨林所说的话。看吧，他其实对人类没有任何恶意的。我现在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头湾鳄大名叫做李小胖，今年已经7岁了，是个小姑娘。最喜欢吃的食物是南瓜和红薯，偶尔会吃一些鸡肉，不过总是会被鸡骨头卡住。而她最大的天敌是鸟语林的那只金刚鹦鹉，那只坏鸟没事就去欺负她。听着杨林的介绍，众人心中对于湾鳄的恐惧感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反倒是觉得它那庞大的体型有些可爱了起来。哈哈哈，长这么大个，居然最喜欢吃南瓜和红薯。我的天，这还是个小姑娘啊，这怕是得有1吨重了吧？原来是位千金啊！连一只鹦鹉都打不过，真的有这么夸张吗？我原本以为扬子鳄干不过大鳄就够离谱了，这只大湾鳄竟然干不过一只鸟。突然感觉它有点可爱，是怎么一回事啊？当然，在游客们对这头大湾鳄的真实情况感到好笑的同时，也有游客发现了滑点。园长，为什么你家动物都姓李啊？黑猩猩叫李伟，长臂猿叫李强，大老虎叫李花，连这头鳄鱼都叫李小胖。听到有人问出这个问题，在场游客的好奇心也是瞬间就被勾了起来。这个问题他们早就想问了，而猛然听到游客这个问题的杨林也是愣了一下。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我总不能说是因为我爷爷要报复他的情敌，所以才给所有动物起名姓李吧？其实这些动物姓李，是因为我和我爸都差点姓李了，所以让动物们姓李是为了表示他们就像是我们的家人一样。听完杨林的这个解释，在场众人只觉得一阵暖心。至于为什么杨林和他爸都差点姓李了，倒是没有多问。而也就在众人问完问题的同时，杨林的目光也看向了那深不见底的湖水。小胖，养你1000日，用你1时，现在就到了你为动物园立功的时候了。下去给我把那头水怪揪出来，我奖励你1吨南瓜。杨林话音刚落，湾鳄那硕大的身躯就快速窜进了湖水之中。随着体型硕大的湾鳄扑通一声跳进了人工湖之中，现场的氛围也是瞬间就达到了高潮。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了动物园，现场众人热情如此之高，网上的网友们也没有闲着，几乎每一个在现场的主播的直播间就都拥挤着大量好奇的网友。在湾鳄入水的瞬间，弹幕也是直接炸开了锅。我操，好特么大的鳄鱼啊！果然这家动物园的动物就没有正常的。之前那头老虎那么大也就算了，鳄鱼怎么也长得这么大？园长以前是养猪出身的吧？笑死，他们动物园真的有头猪，不过那头猪现在瘦得跟条狗一样，据说是得了厌食症。什么叫瘦得跟条狗一样？你看看他们动物园里的那条二哈，藏獒来了都得被他一巴掌轰死。就他们动物园里的这些动物都能拍一部神奇动物在哪里了？拍，立马拍！我投钱，实在是钱不够，我去卖房子。大可不必啊，兄弟。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这头鳄鱼真的能打得过那头水怪吗？我可是听说那头水怪的体型有10几米长。怎么特么越传越离谱了？还10几米长？你怎么不说几10米长？别逼逼了，看直播，主播你是不是怂了？赶紧跳水里，给大家伙看个高清的。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湖面之上的时候，杨林此刻的眼前却是出现了一副不一样的景象。仔细一看，赫然便是湖水当中的情形。借助共享视野，他现在能够看到湾鳄视野内的所有东西，就好像是他自己亲自跳进了水中一样。随着湾鳄不断的在湖水当中巡视，湖底内的情形很快便一一呈现。让他疑惑的是，此刻的湖水当中，别说是水怪了，就连一条鱼都看不到。我的鱼呢？每年投放的几万尾的鱼苗呢？还说等着过年的时候捞一波鱼挣点零花钱的，现在这些鱼都去哪里了？不会都让那个鬼东西给我造了吧？看着空空如也的湖水，杨林顿时就感觉一阵怒气上冲。等到湾鳄下潜到40多米深的时候，一条条四通八达的坑洞也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头巨型的水怪
必然是躲藏在其中某一个坑洞之中。但问题是我好像并没有办法把它给从中找出来。难道说我要一个一个去查看？就在杨林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的时候，位于湾鳄身后的一个矿坑之中，就突然有一道巨大的黑影从中间窜了出来。在湾鳄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就笔直撞在了他的身上。来了！此刻的湾鳄不光拥有着强悍无比的体魄，还拥有着超乎寻常鱼类的速度，几乎只用了1秒钟不到的时间，它的巨口就已经咬到了黑影的身上。顿时，它那能咬碎实心木板的恐怖咬合力就穿透了黑影的表皮，狠狠地刺进了黑影的肉里。然而，就在杨林以为可以轻松地拿捏这头水怪的时候，水怪的身上却是爆发出一股巨力，直接就把湾鳄给弹开了。眼见黑影想要逃跑，湾鳄也不惯着它，身后的尾巴一摆，庞大的身躯就迅速飞射了出去，没多久就拦截在了黑影前面。看到这一幕，杨林也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得亏是点了敏捷，要是点的野蛮生长，估计得被这头水怪好一阵拉扯。小胖，给我把它赶到水面上来，我倒是要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随着杨林一声令下，湾鳄的脑海中立马就响了杨林的声音。接到命令的湾鳄没有丝毫的停顿，直接就调转身形，开始对黑影围追堵截了起来。到了这个时候，杨林也终于是大概的看清了所谓水怪的模样，分明就是一条足有6-7米长的黢黑大鱼，但受限于湖底的光线原因，具体长什么样还是有些不大清楚。因此他才让湾鳄将这条大鱼赶到水面上去。而在经过了长达10分钟左右的围追堵截之后，那条不堪其扰的大鱼终于是在湾鳄的追赶之下往水面之上的方向游去。眼见到这一幕，岸上的杨林也是赶紧就把目光死死地锁定到了湖中间的水面之上。下一秒，在无数人的注视之下，一道巨大的黑影就从湖水之中缓缓浮了上来，瞬间岸上围观的众人就炸开了锅。我操，怪物终于出来了，好特么大！真的是那头怪物？难道他真的被那条大鳄鱼给赶上来了？快，准备摄像，这么关键的镜头不能错过。马上就要知道那头水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不知道哪头大鳄鱼能不能抓住它？这一刻，所有人都充满了期待。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湾鳄的身影也紧随其后，随着一道冲破水面的声音响起，一张巨口就狠狠地咬在了黑影身上。紧接着，众人便看到了极为震撼的一幕。只见在广阔的湖面之上，一头体型庞大的鳄鱼正死死地咬住一条体型比它小不了多少的巨大怪鱼。怪鱼虽然在用尽全身力气挣扎，可是被顶出水面的它再也没有力气能够挣脱湾鳄的血盆大口。而在一阵骨骼被咬碎的声音传出之后，黑色怪鱼立马就停止了挣扎。看到这如此激烈的一幕，围观众人只觉一阵血脉喷张。这种原始而又充满力量的战斗，他们什么时候这么近距离的见过？这让他们顿时就又有了一种买票不亏的感觉。不过当湾鳄叼着那条黑色怪鱼缓缓向岸边靠近的时候，众人的心中也不禁生出了一丝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鱼类能长得这么大？都快赶上湾鳄了。而就在众人纷纷露出疑惑之色的时候，杨林看向怪鱼的眼神却是露出了一丝了然。原来是你这么个东西啊！人工湖水面，随着湾鳄将那黑色怪鱼叼出水面，在场围观的众人也是啧啧称奇。我去，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这什么鱼能长得这么大啊？我就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水怪，原来是这么一头怪鱼啊！这7、8米长的一条鱼，说是水怪一点也不过分吧？这要是人落在水里，还真不一定能干得过它。你这不是废话吗？这么大的鱼，一尾巴能把你脑袋瓜子给你抽爆。这玩意儿到底是个什么品种？淡水鱼里面有这么大的吗？唐诗也长不了这么大吧？会不会是之前报道里面说过的入侵物种鳄雀鳝？有可能，不过又不大可能。你看它的嘴也不是鳄雀鳝的嘴啊！这一刻，不光是现场众人疑惑纷纷，就连网友们也在到处找人做科普。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湾鳄却是已经将那条巨大的黑色怪鱼丢到岸上。杨林便第一时间来到了怪鱼身旁，一番检查之后，他当即便开口解释道：“想必大家一定也很想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吧？现在我就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大家伙学名叫做巨骨蛇鱼，并不是我们龙国的固有鱼类，属于是入侵物种。面前的这一头是一头成年的巨骨蛇鱼，所以体型才会长得这么大，估计是被谁放生到这座湖里面的。”听完杨林的解释，顿时所有人都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长姿势了，原来还有这种鱼啊！我有巨物恐惧症，这么大的鱼看了头都晕了。估计又是那些爱心泛滥的人士放生的，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敢放啊？长这么大，不知道肉质怎么样，做成烤鱼的话，不知道好不好吃。哇，你一看就不是本地人吧？这么好的食材，怎么能做成烤的呢？一定要清蒸。煲汤了，当然是煲汤了，搞点生姜，搞点料酒腌一腌。刺身必须吃刺身，这样的天赐美味，不能有任何的加工，才能保留其原本的风味。看园长怎么说，听你们这么一讲，我都馋了。这鱼至少得有几百斤了吧？得用多大的锅啊？原本还在讨论着水怪的众人，莫名的就被眼前的巨鱼激发出了食欲。游客们甚至都开始讨论起该怎么吃掉这条巨物。听得一旁的杨林多少是有些无语。不过仔细一想，游客们的提议也很有道理。这样的一个大家伙，如果不吃掉的话，任凭它烂掉，多少是有些浪费了。
想到这里，他顿时就突发奇想到：各位游客朋友，你们有没有专业厨师？水怪已经被我抓上来了，接下来就要靠你们了。突然听到杨林这句话，在场的游客们哪里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即就有游客主动站了出来。我是粤菜厨师，有厨师证的那种。我是鲁菜厨师，饭店就在附近，我可以提供大锅，我可以提供辅料、燃气炉。我是菜市场杀鱼的，这条鱼让我来剁。我自带碗筷可以吗？随着一名名游客自发地站了出来，现场的氛围很快就再次变得热烈了起来。没过多长时间，一口口大锅就在人工湖旁边的空地上支棱了起来，而那些厨师职业的游客则是负责起了烹饪。很快，一份烤鱼、水煮鱼、鱼汤就新鲜出炉，整个动物园内都能闻到香味。而那些只能在直播间内看直播的游客瞬间就被馋哭了。这是什么情况？说好的抓水怪呢？怎么变成全鱼宴了啊？我真的是服了，好好的一场探险变成了美食现场。这要是放在别的地方，最起码得拍摄个好几天，分成几十期节目来放。园长倒好，直接让自己的小老弟下去把水怪给抓了。刚开始还觉得挺恐怖的，现在觉得挺气人的。妈的，就我特么不在现场尝不到味道。你们吃的那么香，有没有考虑过我们这些看直播的人啊？就是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不行，我要去点个外卖去。不愧是大吃货省的邻居，管他什么水怪不水怪的，抓到就要变成食物。还有没有水怪呀？再来一条啊！这一条看的不过瘾啊！这波游客算是真的赚到了，不光见证了不捉水怪，还白吃了一顿饭，50块钱的门票愣是回本了500。这一刻，线上的观众恨不能直接钻进屏幕当中，而也就在所有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的时候，杨林的脸上却是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就在刚刚干掉那头巨骨蛇鱼的时候，他的脑海中突然就接到了一条任务提示：于是任务触发，动物园内的人工湖出现了连通莫名水域的通道，通道内疑似有污染物流入，如不尽快处理，可能会影响到园内生态。请宿主在3天时间内调查清楚污染来源，并将其彻底清除。任务完成奖励天赋点5个，随机天赋宝箱1个。原本我还以为这个大家伙一直都生活在人工湖里，现在看来应该是顺着那处通道跑进来的。还有近期突然从湖里面冒出来的生活垃圾，一切就都变得明朗了起来。不行，得赶紧弄清楚，不然鬼知道又有什么东西会跑到人工湖里面。想到这里，杨林当即也没了心情。好不容易等到园区闭园，游客都离开了之后，他便再度让湾鳄李小胖下潜到了湖水之中，循着之前留下的痕迹，他很快就找到了之前那处巨骨蛇鱼用来藏身的洞穴。果不其然，在靠近洞穴的时候，一股暗流就从里面涌了出来，而在这股暗流之中，隐隐的还夹杂着一些树叶什么的。看来就是这条通道了，就是不知道最终通往哪里。通过共享画面看到眼前一切的杨林当即就命令李小胖钻进了洞穴之中。不多时，他就进入到了一处蜿蜒曲折的水道内。游了不知道有多久，狭窄的水道就变成了一条宽广无比的地下暗河。显然，正是这条地下暗河将动物园内的人工湖和那处未知的水域连接到了一邕江。作为宁南市的主要水域，在整个宁南的水域体系当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包括但不仅限于生活饮用和农业灌溉。此刻已经是夜晚时分，但邕江水畔仍旧是有大量的市民在江边奈良戏水，其中更是有不少的人跳进了江水之中。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就在这漆黑的江水之中，一头体型巨大的生物正在其中穿行着，一双暗金色的大眼睛更是死死地盯着他们。我去，怎么跑邕江来了？这水道连接的竟然是邕江。看着眼前熟悉的景象，杨林哪里还不知道此时湾鳄所处的水域是哪里？但也正因为知道了这点，他才更加惊奇。西虹动物园距离邕江少说也有7、8公里的距离，那条地下水道竟然将2处完全贯通。不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股暗流会带来那么多的垃圾了，感情都是从邕江里面跑过去的。而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江边又有人随手丢了一个瓶子在湾鳄的面前。都是你们这帮不爱护环境的人，还有江里有游泳的那些小屁孩，前几天才淹死一个，这就又跑下来了。小胖，出去吓吓他们。随着杨林一声令下，李小胖那原本一直藏在江水里的庞大身躯立马就浮了上来。好巧不巧的，一名正在游泳的光屁股小男生就一下子坐到了他的身上。咦，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块石头？说着，小男生就一脸好奇地触摸了起来，直到他看到了一双足有鹅蛋大小、亮晶晶的大眼睛。下一秒，一声带着惊恐的尖叫声就在江面上响起。妈呀，有怪物啊！随着他的一声大喊，所有在邕江旁边戏水乘凉的宁南市民就看到了一头体型足有小型厢式货车大小的巨型生物正缓缓地爬向岸边。瞬间，这些人就跟见了鬼一样，撒丫子就开始跑。那些在水里面的就更不用说了，只恨自己的爹妈没给自己按上脚蹼。不到5分钟的时间，江水里面、江岸上的都跑得一干二净。用不了多久，邕江里面出现水怪的消息就会在整个宁南市传开，在接下来的数个月时间里，可能都没有人再敢来邕江游泳，没人来游泳，溺水事件那就更不用谈了。
这里既然是邕江，那我差不多就有侦查方向了。能造成大规模污染的，无非就是污水处理厂和大型的化工厂，这2样，我只需要在地图上一搜，就可以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工厂。而其中让他觉得可能性最大的，自然便是其中一家名为明氏化工的大型化工厂。有了大概的方向，杨林很快就操控着李小胖在一处回弯找到了数根被埋藏在江滩下方的排污管道，哪怕是隔着10几米远，杨林都能看到那混杂着各种细小颗粒的污水正源源不断地从管道中排出。一想到这些水正通过地下水系渗透到他动物园内的人工湖里，他就感觉怒火中烧。这帮人真的是良心都被狗吃了呀！这种鬼遗害后代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不行，必须得把他们给举报了。李小胖，你先回来吧。愤怒过后，杨林便让李小胖原路返回到了动物园，而后便拿出手机找到环境保护部门的邮箱，写了一份长达数百字的举报信。虽然写了这个举报信，但是这封举报信未必会有作用，因为明氏化工每年都能为宁南创造几10个亿的税收，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怎么可能是一封举报信就能搞定的？看来还得做好第2手准备才行啊。意识到自己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杨林一边开始筹谋着接下来的计划，一边准备好好补一觉。前一晚盗猎者的事情弄得他一晚上没睡，此刻的他早已是有些熬不住了，洗漱完，躺在自己的床上就沉沉睡了过去。与此同时，白天发生在西红动物园内的事情也开始在网上迅速发酵了起来，水怪以及相关话题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而就在这个时候，一条来自宁南市视频用户发布的视频也是迅速就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因为在这条视频中再次出现了一头水怪，而且从视频上来看的话，这次的水怪更大更长，甚至好像还有脚。如果仅仅只是一条这样的视频，可能还有网友质疑视频的真假，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宁南市本地网友发布相似的视频，水怪的真实性就变得毋庸置疑了。我操，怎么又蹦出来一头水怪来？白天的时候不是刚被吃掉了一头吗？还都是在宁南，宁南什么时候变成了水怪之都了？白天的那一头是巨骨蛇鱼，这一头又不知道是什么鱼。这一次应该不是鱼了吧？都浮到水面上来了。确实，看着不像是鱼，倒像是某种大型的爬行动物。不会是鳄鱼吧？西红动物园里面不就有一条超大的鳄鱼吗？你的意思是白天的那头大鳄鱼不辞辛苦的越狱跑到了邕江里面吓小朋友？我不觉得纯自然环境下能长出这么大的生物来。西红动物园里的那头纯粹是园长大人照顾得好，这邕江里面的野生的怎么也能长这么大？说不定呢，要是变异了呢？你以为这是福岛啊？咱们可没有那个福气。我决定要拍一部新电影，就叫《邕江水怪》，有没有大佬投钱？不知不觉间，关于邕江水怪的话题热度就一路蹿升，甚至等到杨林第2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已经有网友根据拍摄到的水怪轮廓画出了其大概的样子。而当杨林通过手机看到这幅图的时候，整个人差点没有笑喷出来。这尼玛分明就是一头哥斯拉嘛！网友的脑洞真的是无限大啊！一番感叹之后，杨林猛然就感觉到自己脑海中有一道灵光闪过，而也恰好就在这个时候，陈可辛就一路狂奔着跑进了杨林的管理员办公室。咬锅，咬锅，外面有个人拎着个袋子说要找你，好像是说有个什么保护动物受伤了。听到陈可辛这句话，杨林也没有多想，就直接奔向了动物园外。动物园门口，此刻一名皮肤有些黝黑的中年正一脸急躁地看着动物园的方向，而他的手中还拿着一个蛇皮袋，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不容易等到陈可辛带着杨林来到他的面前，他便一脸急切地抓住了杨林的双手。杨园长，你可算来了，你快帮我看看我这电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可别是什么保护动物啊。说话间，他就一脸小心翼翼地解开了蛇皮袋的封口，顿时一个装满了水的水桶就出现在了杨林的面前。我早上的时候在我们家旁边的河里用我的新能源鱼竿钓鱼，然后就不小心把这2个家伙给弄了起来。看他们2个长得奇形怪状的，我就知道他们不简单。听着这名中年的解释，杨林看向他的目光顿时就变得古怪了起来。难怪第一时间把动物送到了我这里，感情这位老哥是非法捕鱼啊，把电鱼说的那么好听，还新能源鱼竿，算了，先看看是什么东西吧。而当他将目光看向水桶里面的时候，顿时也是一惊，而后用一副质疑的眼神看向了中年男子。你确定这俩玩意儿是你在河里颠倒的？听到杨林这句话，男子的脸上顿时就出现了一丝慌乱。杨园长，我老实告诉你了，你可别举报我啊，这2个怪家伙是我在邕江里面店钓到的。我就说，不过你也别担心，这边的这条脸上长着吸盘和牙齿的家伙学名叫七鳃鳗，应该是从别的地方跑过来的，虽然稀有，但不是保护动物。杨林这句话刚说完，这名男子就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不是保护动物就好，不是保护动物就好。然而下一秒，他这刚松的一口气就被他倒吸了回去。不过他旁边的这个小家伙，那可就不得了了，他应该是一头得了白化病的大牛，还稍微的有些畸形，长了6条腿，属于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中年男子显然也是没有想到，他就往江里面放生了1度电而已，怎么还电到了一头国家2级保护动物？更重要的是，此刻这2个小家伙眼看就要不行了，想到事情透露出去的后果，当场他就差点没有晕过去。就在他拼命的想着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杨林却是主动开口道：“要不这样吧，你把他们俩留给我，我看看能不能把他们俩救回来。”听到杨林这句话，中年男顿时就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好，那他们2个就交给您了。话刚说完，他就丢下蛇皮袋，拔腿就跑。不等杨林回过神来，他就已经跑没影了。看到这一幕，杨林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一丝无语之色。先看看这2个快嗝屁的小家伙吧，再耽搁下去，他们可就真嗝屁了。当即他就抱着水桶来到了人工湖的旁边。由于之前巨骨蛇鱼的出现，现在整个人工湖里面一条鱼都没有了。先把2个小家伙寄养在里面，多少是让人工湖多了一丝声色。当然，在寄养之前，还得先把他们给救回来。看着已经开始在仰泳的小家伙，杨林当即就2道洞察之眼丢了出去。下一秒，2条天赋信息就呈现在了他的面前。七塞满，恐吓绿色天赋激活需要1个天赋点，变态绿色天赋激活需要1个天赋点，放电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白化变异体大泥变异特殊天赋已经激活，进一步强化需要1个天赋点，环境适应蓝色天赋激活需要2个天赋点，吞噬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从2个小家伙的天赋列表上来看，2个小家伙显然不是属于那种进化到很高级的物种，尤其是七塞蛮，是我见过最垃圾的动物了。除了可以进化出个放电能力之外，毫无亮点。倒是这条娃娃鱼竟然自行觉醒了一项天赋，这种情况到目前为止我还是第一次见。看来它长了6条腿，应该就是这个变异所导致的。但变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环境污染还是基因选择？不过2个小家伙目前的状态显然容不得杨林多想。看着已经开始吐泡泡的七塞蛮，他当即就给他点亮了变态天赋。他倒要看看这个变态天赋到底有多变态。而也就在他给这条手臂粗的七塞蛮点亮了变态天赋的下一秒，这个已经翻肚皮吐泡泡的小家伙就变得活蹦乱跳了起来。更加惊奇的是，他在恢复了精神之后，身体便以一种极其夸张的速度暴涨着，眼见水桶都要被他撑爆了。杨林赶忙就把他给丢进了人工湖里面。在他进入到人工湖之后，变化仍未结束，只见他的身体在暴增到4-5米长之后，体表便浮现出一块块如同鳞片一般的凸起。更夸张的是，他那原本就密集的尖牙也迅速变大变尖，宛如一些科幻作品之中的菊花虫。而他那恐怖的模样，甚至让人有些怀疑他到底是不是蓝星上的物种。妈呀，原来变态就是这么个变态法呀！这外貌确实挺变态的。看着七塞蛮那如今变得恐怖无比的外形，杨林忍不住暗暗啧舌，让其赶紧潜到人工湖底之后，杨林赶忙又将目光转向了那头变异娃娃鱼，想都不用想，他就将1个天赋点加在了娃娃鱼那已经被点亮一次的变异天赋上。而随着这个天赋被进一步增强，顿时他也和七塞蛮一样开始膨胀了起来。原本就有将近半米长的他，眼看着就要朝着2米的方向去了。杨林连忙也把它丢进了湖里。入水之后的变异娃娃鱼生长速度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就连背上也多了一丝丝黑色的条纹。当那些黑色的条纹聚集到他脑袋顶上的时候，顿时就组合出了一副形似恶魔的恐怖面孔。等到所有的变化结束，他俨然已经从一条有些蠢萌的娃娃鱼变成了一头仿佛是从电影里面走出来的怪物一般。而当他们的这副样子落入到杨林眼中的时候，却是让他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并不是杨林的审美出现了畸形，而是眼前的这2个大家伙在各自完成了天赋觉醒之后，突然就有了一种超脱现实般的感觉。原来电影里面的怪物不过就是把我们日常常见的一些动物放大了而已。不过有一说一，如果大半夜的有人看到你们，多半是要被你们给吓坏了。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杨林就感觉自己好像是抓到了什么。对哦，现在他们2个的样子可不就像是那些遭受了辐射的辐射种一样。我要是让他们2个闹出个大新闻来，应该就有人关注到邕江的污染问题，到时候不就解决了吗？想到这里，他看向2个大家伙的目光顿时就发生了变化。原本他只是单纯的想救这2个家伙一命，没想到竟然还有意外收获。你们2个先到水底找地方休息去，注意不要让人发现了，晚上我再来找你们。2个已经有了初步灵智的大家伙当即就在水底点了点头，下一秒他们就朝着人工湖水底而去。就在2个大家伙离开之后，动物园内的游客也迎来了新高峰。受到水怪和之前盗猎者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想要来一睹这家神奇动物园的风采，以至于杨林不得不做出限量入园的决定。可即便如此，此刻的西红动物园内依旧是人来人往，人气从高到低依次是豹园、狼园、虎园、猩猩园、猴园，然后就是鸟语林和鳄鱼池。其中人气最多的豹园此刻说是人满为患也不为过。究其原因，还是因为2个小家伙的粉丝给杨林寄来了猫抓板、猫爬架和猫砂盆这些猫咪用品。只见此刻的豹园内，2个最终被热巴命名为圆圆和球球的小家伙正一左一右的用自己的前爪抓着面前的巨大猫抓板，而在他们身后原本一直都是一副高冷模样的金钱豹李宝此刻却是露出了一副跃跃欲试的表情。
怎么办？好想去抓一抓啊！可恶，那边的架子也好想爬上去啊！不行，这些都是那些该死的人类送来的，我不能上了他们的当。而且本大爷也不是猫，那两个家伙真的是把本大爷的脸都丢光了。就在李宝的内心做着抗争的时候，铁笼前的一名游客突然就从铁笼之间的间隙里伸出了一根竹竿做的超大逗猫棒，随着逗猫棒上的铃铛响起，一直都在强装高冷的李宝终于是受不了了。只听他嗷的一声，就飞快地朝着巨型逗猫棒前端的羽毛飞奔而去。这一刻，他终于是完全放下了身为丛林猎手的尊严。而铁笼外的游客看到这一幕，顿时就一个个欢呼了起来。好好好，笑死！这个高冷奶爸终于还是动心了，我还以为他真的能经受得住所有诱惑，没想到一根逗猫棒就让他现了原形。我就说嘛，豹子也是猫，看吧。嘿嘿，我估计他是觉得这里没有其他的豹子，所以干脆就暴露本性了。妈呀，原来这么一个大家伙也能这么萌啊！快快快，拍下来，拍下来！我觉得我能在这看一整天，突然就好想养它们啊！随着李宝加入到两个小家伙的阵营，报园的氛围瞬间也是变得欢快了起来。两个拥有着顶级卖萌技巧的小家伙，加上一个外形高冷实则是大暖男的大花猫，哪有游客能忍得了这样的诱惑？不知不觉间，报园的游客数量就超过了其承载的上限。远处瞥到这一幕的杨林顿时就有一种情况不妙的感觉。这要是万一发生点骚乱什么的，那可就不出什么小事故了。不行，得分流一下了。想到这里，他的目光当即就投向了那些尚未开放的区域。目前来说，只有新的噱头出现，才有可能让这些游客产生分流。想来想去，他的目光最终落向了其中最为特殊的一片区域，而这片区域就是位于虎园东南角的一处猪圈。这里原本是我爷爷养猪的地方，里面的猪也并不是让游客参观的，而是作为那些肉食动物的食粮。可惜里面的那些大肥猪天天听着那些猛兽的吼声，都被吓得抑郁了。养了1年时间，不光不长肉，还掉了几十斤，眼见越养越亏本，老爷子索性就把这些猪都给卖了，只留下了一头。后来也不知道游客是怎么传的，这处猪圈就变成了动物园里的参观项目之一。而这也是整个宁南市区唯一能看到猪这种动物的地方。好长一段时间都有学校专门组织学生来参观，现在杨林就把主意打到了这仅剩的一头猪的身上。绕过重重人群，很快一头瘦骨嶙峋的大黑猪就出现在了杨林面前。看着这头比他还要瘦的黑猪，杨林旋即便找到了那个最初由系统赠送的初级天赋——绘画。这个没什么大用的天赋，一直不知道该给哪个动物比较合适。给黑猩猩和长臂猿吧，这个技能又略显普通，毕竟它们有手。给老虎豹子吧，又太大材小用了。如果要是安在这头猪的身上，除了有足够的反差之外，顺带着还能制造足够的噱头，并且说不好还能治好他的厌食症，可谓是一举三得。想到这里，杨林当即就不再犹豫，直接就把绘画天赋赋予给了面前猪圈里的大黑猪。随着天赋的觉醒，顿时这头原本一脸生无可恋的大黑猪就变得精神奕奕起来，体型更是肉眼可见的变得匀称了起来。确定他已经点亮了绘画天赋之后，杨林立马就让他用水在水泥地面上画了起来。没过多久，一朵用清水画出来的小花就在他的笔下成型。看到这一幕，杨林的眼神立马就亮了起来。都说猪的智商在动物里面算高的，看来确实没错啊。不过这样有些没意思，得再增加一些噱头。当即杨林就打开手机，在一家附近的文具店里下单了100多份水彩颜料和纸笔。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便再次拿出了自己的大喇叭，朝着报园的方向走去。报园内，两个如同毛球一般的小兔孙此刻正四仰八叉地露着自己的大肚皮睡着午觉。一旁的金钱豹李宝同样也是神色慵懒地趴在一旁。可即便如此，在铁笼外的游客也没有见到丝毫的减少。显然这一大两小的组合已经成功地取代了黑猩猩史蒂夫一代目的地位。而也就在游客们兴致勃勃地对着笼子里拍照打卡的时候，杨林的声音却是突然从一旁传来：游客朋友们看过来了，为了回馈大家对本园的支持，本园特地举办了一次绘画活动，感兴趣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领取画笔、颜料和纸张。猛然听到杨林这句话，在场游客的兴趣当即就被调动了起来。不是动物园嘛，怎么还搞起绘画比赛来了？画什么主题的啊？有没有什么奖品啊，园长？眼见众人的注意力全都被吸引了过来，杨林接着又说道：奖品嘛，我的个人签名照要不要？他这句话刚说完，在场众人就嘘声一片。签？就你自己的签名照，谁要啊？就是倒贴钱送我都不要。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一点的奖励啊？没奖励多没意思啊。好了好了，这样吧，前5名的话，我可以把2个小家伙抱出来给你们录5分钟；前10名的话，可以让你们进到笼子和小家伙合影。杨林这句话才刚刚说完，在场众人就躁动了起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真的可以近距离的撸那2个小家伙吗？妈呀，我早就忍不住了，终于有这样的机会了。我要报名，想和2个小家伙合影。这个第1名我当定了，谁也不要和我抢。说话间，众人的兴致就越发的高涨。既然这样，那我就带你们到比赛的场地去吧。
眼见着杨林朝着虎园后方走去，那些急于参赛和看热闹的游客立马就跟了上去。不多时，他们就被带到了猪圈所在的位置。当众人看到猪圈里的大黑猪的时候，脸上顿时就露出了浓浓疑惑之色。园长，难道今天绘画比赛的主题是画这头猪吗？画猪还不简单，一个身子一张嘴，4条胳膊罗圈尾。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吧？这头猪其实才是最终获胜者的奖励。啊，赢了的可以得到这头猪。什么？园长要我们来杀猪？看着一顿乱猜的众人，杨林也不打算藏着掖着了，当即就大声宣布道：“当然不是让你们画猪了，更不是让你们杀猪。事实上，这头猪也是本次的参赛选手。”杨林这句话刚一说完，在场的一众游客就一片哗然。什么？园长，你没搞错吧？你要让我们和这头大肥猪一起比赛？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居然把我们和猪放到一个组别！就是猪怎么可能会画画？猪要是会画画，我都能上树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我要是输给了猪，岂不是真的跟我爸说的一样，我连头猪都不如？不对，李志园长家的边牧已经超过了我们，这头猪要是再把我们给超了，那就不只是不如猪了，而是猪狗不如。虽然有些侮辱人，但我还是觉得挺有意思。我倒要看看这头猪到底是怎么画画的。眼见着众人都表示不大相信猪会画画这件事，杨林也不跟他们啰嗦，直接就拿出笔和颜料递给了猪圈里面的大黑猪。来，富贵给观众老爷们画朵花，让他们长长眼。听到杨林这句话，这头临时被起名叫做李富贵的黑猪当即就用嘴巴叼起了画笔，跑到了一旁的墙边。下一秒，他就在游客们见鬼了的目光中，用画笔在调色盘上蘸起了颜料。等到蘸完了颜料之后，他便用画笔在墙上一笔一笔画了起来。本来众人还以为他会乱画一通，但是画着画着，众人脸上的表情就变了，因为从他们的角度看去，李富贵所画的还真的就是一朵大大的荷花，无论是色彩还是形态都无可挑剔，达不到大师的程度，但绝对碾压许多初学者。看到这一幕，原本还表示不相信的游客们顿时就面面相觑了起来。等到李富贵一幅画画完，他们更是全部默不作声，刚刚叫的有多大声，此刻就有多尴尬。怎么样，他画的不错吧？现在应该不会有人觉得猪不会画画了吧？看着众人吃瘪的表情，杨林的脸上满是得意之色。足足沉默了几秒钟的时间之后，一名拿着画笔的游客突然就一脸苦笑地站了出来。园长，现在退赛还来得及吗？是吧？这比赛我还是不比了吧，万一真的输给了一头猪，你让我这老脸往哪里搁啊？不是万一，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这头猪画得好。随着这名游客的起头，很快陆续的就有其他之前报名参赛的游客主动退赛，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丢不起那个人。而杨林对于他们的举动自然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还有没有人要退赛的？没有人要退赛的话，咱们比赛就开始了。至于比赛的内容，就画那边的湖和景吧。听到杨林这句话，那些仍旧坚持比赛的游客们也是纷纷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杨林也趁机打开了西虹动物园的官方直播间。就在他直播间开启的瞬间，立马就有大量关注了他的粉丝涌入了直播间内。园长好啊，今天怎么想起来开播了啊？是动物园又有什么新节目了吗？园长小哥哥能不能上一波动物园周边啊？想要2个小兔森的玩偶。有没有1比1还原的东北虎王玩偶啊？小黄车呢？现在还有不上小黄车的直播间吗？就在网友们纷纷疑惑杨林开播的目的时，镜头却是忽然调转到了正在准备作画的游客们的身上。众人刚想嚷嚷没意思的时候，竟然就再次一转，一头叼着画笔的大黑猪就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之中。看着这头黑猪，网友们脸上惊讶的表情丝毫不比在场的游客要少。直播间内，随着杨林的一番解释，网友们也是很快就了解到了这么一场特殊的绘画比赛。有意思，人和猪之间的绘画比赛。我就说西虹动物园里面没有正常的动物，这猪都会画画了。真想知道园长到底是经历过些什么，又是怎么教会一头猪画画的。确实这家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有些不大对劲。昨天去的时候，本以为那只漂亮的鹦鹉应该还算正常，结果它张口就让我喊它爸爸。你是没看到史蒂夫3根烟一起炫的时候，关键是他看到有小朋友过来，还知道把烟给藏起来。开始了，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小笨蛋输给了一头猪。当杨林宣布比赛开始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所有参赛的游客纷纷拿起画笔开始作画，而猪圈里面的李富贵也不例外。只见他动作轻盈地将自己的前肢搭在猪圈内不高的围墙上，2条前腿压着画板，嘴巴里面叼着蘸满了颜料的画笔，时而眉头紧皱，时而下笔如飞。而他的这番举动立马就把围观的众人和直播间的观众给逗乐了。妈呀，真的是辛苦这位皮套里面的大哥了，装的跟头珍珠一样。是吧？不知道他在这装一天猪有多少钱
员工资。我严重怀疑整个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员工假扮的。好吧，我承认了，这头猪其实是我前男友，哪怕他变成了猪，我也能一眼认出他来。这充满了智慧的小眼神啊！别说，他下笔的手法还是非常的专业的。看他这个样子，不会真能拿到第一吧？在众人的议论声中，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而参赛选手的画作也渐渐的接近完善。然而就在他们进行最后的打磨工作的时候，一声猪叫就从猪圈里面发出。听到这声猪叫，杨林第一时间就拿着手机走了过去。等到他走近一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他已经画完了。看着画板上那幅写实中带着一丝写意的风景画，不说是直播间内的网友们了，就连杨林自己也是有些吃惊。我了个擦，这真的是一头猪画的吗？要不是中间没有任何人靠近，我甚至以为中间被人调包了。尼玛，我白活了！一头猪都能画出这样的作品，我连个王八都画不好。不知道在场的这些参赛选手能不能赢他，反正我是赢不了他的。我以后再也不说我儿子笨得跟猪一样了。很明显，猪比他聪明多了。很明显，园长的本职工作应该就是养猪无疑了。其他的动物被他养得像猪一样，而这头猪却被他养得跟人一样。这幅画多少钱？我买了，我愿意出500万。如果卖的话，当我这句话没说。这头猪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第一头拥有独立画作的猪了，我愿称它为猪牛逼，简直就是猪中达芬奇啊！那么请问他的猪脑花是不是更补脑？还是叫猪枷锁比较好，毕竟他的这幅画带着一点抽象。我要是养了这么一头猪，我就让他天天画画，以后就靠它来养活我了。这一刻，众人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虽说他们也能看得出来，李富贵的这幅画严格意义上并不能说是画得太好，但人家是一头猪啊，一头猪画出来的画要求那么高干吗？而到了这个时候，比赛也已经接近了尾声，所有的参赛者都陆续的完成了自己的画作。接下来就到了大众评审环节了。这一步按照要求是由所有在场的游客投票来进行。对于这个环节，游客们还是非常喜闻乐见的。在经过长达了10几分钟的投票之后，最终的票数也很快就呈现了出来。经过刚刚大家的投票，大黑猪李富贵以784票的超高票数拿到了第1名，美院的学生则是以564票拿到了第2名。面对这样的结果，杨林丝毫不意外，并不是他知道李富贵画的有多好，而是他知道没有几个人能拒绝给一头会画画的大黑猪投票。事实上，大多数给李富贵投票的游客都并不是冲着他的画作去的，而是冲着他本身去的。你一票我一票，猪猪何时能出道？你不投我不投，猪猪马上被剁成狮子头。猪猪这么辛苦，确定不给他投一票吗？猪猪这次如果不拿第一，园长应该要削减他的伙食了吧？你看他的样子，应该已经有10分钟没有吃饭了。猪猪你还永不服输，猪猪叫万岁！投票的时候，几乎全场都是游客们这样搞怪的声音。也正是因为这些喜爱猪猪的游客们的努力拉票，所以他才能得到700多票。出乎杨林意料之外的是，那些票数不如李富贵的参赛者们非但没有任何的意见，还非常主动大方的表示无所谓。眼见众人这样，杨林当即就再次宣布了一个让在场众人兴奋不已的消息：考虑到各位参赛者们的出色表现，我决定给所有人送出一份盖有球球和圆圆脚掌印的照片。同时，我也已经联系厂家下单了，过不了多久，应该就会有那些动物的周边商品上线了，其中包括动物公仔、动物形象衍生产品。到时候大家可以到我直播间抢购，凭票根可以打8折。杨林话音刚落，在场的游客和直播间内的游客就纷纷露出了兴奋之色。西虹动物园内目前出场的这些动物的魅力不可谓不大，加上网络的传播，他们俨然就是动物界的大明星，所以众人对于他们的周边产品早就充满了期待。活动到了这一步也宣告了正式结束。李富贵的名气也是彻底在园区内和网络上打响，毕竟他可是一头会画画的天才猪猪。至此，杨林想要给动物园分流的目的也终于达到，几乎不用刻意的指引，就有大批的游客从其他的园区赶来。眼见安全隐患暂时消除，杨林便朝着人工湖的方向走去，在那里还有2个大家伙在等着他。入夜，园区内的游客已经全部离场，整个动物园内又剩下杨林一个人。就在他刚刚来到人工湖旁的时候，一阵阵如同婴儿啼哭声的叫声就从湖水之中传来。听到这个声音，杨林差点吓得魂都没了，但是转念一想，他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你们2个给我出来！随着杨林对着湖面一声大喊，2道巨大的黑影就从湖底缓缓浮现而出，其中一头形似蟒蛇，脸上长满了密集的利齿，而另一头则是一头长着6条腿的怪物，背上还印着一张恶魔面孔。要是其他人看到这一幕，可能当场就会被吓得尿裤子。果然，在大晚上的时候，恐怖效果直接就超级加倍啊！一边感叹着，杨林一边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饲料。来来来，都多吃一点，吃饱了好办事。我的任务能不能完成，就全靠你们了。湖里的2个大家伙见状，连忙就一脸亲昵地跑到了杨林的旁边。还别说，这2个大家伙虽然由于自身智力问题没有太强的沟通能力，但对杨林却有着一种莫名的依赖感。等到2个大家伙吃完饭，杨林也是对他们下达了一个新的命令：
现在你们顺着湖底的那条水道进入到雍江里面，看看有没有人在雍江里面游泳玩水，出去吓吓他们，让他们以为你们是水怪。没错，杨林要让这两个长相害人的大家伙到雍江去冒充水怪。当然，事实上也不需要冒充，因为在常人的眼中，他们两个就是十足的水怪模样。命令才刚刚下达，两个大家伙就一路朝着雍江的方向笔直游去。10多分钟之后，他们就已经是进入到了雍江水道之中。或许是由于前一晚上的水怪事件，此刻雍江江畔一个奈良戏水的人影都没有。眼见这样的场景，杨林连忙就让两个大家伙一路顺流直下往市区的方向而去。游了不知道有多久，一片密集的灯光就引起了杨林的注意。顺着大尼的目光往岸上看去，只见那灯光密集的地方赫然便是一处江滨公园。而此时在公园之内，各色各样的行人依稀可见，有在那骑车的，有在那玩滑板的，甚至还有一对广场舞大妈。看着这些人群，杨林的眼神顿时就亮了。这是个好地方，就决定是这里。你们两个做好准备。就在杨林刚准备让两个大家伙从水里露头下岸边众人的时候，一名一脸伤心的青年就拎着一瓶啤酒跌跌撞撞的往江边走来。一边走，他的嘴里还一边念念叨叨的：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怪我？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为什么？算了，反正生活已经烂透了，我还是死了算了。话刚说完，这名醉酒的青年就奋不顾身地往江水里面跳去，而岸边的众人由于广场舞声音太大的原因，谁也没有发现有人落水。至于醉酒青年自身在进入到江水之中的时候，也终于有了一丝后悔，可他压根也不会游泳，只能用双手在江水里面瞎扑腾。然而就在他以为自己必死的时候，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却是突然顶到了他的后腰，本来觉得必死的他顿时就感觉到了一丝希望。不多时他就被顶到了浅水区，眼见脱离了生命危险，青年还以为自己是被刚好路过的夜游爱好者给救了。可是下一秒，当他回头一看的时候，他的三魂七魄在这一刻都快被吓散了。只见在浅浅的江水中，一只长着6条腿的爬行生物正扬着他那大脑袋，一脸认真地看着他，身上那如同恶魔一般的纹身在这一刻是那么的狰狞。仅一眼，青年就感觉到自己裤裆一热，来不及多想的他嗷的一嗓子就连滚带爬的往岸上跑去。而这个时候，江滨公园的游客们也终于是发现了这边的异样，一个个带着看热闹的心情跑了过来。等到他们撞上了那名醉酒男之后，连忙就询问了起来：小伙子，发生什么事了？是啊，看你浑身湿漉漉的，难道是掉江里了？不就掉水里的吗？至于吓成这样吗？看他一身酒气，估计是喝多了，不小心一脚踩空了。就在众人组装着真相的时候，醉酒男也终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说了出来。水里有怪物，有一头6条腿的怪物，真的，我刚刚来着，就是被这头怪物给送上来的，长得跟一辆小汽车似的。听着醉酒男的这番话，在场众人纷纷露出怀疑之色。6条腿，什么东西能长6条腿的？你是喝傻了吧？估计是出现幻觉了。怕不是那边的躺椅哟。散了，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姐妹们接着跳。然而还不等众人转身，一声声如同婴儿啼哭一般的诡异声音就从他们身后漆黑的江水之中传来。听到这哭声，几乎所有人的鸡皮疙瘩都冒了起来。这大晚上的，又是江边哪里来的婴儿？而且声音还这么大。瞬间众人的心中就有了不好的想法，但也免不了有那么几个胆子大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着手机电筒走到了江边。等到他们将手电筒的光束照向江面的那一刻，一张长满了尖锐利齿的血盆大口率先就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这一刻，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瞬间就占领了他们的内心，双腿更是如同打摆子一般不听使唤。明明很想逃，但就是走不动。就在他们以为这就完了的时候，一道更加庞大的黑影也从江水里面慢慢的钻了出来，如同鳄鱼一般的长条形身体，6条粗壮的大腿，再加背上的那个恶魔纹身，比之前看到的那个怪物还要恐怖。妈呀，水怪上岸了！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瞬间那几个不能动弹的就恢复了行动能力。第一时间他们就把腿往公园外跑去，而之前那些打死不相信的人，此刻也终于是借着公园的灯光发现了江水中的2个怪物。不用任何人提醒，恨不能多加2条腿的他们把平生最快的速度都用了出来。仅仅不到1分钟的时间，整个江滨公园就跑的一个人影都不剩。通过共享画面看到这一幕的杨林顿时就露出了满意之色，同时也再度下达了一个命令：走，下一站。随着他话音落下，2个大家伙再次沉入江水之中。一晚上时间，杨林控制着2个大家伙也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吓唬了多少人，所到之处说是哀嚎遍野也不为过。当然除了吓唬人之外，这一晚上的时间里也就起了3名落水者，一只被人扔进江水里面的流浪猫，怎么着也算是功过相抵了。而最终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等到他第2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本地频道当中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和水怪相关的消息。随便打开一条视频，一个宁南市本地的中年大叔就一本正经地对着电视台记者说道：我跟你们说，我昨天晚上真的是亲眼看着那头水怪从江水里面钻出来的。它长着8条腿，每一条腿比牛的还粗，脖子就跟大蟒蛇一样，脸上还长着密密麻麻的牙齿，简直不要太恐怖，我差一点就被它给吃了。看着视频之中信誓旦旦的大叔，杨林差一点没有笑出来。
大叔，我相信你是真看到了那2个大家伙，但是你的眼神也太不好了吧？怎么能把2个看成一个呢？然而杨林很快就发现这并不是最离谱的，在大量声称自己见到了水怪的视频之中，水怪们长得是千奇百怪，有的声称自己看到了章鱼怪，而有的则说自己看到的是巨型螃蟹。随着这些人越说越离谱，网友们也渐渐变得有些怀疑了起来。毕竟这些人看到水怪的地点都不相同，连外形特征也都不一样。如果这要是真的话，那整个邕江里面怕不是已经被水怪给占领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江滨公园的官方公布了一条监控视频，这个原本用来预防落水的监控清晰地拍摄到了2头体型庞大、外形怪异的水生生物在江水里面追逐一名男子。这条视频一出，网友们瞬间就炸开了锅。监控视频应该是做不了假的吧？邕江里面真的有水怪？这俩玩意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长得也太恐怖了吧？怎么感觉跟外星生物似的？蓝星有生物能长成这样吗？那么多说有水怪的，我觉得就这一条最真实。视频里面的那人没事吧？不会被吃了吧？这人是我邻居，人没事，就是被吓到了，现在在医院挂水呢。听说他昨天晚上都被吓得尿裤裆了。我要是被这样的2个怪物追，是估计都要被吓出来了。我怎么感觉这俩怪物好像不是在追他，好像是在救他啊？怎么着？这俩怪物还知道他尿了，所以不吃他了？所以就是这俩怪物一晚上跑了几10公里，到处吓唬人。怎么可能就他们2个？我觉得肯定还有其他的，只是没有被拍到而已。前些天不是还有人拍到邕江里面有一头长得像大鳄鱼的水怪吗？如果你发现家里有一只蟑螂，那么你家里的蟑螂肯定已经泛滥了，所以邕江里面现在不知道有多少水怪潜藏在里面。那是必然的，1次是巧合，2次是巧合，都这么多次了，怎么可能还会是巧合？看官方是怎么说吧。随着舆论的发酵，水怪事件在互联网上愈演愈烈，而作为事发地的宁南更是被送上了风口浪尖。官方部门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成立了调查组，展开了对整个事件的调查。然而任凭他们如何在邕江里面寻找，都没有找到水怪的影子。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条来自帝都的消息迅速将网友们的注意力转移了过去。走进科学节目组已经抵达宁南，这条消息一出，网友们顿时就充满了期待。与此同时，宁南市刑警支队大门口，一群手拿各种设备的人正在和林峰交谈着。林队长，我们的安全就全交给你了。这一次我们务必要调查清楚水怪的真相，好让广大群众安心。李老师，你放心，我一定保证你们的安全。好的，非常感谢你们的配合，这一次一定可以顺利的揭露水怪的秘密。对了，李老师，我有一个朋友，他对动物方面非常的了解，我觉得他对我们应该有所帮助。哦，林队长还认识动物方面的专家？专家倒说不上，确切来说，他是一家动物园的园长，对动物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和交流沟通方式。你说的难道是你们宁南最近非常火的那家西红动物园？李老师也知道这家动物园？当然知道了，这家动物园现在可是全国都出名了。刚好这次来到了宁南，原本还想等着工作结束之后亲自去参观一下的，没想到林队长竟然还认识他们园长，看来这次我可以走后门了。那既然这样，我就去联系杨园长了，看他有没有时间。话音刚落，林峰就拨通了手机上的一个号码。与此同时，正在西红动物园内给一众动物喂食的杨林也收到了电话。什么？让我去走进科学节目组当嘉宾，现场为观众们解读水怪事件？听着电话那头林峰的请求，杨林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我是万万没想到，走进科学节目组竟然这么快就跑到宁南来了，还找我来当嘉宾，这不是闹吗？水怪是我养的，我放的，现在又让我去给大家揭秘水怪的真相，这简直太棒了！好，我现在就去。在离开动物园之前，杨林还特意叮嘱了一番动物园内的动物们不要捣乱。等待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杨林便在动物园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往邕江江滩的方向而去。在杨林乘坐出租车赶往邕江江滩的同时，走进科学节目组的官方直播间也在多个平台同时开启。开启的瞬间，就有大量的网友涌入到了其中，几个平台加起来怕不是有1000万之巨。而这些网友们此刻都有着相同的目的，那就是弄清楚邕江里面的水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前排，坐等专家们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没想到有一天我竟然会看走进科学的现场直播，我已经做好看大型连续剧的准备了。说的有道理啊，之前一个老汉牙龈出血都能拍3期，这次的水怪怎么这也得水个30期？那还用说，不然为什么叫水怪？话说上次西红动物园不也出了水怪吗？人家杨园长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把水怪给活捉了，最后还把水怪给炖了。哈哈哈，笑死！上次我就在现场，不过感觉这一次的水怪应该和上次不一样。
那必须得不一样啊！这一次的水怪看起来就不像是什么正经生物，我看这次那些专家们拿什么忽悠我们？就在网友们议论纷纷的时候，直播间的镜头也随即出现了一名中年男主持，正是之前和林峰有过会面的李伯年。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走进科学节目组的李伯年。这一次我们节目组一起来到了美丽的宁南市，来为大家一起解密水怪之谜。为此，我们特意邀请了几位专家教授来为大家进行解读。说着，镜头就调转到了一旁的一名戴着眼镜的秃顶中年身上。这一位是宁南市水产研究所的所长陈茂胜陈所长，他在水产行业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了，对于邕江水域的情况十分的了解。除了陈所长之外，我们还邀请来了海洋大学鱼类和爬行类生物领域的专家徐锦成教授。话音刚落，镜头中就又出现了一名年过半百的中年。看到这两名所谓的专家教授，直播间内的网友却是并不感冒。他们真的靠谱吗？我怎么不大相信的样子？对啊，不会又说是什么大鱼来糊弄我们吧？视频都已经那么的明显了，他们这次要还是用什么烂借口糊弄我们？以后这档节目我是不会看了。大概率还是会糊弄过去吧，毕竟官方是不会承认水怪的存在的。就在网友们对于这两位所谓的专家教授表示质疑的时候，李伯年却是再次开口了。当然，除了这两位相关领域的专家之外，我们节目组这次还特意邀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好了，废话不多说，下面有请宁南市西红动物园的园长杨林杨园长。随着李伯年话音的落下，一道网友们异常熟悉的身影就出现在了镜头之中。看着这道身影，原本还一副兴致乏乏的观众瞬间就沸腾了起来。我切，杨园长来了！真的是杨园长，节目组会整啊，竟然把园长给请来了。或许杨园长在专业领域没有这几位丰富，但在动物这块还是有两把刷子的。走进科学节目组，这是抓住了收视密码了吗？完了完了，那些水怪这次要遭殃了。上一次的又是清蒸又是红烧，这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吃法。这次说不定真的就有戏。话说园长没把那头大鳄鱼带来吗？这就叫专业嘛，坐等那些水怪被活捉上岸。杨林的到来显然是给了网友们一剂强心剂。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西红动物园的园长杨林。这一次受到节目组的邀请，也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开水怪的谜团。等到他介绍完毕之后，节目组便带着众人来到了位于水怪事件的发生地点。刚一到现场，那两名专家教授就拿出各种专业的设备对着附近水域一阵检查，同时还有两名潜水员拿着水下摄像机潜入到了江水之中，一阵操作把观众们看的是迷迷瞪瞪。唯有一旁的杨林强行憋住自己的笑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虽然你们带了这么多专业设备，但是你们这群人真能查出来一个什么东西，那就是真的见了鬼了。几名专家教授和一众研究员一阵折腾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眼看着调查没了头绪，杨林当即就主动的站了出来。两位专家，我觉得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弄得那么复杂。这里是我今天在网上找到的几份网友们反馈的地点。说着，杨林就打开了一份地图软件。你们看，发现水怪的最初的地点是在这里上游10公里的地方，而最后出现水怪的地方则是这里下游10公里。我们大概的可以看出，这个半径10公里的区域就是水怪的活动范围。取一个圆心的话，大概就是在这一处回水湾的地方。邕江之上的那个回水湾，就是明氏集团埋藏的排污口所在的位置。听到他的这个解释，在场众人先是一愣，随即才反应了过来，他们确实好像忽略了网络这个最直接有效的信息获取渠道。而也就在众人恍然大悟的同时，人群之中的林峰忽然就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挂断之后，他的脸上顿时就出现了一抹兴奋之色。李老师，有人在上游回水湾的地方发现了大量被啃食的鱼虾，从咬痕来看，应该是大型爬行动物留下的，旁边的沙滩上还有脚印。听到林峰这句话，众人在惊喜的同时也不禁想起了刚刚杨林的推测。园长厉害啊，一下子就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道理很简单的吧，一般的动物都有自己的狩猎半径，这些水怪有也是很正常的。简单归简单，那些专家教授可没有往这方面想。进度解锁45%，剩下的就只需要把那些水怪给找出来了。好期待那些水怪到底长得什么样啊！还有他们到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在直播间内众人议论纷纷的同时，节目组的众人也是连忙往发现线索的地方而去。由于是回水湾的原因，这里的河流冲刷情况异常严重，大量的垃圾也都会被堆到这里，因此众人刚一靠近，就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明氏集团才想到把排污管道埋在这里。哇，这里这么臭，为什么水怪会把老巢选在这里啊？就是，难道说这里有什么特殊的吗？听到工作人员的疑问，水产研究所的陈所长当即就解释道：
这里是回水湾，浮游生物比较密集，因此能吸引不少的小鱼小虾，而这些小鱼小虾又会引来其他的水生生物。水怪选择这里作为老巢，自然也是看中了这一点。原来如此。听完陈所长的解释，众人顿时就一阵恍然大悟。难怪那些钓鱼佬喜欢在这种地形钓鱼，原来是这么个原理啊！不对啊，我就是宁南市本地的钓鱼爱好者，这个地方我也知道，是我们圈子里出了名的烂，任你再好的饵料，在这里都上不来鱼。我上次在这蹲了一天，连个螃屁都没有钓到，直接空军。我也是宁南的钓鱼佬，我也能作证，这块地方非常邪门，除了鱼什么东西都能钓到，上次还钓起来一个骨灰盒。这不又打脸了吗？所以水怪到底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个地方？正在观察着痕迹的徐教授突然就看着地上遗留的脚印发愣了起来。不等他开口，一旁的杨林就抢先说道：“好像是大尼留下的。”他的话刚说完，徐教授就点了点头：“我看也像，但是这一个脚印都有我巴掌大了。如果是大尼的话，估计得有5-6米长，好几吨重。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大尼？而且看这个脚印，它应该左右各有6条腿。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6条腿的爬行生物？”徐教授话音刚落，在场众人的表情就变得凝重了起来。而就在两名教授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假装在地上观察了一番的杨林却是突然开口了：“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所谓的水怪其实就只是一些普通的生物，只不过因为某些外界的原因而发生了变异，才变成了怪物的样子？”杨林这句话刚一说出口，在场众人的目光就纷纷看了过来，两位专家教授更是连连摇头。不可能，进化和变异哪老是那么容易产生的？除非是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或者是核辐射之类的，否则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异的。是啊，小杨，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是非常清楚的。显然两名专家是不大认同杨林的观点，而另一边的网友却是不一样。我觉得杨园长说的有道理啊，如果不是外星生物，那就是本土生物变异了呗。我不久前还在我们老家的池塘里面发现了一只3条腿的青蛙呢，应该是村里人经常在里面洗农药喷壶的原因导致的。我们那有个养殖场的鸡，出生就3条腿，听说也是受到了辐射。这种事情近些年越来越多了，好吧？什么2个头的牛啊，1只眼睛的猪啊，或多或少都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别说是动物了，人类畸形的案例也很多啊。就现在这样的环境，发生了基因突变再正常不过了。抖音上不是一堆长了3只眼的吗？那些不都是畸形种？我就是以前熬夜上网太多了，我儿子 DNA 都发生了变异，和我的匹配不上，还好我老婆不嫌弃我。楼上的那位，你特么是认真的吗？我就说我儿子怎么长得越来越不像我了，感情也是发生了基因突变啊！操，你们的弹幕怎么都绿了？就在网友们都纷纷就杨林提出的可能性产生热议的时候，杨林突然就指着他面前们的江水说道：“我觉得说不定是江水受到了严重污染，所以才导致了那些水生生物的严重变异。要不然咱们测测水质。”他这句话刚说完，在场众人就也同样将目光看向了江水。这个角度他们好像还从来没有想过。就在走进科学节目组已经开始朝着杨林预想的方向调查的时候，另一边的明氏集团的办公大楼内的一众高层们却是已经快急疯了。以前不都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蹦出来这么些变异生物来？会不会真的是因为我们往邕江里面排污水的原因啊？我听说霓虹那边都已经出现好多的变异动物了。你是白痴吗？我们的产品顶天的也就是一些日用化工品，这些东西是怎么导致动物变异的？我们是化工企业，又不是生化公司。电影看多了吧你？董事长，我觉得或许真的和咱们有一定关系。之前您不是说让我们减少一步化学沉淀处理吗？那些没有被沉淀的部分当中，各项指标都是超过了国家的管控范围的。你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怪我了？赚钱的时候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你们这些王八蛋！就在会议室内的众人吵成一团的时候，走进科学节目组却是已经开始了水体环境取样。他们以回水湾所在的区域为中心，每隔500米设置一个取水点，一共取了10个样本。半个小时之后，这10个样本的分析数据就呈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当众人看着这些报告数据的时候，整个人都惊呆了，尤其是那份他们在回水湾取的水样数据。我的天，怎么会这样？这里的水体竟然已经污染到了这种程度，这哪里是江水啊？这是工业废水吧？各项数据超标几10倍，这楼的水体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就算是离得最远的10号样本，指数也超出了10倍以上，这也太夸张了吧！乖乖，这都快集齐元素周期表了，干了这碗邕江水，来世还做宁南人。一杯邕江水，半部元素周期表，就这水质，不说让动物变异了，培养一只哥斯拉出来，我都一点也不意外。现场无论是水产研究所的，
还是海洋大学的，亦或者是走进科学节目组的，都被这些数据给惊呆了。唯一没有觉得意外的，可能就只有杨林了。而直播间内的网友们更是瞬间就炸开了锅。果然园长早就看透了一切，问题果然还是出在了水质上面。心机之蛙一直摸你肚子，就这还笑话人家阿三呢？这水质真的是逆天了。难怪这个地方不重口了，这要是有鱼重口了，估计就有鬼了。别说是鱼了，龙王爷到了，这也得被毒死。河神都不敢载着老斧子。把这里的江水稀释一下，应该可以当农药来用了吧？原来我上次在江里尿的那一泡，竟然是里面最干净的东西。我要是喝一口，是不是得当场变异啊？说不定还能长出3头6臂。我看你是1头2臂吧，这水喝了不得立马嗝屁。我怀疑在这里是要是溺死了，估计都不一定是先淹死的。哦，我没记错的话，您南自来水厂的水都是从这里来的吧？那岂不是说我这20多年一直在喝这种水？查，一定得查，这是哪个王八犊子往水里投毒了？随着话题的发酵，很快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相比水质污染，水怪问题我们就先放一下。水怪只能危害到有限的人，而水质污染却能疑祸无穷。如果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处理好，整个宁南市或许都会受到波及。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污染源，污水到底是从哪个地方排出来的？放眼望去，四周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排污口之类的。就在众人有些不解的时候，杨林却是突然提议道：“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有人在河床底下设置了排污口，这样既不容易被发现，也不容易让江水快速受到污染？”小杨说的有道理，如此严重的水污染，绝对不是1天2天的问题，或许问题早就存在了，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而已。确实，做出这样事情的人和投毒有什么区别？我们立刻就安排潜水员下到江水里面看看。仅仅5分钟不到的时间，这名潜水员就浮了上来。找到了，在下方我发现了3根巨大的排污管道。随着潜水员的声音传到岸上，众人在惊喜之余也感到了阵阵愤怒。终于查到了水怪事件的最终原因了，没想到竟然有人这么光明正大的往邕江里面排放拥有重度污染物的污水。而愤怒的显然不仅仅是现场的众人，网上实时关注这一事件的宁南市民此刻也是怒火中烧。没想到我平日里喝的自来水之中含有这么多污染物，一定要把这个排放污水的工厂负责人抓起来。不行，我要去相关部门去举报，不能让他们跑了。我也去，一定要把他们抓起来。几乎是第一时间，相关部门的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当时间来到第2天一早的时候，杨林就看到了明氏化工被关停，明天来等一众高层被捕的消息。丁，任务已完成，污染源已经得到了彻底清除，恭喜宿主获得天赋点5个，随机天赋宝箱1个。听着脑海中的系统提示音，杨林顿时就长长松了一口气。眼看系统要求的时间就快要到了，终于是把事情给解决了。随机天赋宝箱，不知道能随机个什么东西出来，希望能来个金色天赋吧，不，最好是个传奇天赋。虽然杨林知道这有些不大现实，但他仍旧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深深吸了一口气，当即他就打开了天赋宝箱。下一秒，又是一道系统提示音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恭喜宿主获得传奇天赋工具制造。这还真抽到传奇天赋了，我是不是听错了？传奇天赋是我目前知道的最高天赋，我也就在金雕和湾鳄身上发现过，万万没想到我居然抽到了一个。只是这名字嘛，我要是没记错的话，金雕的传奇天赋叫天空霸主，湾鳄的传奇天赋叫做史前霸主。怎么到了我这，天赋名字就变得这么突突的了？工具制造这种东西也能算得上是传奇天赋？这不是有手就行吗？吐槽的话语刚说出口，杨林就意识到了不对，差点忘记了，这个天赋是相对于动物的。如果动物掌握了制造工具的方法，岂不是就离人很近了？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会使用工具，而人类也正是因为掌握了工具的使用，所以才成为了这颗星球上的主人。这个天赋最适合的动物就是猿猴类的动物，因为它们有着和人类一样灵巧的前肢。如果是黑猩猩李伟掌握了这项天赋，那么下一次丢向游客的可能就不是用手来丢巴巴了，而是改用投石车。如果给他提供足够的资源，他甚至能造出一些武器来。所以他接下来的发展路线是手工星吗？动物界的发明大王，希望不会是星球崛起吧？5分钟之后，拿着一串香蕉的杨林就出现在了星星园的门口。和动物园刚开始火爆起来的时候不同，此刻的星星园虽然也有很多的游客，但和之前相比却是少了很多。最近几天星星园流量下滑，园内其他动物的人气上涨，还有人们的猎奇心理已经过去，单单是丢巴巴已经满足不了游客们的观赏心理，这些都是下滑的原因。毕竟喜欢受虐的游客就那么些，借用网友们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他已经过气了，是西红动物园里的网红一代没落。李伟本身是不在乎这一点的，
他巴不得游客再少一点。他唯一在意的事情就是给他递烟的人少了。以前但凡是有游客见到他，哪有不给他递烟的？看着园内正在那捡烟屁股抽的李伟，提着一串香蕉的杨林就走进了笼子里。伟大爷，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多吃水果。听到他的这句话，正在美滋滋抽烟的李伟当即就白了他一眼。你知道那些在野外吃水果的黑猩猩能活多少年吗？40年顶天了。你知道我今年多少岁吗？我52了，按你们人类的年龄算，我都90多了。下次记得别给我带香蕉。昨天有个小伙给我抽了一根烟，他说那烟叫什么华子，你以后就给我带华子好了，别的烟抽的呛嗓子。说完，黑猩猩李伟就猛嘬了几口，直到过滤嘴都烧了一半了，他才狠狠地将烟头丢地上踩了几脚。踩完才意识到自己没穿鞋，痛得龇牙咧嘴。看到他这副样子，杨林也是一阵无语。别的动物他需要每天定时进去清理粪便，就他这里竟给他扫烟蒂和烟灰了。当然了，粪便也是要扫的，只不过在笼子外面。看来确实得给你找点事情做了。心念至此，杨林就把刚刚获得的传奇天赋工具制造给赋予到了黑猩猩李伟的身上。随着一道游客看不到的白光闪烁之后，原本李伟那颓废的眼神之中顿时就闪过一道金光。智力本来就已经和人类差不了多少的他，大脑之中隐约之间就发生了一丝奇妙的变化，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杨林总感觉他看起来更大只了一些，就连后背也变得更挺拔了一些。眼见李伟身上产生了这样的变化，杨林连忙就问起了他感受来。怎么样？有没有感觉自己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听到杨林这个问题，黑猩猩李伟先是露出了一丝极度人性化的思考之色，随即回答道：感觉脑袋里面有点痒。脑袋里面有点痒。不管杨林脸上的疑惑之色，黑猩猩李伟就一改往日的懒散，在笼子里面来回踱起了步来，俨然一副在思考问题的样子。看着他这副奇怪的样子，杨林虽然有些疑惑，但却没有打扰他，而是默默地走出了笼子。然而就在他刚刚回到管理员办公室没多久，就听到了外面游客们的阵阵惊呼声。乍一听到这阵阵惊呼声，杨林还以为是出什么事儿了，直到他跑出办公室的时候，才发现那惊呼声竟然是从星星园的方向传来的。带着一丝疑惑，杨林很快就来到了星星园的外围，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黑猩猩李伟此刻正在打磨着一块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石头。仅仅一会的功夫，这个石头就变成了斧头的模样。而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他将这个石头和一根长长的木头组合到了一起，顿时一柄属于石器时代的石斧就诞生在了他的手上。这一幕别说是游客们了，就连杨林都惊呆了。就这制造工具的娴熟程度，他丝毫不怀疑再给李伟几天时间，他能在笼子里面练出体。此刻的星星园门口，慕名而来的游客早已是将所有位置围得水泄不通。其实我原本也只是恰好到这里游玩，觉得这只黑猩猩挺有意思的，就随手拍了这段视频，没想到刚好就拍到了他在那里造斧头。我也没有想到这条视频会火，救命！任何人不知道这只宝藏黑猩猩，我都会伤心，真的一整个爱住了。这个只需要50元门票就能畅玩一整天的网红宝藏打卡地，我不允许任何人不知道。看着面前那人山人海的游客，杨林仿佛看到了自己光明的未来。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条突如其来的消息却是让他多少有些猝不及防。什么？市动物园的转运车在路上翻车了，里面的动物都跑了。管理员办公室内，随着电话那头林峰声音的传来，杨林整个人都呆住了。动物园跑个把动物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每年总会有那么几个向往自由的动物跑出铁笼到外面溜达溜达，像什么野猪啊、猴子啊、鸵鸟啊，而这次是在转运途中逃跑的，这也算正常了。直到林峰说出下一句话，因为是连环车祸，所以侧翻的并不是只有1辆转运车，而是3辆。目前逃跑的动物一共有9只，其中1只鸵鸟已经被堵在高架上了，在逃的还有8只，分别是1头野生的非洲象、1头野生的成年非洲雄狮、1匹阿哈尔捷金马、2头美洲豹、2头孟加拉虎和1头白犀牛。听到林峰报出的数字和名称，杨林直接就傻了眼。这里面的动物随便拿出1只来，都是我买不起的存在。不说价值了，就说珍惜程度，我整个园区估计也就那头东北虎和这些是一个级别的。而其中除了阿哈尔捷金马之外，其他的动物无疑不是极度危险的存在。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动物在宁南市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市动物园里面会突然转运来这么多珍稀动物？说起来，这事儿和你也有一定的关系。和我有关系？当然了，最近你们西红动物园突然爆火，直接导致市动物园的客流量雪崩。再这么下去，估计市动物园都得直接被你们给干倒闭了。为了恢复客流，所以他们才从各大动物园里借来了这些宝贝。听说他们原本还准备搞一个大的动物主题的活动啊！听完林峰的解释，杨林顿时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故，我们谁都不能确定这些处于失控状态下的野生动物会对市民们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按照上头的命令，我们刑警和武警都已经开始出动。不过鉴于这些动物的珍惜程度，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选择击毙，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这个动物专家。到了这里，林峰也终于是说出了他的来意。不等杨林思考到底该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一道系统提示音就率先响了起来。叮，紧急任务发布，请宿主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宁南市动物园找到并且成功抓获9只在逃野生动物，每成功抓捕1头野生动物，奖励天赋点1个，天赋宝箱碎片1个。如能全部捕获，将可获得天赋升级券1张。听到脑海中的系统提示音，杨林并没有太过意外，但系统给出的奖励却着实让他大吃一惊。1只动物1个天赋点，9只就是9个，而且还有天赋宝箱碎片和天赋升级券这2个头一次出现的道具，这奖励也太丰富了吧！林队长，这事你不用说了，就算你不请我帮忙，我也会帮忙的。太好了，我就知道杨园长一定会帮我这个忙。你稍等，我这就派人来接你。说罢，他就挂断了电话。而在他挂断电话之后，杨林这才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劲。不对啊，按理说那只鸵鸟已经被抓了，那就还剩下8只在逃的，为什么系统说的是9只？瞬间一个不好的猜测就出现在了杨林心中，难道是市动物园统计少了1只，或者就是这逃跑的那只动物实在是太过不起眼，以至于众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希望不是什么太生猛的动物吧。一边祈祷着，杨林一边就开始做起了准备。毕竟这还是他头一次面对外面的野生动物，而且还都是1等1的猛兽。就算他拥有和动物沟通的能力，万一人家脾气暴不愿意和他多说呢？花了10分钟时间，杨林就带着一众汪汪队成员从狼园之中走了出来，而他的头顶之上还有1头金雕在不住盘旋。可即便是这样，当杨林出现的时候，仍旧是引起了大量游客的关注。园长，你这是要做什么去啊？怎么感觉像是要去围猎？是啊，不过你带着这群大家伙的样子实在是酷毙了，不会是要出去打架吧？面对众人的疑惑，杨林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一脸语重心长地说道：如果可能的话，你们待会不要随便出园区，要是真的遇到了危险，可以往虎园的方向跑。他的这句话刚说完，一辆警车就来到了动物园门口。看着这突如其来的警车，游客们隐约间意识到了什么。你才是马，我是人，你可不能再跑了呀！你再跑的话，可就要被人打死了。紧急消息，半个小时前，市动物园的动物转运车辆在西2环发生连环车祸，车辆发生侧翻，导致9只野生动物外逃。目前园方已经抓获1只，仍有8只在逃。请广大市民务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尽量待在室内，不要外出。相关部门已经展开行动，将在最短时间将这些野生动物抓获。最后提醒一句，这些外逃动物极具危险性，如在室外遭遇，请务必寻找掩体。龙国时间上午11点钟，所有宁南市民都收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而除了这条消息之外，本地新闻频道更是滚动播出相关的新闻，再加上时不时有网友拍到了那些在逃的野生动物，整个龙国互联网瞬间就一片哗然。我的妈呀，怎么能一次性逃出这么多动物来？这也太不小心了吧！超，电影里面的情节成真的了。不久前我才看完一部国外拍的狂暴雄狮，到现在我都有阴影。没说具体跑了什么动物啊？有没有人知道啊？呵呵，你猜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说跑了什么动物？一定是那种顶级的猛兽。我们这去年跑了2只金钱豹，直接整个市支队的都出动了，市区都封了一半。没必要吧？这都什么年代了？这些动物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危险性应该没有那么高吧？楼上的怕不是没有真正遭遇过野生动物吧？我以前在老林子里面遇到过1头孤狼，也就成年狗大小，最后我硬是丢了1条腿才捡回了1条命。确实如此，正常人根本无法忍受剧烈疼痛，他但凡咬你一口，你就会因为无法忍受疼痛而失去战斗力。希望不会是什么大型猛兽吧？没事，到时候我会出手。与此同时，带着一众汪汪队成员的杨林也赶到了市刑警支队的大门口和林峰会合。眼见杨林带着汪汪队过来了，同样荷枪实弹的林峰连忙就将他带到了正中央。杨园长，你可算是来了，咱们现在缺的就是你这样的专业人士了。听到林峰这句话，杨林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一丝疑惑之色。咱们市里的那些其他动物专家呢？快别说了，一听说这次的情况，他们就一个个推辞不愿意来。不过这一次的情况确实是有些棘手。上面的要求是在这些动物没有明显的伤害到人类的情况下，是以麻醉捕捉为主的，实在没办法才会选择击毙。而对于这些动物具体是个什么状况，可能就需要杨园长你来判断了。
说着，林峰的脸上就露出了一丝郑重之色。就在杨林刚准备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时，一名领导模样的中年就已经开始对着镜头讲了起来。还请各位市民不要恐慌，只需要静静待在家里。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处理这件事了。为了能尽快的解除这些动物带来的安全隐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行动小组。小组组长由武警总队的王总指挥担任，同时刑侦支队的林峰队长担任副组长。另外，我们还请来了宁南市西红动物园的园长杨林杨园长担任行动总顾问。在以上几位的带领下，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快速将那些在逃动物抓捕回来。随着中年男子的介绍，一脸懵逼的杨林就被推到了摄像机的前面。与此同时，现场的这一幕也是很快就通过现场直播的形式出现在了无数的观众面前。当那些熟知杨林的观众看到他那张熟悉的面孔时，顿时就大感震惊。我操，我就知道园长会出手。随着这场新闻发布会的结束，抓捕行动也正式开始。此刻的杨林表面上是在看着窗外发呆，实际上脑海中出现的却是空中李双英的视野。在李双英的超级视力之下，附近5公里的情况一览无余。不多时，一道出现在绿化带周边的身影就引起了他的注意。阿哈尔捷金马。尽管杨林已经发现了他的踪迹，但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林峰说道：“林队长，刚刚我刷到网友发的一条评论说，他好像在他们家周边发现了一匹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明珠苑，我们现在要不要去看一看？”听到杨林这句话，林峰几乎连怀疑都没有怀疑，就对着前面的司机说道：“联系一小队，现在跟我去明珠苑看看。”别开车过去，一开车他又该受惊了。这样的道路情况，我们开车肯定是追不上他的。你们放我下去，再给我一辆摩托车。听到杨林的请求，林峰几乎是想都没有想就同意了下来。狗蛋、狗剩，带着你们的兄弟去把前面的那匹马给我拦下来。他的话音刚落，汪汪队的8名成员就如同一阵风一般冲了出去，而杨林也是瞬间拧动了油门，骑着警用摩托跟了上去。眼见这一幕，一旁的干警们也是有些懵逼。队长，杨园长这样真的能把那匹马给追回来吗？他应该不会有危险吧？当然，他说的没错。这样的路面环境，我们根本不方便追捕那匹马。如果不想伤到那匹马，或许我们还真的得靠杨园长。面对8只身强力壮的大型犬，即便是野生的阿哈尔捷金马也不可能随意逃脱。更何况这匹还是被人类驯养之后的阿哈尔捷金马，被一番围堵之后，没多一会就老实了下来。眼见他终于被拦截了下来，骑着摩托的杨林当即便缓缓来到了他的身旁，看着眼前姿态优美的汗血宝马，杨林直接就开口道：“你说你跑个什么啊？又没人会伤害你。”听到杨林这句话，原本一脸急躁的阿哈尔捷金马顿时就诧异的看了他一眼。为什么我能听懂你讲话？你难道也是一匹马？你才是马，我是人，你可不能再跑了呀！你再跑的话，可就要被人打死了。而且动物园里面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你说你跑个什么？我也不想跑啊，但是我害怕，而且我晕车，一上车我就想吐。就这么点破原因你就要跑？这样吧，待会你跟我一起走，我跟他们说清楚你的情况总可以了吧？你也不想一直啃着外面的绿化带吧？不吃了，这外面的草太难吃了，简直就不是马吃的，我还是回去吧。既然这样，那我们走吧。说着，杨林就准备带着这匹汗血宝马一起离开。但是看着他那矫健的身影之后，他的心中不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如骑这玩意儿回去吧。杨林也不再浪费时间，一个翻身就来到了他的马背上。狗蛋、狗剩，我们走。抓捕行动指挥现场，看着大屏幕上策马奔腾的杨林，一众宁南市高层顿时就有一种傻眼了的感觉。他是怎么做到的？按照是动物园的说法，这比阿哈尔捷金马是出了名的性子烈，一般人连靠近都不让靠近的。果然还是术业有专攻。在动物这个领域上面，这位杨园长虽然年轻，但却当得起专家这2个字。不过剩下的7只在逃动物可就不是那么好搞定的了。总归是一个好消息，先让电视台把这段视频放出去，多少能安抚一下民众的情绪。好的，我这就去办。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刚准备将胯下的阿哈尔捷金马送回市动物园的杨林就接到了林峰的消息。杨园长，有人在隔壁街区的冶金大道上发现了那2只美洲豹，现在上面让我们赶紧过去。听到林峰这句话，杨林脸上丝毫没有惊讶之色。通过天空中李双英的视角，他早就发现了那2只美洲豹的踪迹。看来现在还不能送你回去了，走吧，去把那2只大猫也给抓回来。不多时，他便带着汪汪队赶在林峰之前赶到了发现那2头美洲豹的地点，一处位于居民楼下的农贸市场。就在杨林思考着该如何将这2个大家伙给劝服的时候，一辆辆警车也是呼啸而至。警车刚一停稳，林峰就一脸火急火燎地从其中一辆警车上面走了下来。
杨园长，我刚刚听说已经有好几位市民家里的宠物猫狗被这两个家伙给咬死了，他们的情绪现在看来应该是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再加上他们属于大型猛兽，我劝你现在最好不要随意靠近。看来这次不能用嘴遁了。目前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想不到合适的办法的话，就只能将他们击毙了。他们两个的危险系数实在是太高了，如果再次逃窜，说不定下一次受害的就是人类了。不行，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尝试一下，毕竟他们也是两条活生生的生命，跑到这里来也不是他们的本意。一听到林峰这句话，杨林顿时就急了，开玩笑，要是把他们打死了，那我岂不是损失2个天赋点和2个天赋宝箱碎片？这样吧，我先带着狗蛋他们去围堵他们，同时我也尽量的去安抚。如果这样都无效的话，你们不是还有麻醉弹吗？放心，他们绝对逃不出这个农贸市场的。听到杨林的建议，林峰多少是有些为难，然而还不等他做决定，杨林就率先带着8只狗狗朝着农贸市场内部缓缓逼近。而这一幕也恰好落入到了附近高层住宅区的一些居民的眼中。我去，这是要做什么？不会是想要靠着这几只狗来抓住2头美洲豹吧？这不是西红动物园的那几只狗狗吗？那骑在马上的岂不是杨园长？你才知道啊，刚刚新闻上都播了。这也太危险了吧！美洲豹毕竟是猛兽啊，这几只狗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2个？也说不好吧，毕竟是8对2，4只狗应该可以打得过1只美洲豹吧？快，马上就要打起来了！加油啊，汪汪队！眼见2只美洲豹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杨林赶紧就让胯下的阿哈尔捷金马停了下来，同时还不忘放低语调安抚道：“放轻松，不要冲动，冲动是魔鬼。你们2个现在已经被包围了，要是你们再逃的话，估计就要被打嘎了。”然而他的这番话才刚刚说完，一只雄性美洲豹就怒声咆哮道：“该嘎的人类，你休想让我们再回到那小小的铁笼里！如果你再靠近的话，我就立马吃了你！”唉，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狗蛋狗剩带着你们的小弟好好教教这2只国外来的小卡拉米做猫。话音刚落，一脸凶相的李狗剩就率先扑了出去。僵持了10几分钟，2只美洲豹的体力就已经开始明显不支，而另一边的8只狗狗除了身上的皮毛有些凌乱之外，身上看不到丝毫的伤势。看到这一幕，原本还在为汪汪队感到担忧的众人顿时就有些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2只美洲豹还干不过几只狗？不光干不过，怎么还被耍得团团转？真的是排场那么大的个，还号称美洲虎呢？虎个屁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虎落宁南被犬欺。我估计他们也不是纯野生的，在笼子里面关久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了。我觉得也是，如果是野生的美洲豹，这8只狗狗还真不一定见得能撑过10分钟。也不一定吧？你们不觉得这8只狗狗也都不是普通的狗狗吗？尤其是那只土狗，跟个狗头军师一样，一直在旁边指挥，都没上去动手。感觉他们的进攻模式有点像是狼群捕猎的模式，不确定，再看看。而就在众人猜测纷纷的时候，杨林的脸上却是不由露出了一丝庆幸之色。幸亏在来的路上，为了进一步增强这几只狗狗的战斗力，我可是在天赋商城里面算是下了血本了。除了给李狗剩又买了一个绿色天赋超级恢复之外，还给李狗蛋买了一个绿色天赋领袖气质。另外6只狗狗则是一视同仁的购买了卓越体能这个用来快速恢复体力的天赋。虽然花出去了大几10万，但是对于汪汪队整体战斗力的提升来说却是巨大。眼见着2只美洲豹被打服，杨林也终于是骑着阿哈尔捷金马慢慢悠悠地走到了他们俩的面前。狗蛋、狗剩，把他们2个给我摁住了。话音刚落，一脸兴奋的李狗蛋就一屁股坐在了那头雄性美洲豹的身上。我出息了，我竟然打败一只外国老虎，这事我能吹一辈子。你这该嘎的野狗，明明都是动物，你为什么要帮助人类来对付我们？雄性美洲豹话刚说完，李狗蛋就一个大鼻斗打在了他的脸上。你可闭嘴吧，谁跟你一样是动物？教训完身下的美洲豹李狗蛋，便再次一脸讨好的看着杨林。园长，我们现在已经将这2只不识好歹的外国大猫制服，请您做下一步的指示。干得不错，今天回去之后给你们加餐。你们说你们是何必呢？早知道这样乖乖跟我走就是了。等你们回去，估计整个动物园都知道你们2个让狗给揍了。你们觉得以后那些动物们会怎么在背后说你们？老虎会怎么说你们？狮子会怎么看你？斑马估计都会嘲笑你。丢豹啊，简直是丢豹啊！算了，懒得跟你们说那么多了。说着，杨林就转头看向了农贸市场外，并对着林峰招了招手。不多时，林峰就带着一众干警和2个大铁笼小跑过来。我们警队里面的那些警犬，要是有你的这几只狗狗1半的能耐，估计我们都得下岗。等这次任务结束回去之后，我就给这几个小家伙申请奖励。这一次他们可真的是立大功了。林峰话刚说完，一旁的李狗蛋就一脸兴冲冲地跑到了他的面前。汪汪汪，汪汪汪！看着李狗蛋这副样子，林峰连忙就向杨林投来了询问的目光。
他的意思是他要100斤牛肉，100斤上好的狗粮。可以，回去我就帮你申请，要不到时候我就从我们支队警犬的口粮里面扣。园长，我说的是50斤呢，不是100斤。你闭嘴，剩下的那50斤是我的。那狗粮呢？我撒给外面的流浪狗啊。宁南市第15初级中学校园内，两头肩高1米、体长近3米的庞然大物正在教学楼内的阴影处晃荡着。本视频平台上住宅楼的网友把汪汪队和2只美洲豹的战斗过程完美的记录了下来，而评论的内容方向更是高度一致。找了这么多的视频，就这位老哥拍的最清楚，一看就是专业设备吧。目测至少是10几万以上的设备，感谢大佬用镜头记录下了这精彩的一幕。这么精彩的战斗，以往只有在动物纪录片里面能看到，没想到今天竟然能在城市里面见到。除了震撼还是震撼，虽然结果有些让我意想不到。确实，我之前还专门看过美洲豹的纪录片，说是豹子，其实它们更应该归到老虎里面，除了身上的斑点，其他的和老虎没有区别。没想到这样的2只猛兽败在了一群狗的身上，简直太不可思议了。那没办法，人家汪汪队是正规军，是西红动物园的保安队，这2只美洲豹充其量也就体型占点优势。我觉得这2只美洲豹不是输在战斗力上面，而是输在了智商上面。汪汪队的狗狗都已经成精了，尤其是那只土狗。只能说输给汪汪队不丢人，换成是我都不一定干得过这群狗狗。园长大大是懂怎么训狗狗的，有机会我也想去接受他的训练。狗是狗，汪汪队是汪汪队，打得过美洲豹，那不是还有2只在逃的孟加拉虎吗？总不能园长还能让他们去干那2只孟加拉虎吧？那肯定不可能，天然的血脉压制，狗狗根本不可能和老虎正面战斗的。我也觉得不可能，但并不妨碍我成为汪汪队的粉丝。就在网友们对汪汪队一阵猛夸的时候，另一边的杨林和林峰却是眉头紧锁。杨园长，我又接到了一条关于另外2只孟加拉虎的消息，这2只孟加拉虎肯定也是流窜进市区了的，但实际情况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2只慌不择路的孟加拉虎不光进了市区，而且还逃进了一所中学。幸亏是上课的点，没有学生在外面逗留，否则此刻学校内必然已经是血流成河了。杨园长，行动队已经展开行动了，但是目前学校里面还是有2000多名学生被困，加上校园里面的环境比较复杂，一时之间我们也很难将2只孟加拉虎从校园里面引到开阔地带。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而听到他这个问题的杨林却是摇了摇头。孟加拉虎的嗅觉和听觉都远远高于之前的美洲豹，警觉性更是高到离谱。如果大规模的进入到学校里，他们必然能够立马感应到。如果因此激怒了他们，以学校教室门的质量，怕是挡不住他们的爪子。孟加拉虎的体型和体重是仅次于西伯利亚虎，也就是东北虎和印支虎的存在。成年孟加拉虎的体重最高可以达到270千克，拍击力道可以达到1.5吨。毫不夸张地说，在孟加拉虎的拍击之下，泰森也会被一巴掌拍死，更别说学校教室的木质门了。那怎么办？如果我们不进去的话，里面的学生万一有个什么事情，这样的责任我们担不起啊。说罢，林峰的脸上就露出了一丝无奈之色。虽然我们没办法轻易靠近，但是我们却可以想办法引他们出来。引他们出来？不由得林峰的脸上就露出了一丝疑惑之色。与此同时，宁南市第15初级中学校园内，2头肩高1米、体长近3米的庞然大物正在教学楼内的阴影处晃荡着，而教室内的任课老师此刻拿着手机的手也在止不住的颤抖着，只因他在1分钟前偷偷往教室外面看了一眼。怎么办？怎么办？有没有人能来救救我们？万一那2只老虎冲进来了怎么办？然而这个时候的行动总指挥部内的众人也是一阵焦头烂额。狙击手和武警战士都进去了吗？报告，原本是准备进去的，可是林队长发来消息说现在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能进？现在都这种情况了，晚1秒情况就有可能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到时候出了事情，我们怎么向市民交代？可这都是杨园长说的，他说那2只孟加拉虎极为警惕，如果武警战士进去的话，可能会让他们应激，从而会进入发狂状态，到时候可能会危及校园师生们的安全。汇报完之后，在场的一众指挥高层们顿时就脸色一变。要是之前杨林的话语，他们自然不会太过放在心上，但是就刚刚发生的那2件事来看，杨林在动物方面确实当得起专家2个字，所以对于此次杨林的建议，他们虽然有些无奈，但也只能接受。对了，林峰和杨园长呢？他们现在在哪？他们好像去西红动物园了。小杨，这2头外国来的老虎怎么感觉有点不聪明的样子？阿三那边过来的老虎是这个德行。花大姐，你赶紧把他们2个搞定。那还不简单，你等我。
15中校园内，此刻距离两只孟加拉虎进入到校园当中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随着时间的流逝，恐慌的情绪一直在蔓延。15中学生们的家长此刻也是一个个濒临崩溃的状态。搞什么啊？这么长时间，2只老虎都对付不了吗？半个多小时了，里面的都是一群孩子，他们现在该多无助啊！不是已经成立了什么行动小组吗？实在不行就拿着枪进去，把2只老虎给突出来。老虎再珍贵，还能比得上孩子们？就是，现在还有什么生物能扛得住热武器的吗？实在是不行，给我1支枪，我现在就进去把2只老虎给解决了。希望行动小组能给我们一个解释，为什么不立刻展开行动？接下来的每1秒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各位家长，大家所提出的意见我们也都听到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并不是我们不想立马行动，而是我们充分考虑到了目前校园里面的情况。那2头孟加拉虎异常警觉，并且智商不低，一旦我们激怒了他们可能立马冲进教室内，这样的情况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另外，刑警支队的林队长和西红动物园的杨园长已经做出了新的救援计划，相信用不了多少时间，2头孟加拉虎就会被制服，请大家相信我们。林队长，打开校门，让我们进去。执勤民警看到是林队长开的车，立刻就让人打开了学校大门。这是哪里来的大货车啊？赶紧让他开走，赶紧开走！万一激怒了里面的2只孟加拉虎就完了。现场指挥人员呢？谁让你们放这辆大货车进去的？刚刚开车的是林队长，所以我们才放行的。这不是西红动物园的虎王花大姐吗？她怎么被请过来了？我的天，这就是花大姐的威慑力吗？我差点吓尿了。跟花大姐一比，那2只孟加拉虎简直就跟小猫咪一样。那能比吗？花大姐可是正宗的东北虎，也叫西伯利亚虎，正常体型都远超孟加拉虎，更何况还是西红动物园喂出来的。确实，孟加拉虎在东北虎面前就是弟弟，在花大姐面前那就是孙子。有好戏看了，2只外国来的老虎对上1头咱们国家的东北虎，也就杨园长能想出这种办法来，让花大姐来对付那2只孟加拉虎。随着杨林向2只孟加拉虎的方向走去，与此同时，自教学楼的阴影处有2道身影也缓缓走出。2头孟加拉虎的出现，众人仿佛已经可以预料到接下来必然有一场恶战。小杨，这2头外国来的老虎怎么感觉有点不聪明的样子？阿三那边过来的老虎是这个德行。花大姐，你赶紧把他们2个搞定。那还不简单，你等我。我去，我没有看错吧？他们2个就这么怂了？说好的打1场的呢？怎么就这么结束了？不是说老虎打起来都是不死不休的吗？怎么这俩货直接就臣服了？老虎的自尊心不是很重的吗？他们俩这是什么情况？之前不是挺狠的吗？怎么一下就这么拉了？有没有可能不是这2只孟加拉虎太怂，而是咱们的这位东北虎王太强了，强到他们2个根本没有抵抗的想法？他们是虎，又不是彪，知道自己干不过还要硬上，那不蠢蠢有病。你信不信他们2个如果不臣服，下1秒就会被一巴掌拍死？这头虎王带来的压迫感实在是太强了，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压迫感。那2只小卡拉米没尿已经算心理素质过关了，在绝对实力面前，他们有反抗的资本吗？就算真打起来了，现在也该结束战斗了，直接就是降维打击。孟加拉虎，你们人类不讲武德，请外援。咱就是说，在这2头孟加拉虎的眼里，花大姐会不会是虎剑啊？花大姐没办法，园长给的太多了，每天上100只活鸡。林队长，他们2个现在已经彻底怂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给他们2个再补上2针。好的，我这就安排队员给这2只孟加拉虎来2针麻醉针。对了，花大姐的出场费500斤牛肉，你看什么时候结一下？马上结，我这就让上面联系屠宰场，给你们动物园送去1整头牛。那挺好，你看这出来一趟，把花大姐累的，就刚那嗷嗷2嗓子，就至少值几百斤牛肉。下一秒，一脸得意的花大姐就转身往之前的大货车走去。临上车之际，还不忘对着地上趴着的2头孟加拉虎再吼上一嗓子。直到花大姐上了车，在场的众人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两头孟加拉虎所带来的压迫感都还不及花大姐的1/10。面对两头孟加拉虎，众人还有勇气拿起枪突突。可如果换成花大姐，那恐怕他们的第一想法就是拿起枪跑路了。因为一旦在3秒钟之内没有让花大姐彻底失去行动能力的话，那么3秒钟之后他们就得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而就在花大姐上车之后没多久，两头孟加拉虎就被关进了铁笼子当中。至此，这场笼罩在无数人心头的阴云才终于是消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的心中有爱，你说是吧？随着两头孟加拉虎被生擒，在逃的动物就只剩下白犀牛、非洲象和非洲狮了。而除了非洲狮之外，剩下的2只虽然体型都比较大，但却都是食草动物，性情也没有那么暴躁。不多时，杨林就通过金雕的视野发现了他们2个的身影。另一头的行动指挥中心也通过各地的监控确定了他们的位置。而当杨林知道他们的位置之后，脸上也是不由一阵无语。走吧，林队长，那2个大家伙现在都跑到一个地方去了，咱们这次刚好一次性把他们俩都抓回来。10分钟之后，一片占地面积巨大的种植基地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看着面前那成片倒塌的大棚和各种果树农作物，杨林不由感叹道：“看来这次市动物园要把裤衩子都给赔没了。”何止是裤衩子啊！按照这次事故的等级来说，我估计是动物园的高层有一半要进去蹲个几年，搞不好整个市动物园都得关门。有这么严重吗？你以为这次动物外逃事件的影响现在已经扩大到全国了，整个宁南都跟着出了名，完全可以定义为重大安全事故。如果不是有你在，我根本不敢想象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样的。而且万幸的是，这次没有人员伤亡，但凡有人员伤亡，那是动物园的领导就不是踩几年缝纫机的事儿了。说完这句话，林峰便没有再多说了。而也就在2人就目前的事态而感到担忧的时候，一名警员就突然跑了过来。林队长，已经发现了白犀牛和非洲象，他们现在一个在土豆种植园，一个在香蕉园，目前来看情绪比较稳定。继续观察，一旦他们2个有要移动的迹象，立刻向我汇报。不用了，这2个大家伙交给我吧，我去劝劝他们，他们应该就只是饿了而已。对了，让他们把转运车开过来，半个小时内我一定把他们2个送上车。话刚说完，杨林就径直朝着种植基地内部走去，而行动小组的众人见状却是没有阻拦。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出来啊？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应该没有意外吧？那为什么还不出来？有可能是人家杨园长在和2个大家伙谈条件吧？怎么谈？还能给人动物画大饼吗？眼看着马上就要到约定的时间，种植基地外等候的众人不由感到焦急了起来。而就在他们望向种植基地内的下一秒，一头庞然大物就率先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之中。那不是之前那头在大马路上横冲直撞的白犀牛吗？它怎么变得这么温驯了？这无论是非洲象还是白犀牛，那可都是自然界顶级的存在，老虎狮子都不愿意招惹，可如今却被杨林训得跟2头老黄牛一样。直到杨林驱赶着2个大家伙走到跟前的时候，林峰才终于是回过了神来。信不如命，把他们2个给哄回来了，赶紧安排人给他们2个喂点好吃的。人家逃跑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转运途中没吃好。好，我这就安排人去。杨园长，你不会是真的能和大象沟通吧？其实也差不多吧，只要你用心去倾听，你也能知道动物在想些什么。我也只不过比你们多用了一点点心罢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的心中有爱，你说是吧？看到这神奇的一幕，在场众人不由一阵啧啧称奇。不过具体是什么原因，也就只有杨林和这头非洲象知道了。随着2个大家伙被押送上车，刚刚所发生的事情也是迅速被传递到了总指挥处。杨园长，在逃的8只动物现在已经抓到7只了，还剩1只最危险的非洲狮，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点消息，还不能将那头非洲狮找回来的话，恐怕整个宁南市的市民都无法安睡。而也就在所有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心头如同被一块大石头给堵住的时候，正在车上的杨林却是突然面色大变。离开动物园已经5个多小时了，本来打算通过共享视野看看动物园的情况，但是切换到金刚鹦鹉李子明的视野的时候，动物园内的动物怎么都处于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好像是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不会是那头非洲狮跑进动物园里面了吧？西红动物园地处偏僻，周边监控稀少，园内更是一个监控都没有，再加上有一部分的围墙年久失修，如果那头非洲雄狮真的溜进了动物园里，还真的就不会被发现。只是它无缘无故的跑进我家动物园里面做什么？不会是冲着里面的那头老狮子去的吧？意识到这一点，杨林赶紧就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可心，赶紧全员广播，让游客不要进入到园区后半部分，不要问那么多的为什么，按我说的就是，记住，千万不要让人溜进去了，你也不要靠近，万一感觉到不对劲，第一时间带着游客往园区外面跑。
杨园长，动物园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但愿是我多虑了吧。林队长，麻烦把我送回动物园吧，现在我也没办法和你说那么多。去西红动物园。什么情况？为什么突然让我们全都聚集到这里呀？是啊，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园区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了？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啊？园区里面不是挺安全的吗？当然安全了，不过现在汪汪队和花大姐都还没有被送回来，有他们的气味在，那些外逃的动物也不会傻到跑进这里面来吧？确实，我觉得这里目前应该是整个宁南市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了。等杨园长回来解释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看看史蒂夫吧。我听说杨园长已经亲自将非洲象和白犀牛给抓回去了。那现在是不是只剩下那头非洲狮了？就在游客们议论纷纷之时，杨林的身影就从动物园外跑了进来，飞快地往动物园内走去。很快就来到了一片巨大的开阔区域，而这片开阔区域正是西红动物园目前没有对外开放的区域之一，远远看去就如同一小片草原一般。原本这里规划是用来饲养那些大型的食草动物，可惜因为经费不足的原因，就一直搁置了下来。唯有一头已经在动物园里生活了10年的老年雄狮还生活在这里，但是怎么没有看见它？往日我来这里的时候，那头已经老掉牙了的老年雄狮一直都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就连吃肉都得给它专门用绞肉机给绞碎了。用我老爸的话来说，就是这头老狮子估计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属于是迟暮之年。再加上他曾经在马戏团的一些悲惨遭遇，说不定哪天就没了。就在杨林四处寻找那头老年雄狮的身影时，距离他仅有50米远的一棵大树下方，一双淡黄色的大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不知不觉间，杨林就感觉到了一阵凉意从身后袭来，下意识地扭头往大树的方向看去，情不自禁地咽下一口口水之后，杨林拔腿就开始往区域外跑。可是2条腿又怎么可能跑得过4条腿？就在他以为自己必死的时候，一道瘦小的身躯就猛然从一旁的阴影处扑了出来。老家伙，你可真是我们狮族的耻辱，竟然沦落到被人类圈养。如果我是你，我就一口将你后面的那个小家伙给吃掉，然后逃出这里。杨林实在是没有想到自己刚到这里就能遇上那头在逃的非洲狮，他要是早知道是这样的情况，打死他也不敢自己一个人进来。看着即将扑到自己身上的庞然大物，他几乎已经做好死亡的准备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稍显瘦弱的身影却是猛然间从侧方扑了出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将非洲雄狮给狠狠扑在了地上。等到杨林回过神来的时候，那道身影已然挡在了他的面前。小杨，快跑！这是我和这个家伙的战斗。听到他的话语，杨林先是一愣，随即便看向了那头壮年非洲狮。毫无疑问，即便这2头狮子是同一个种族，但此刻在战斗力上却已经是天差地别。而也就在这个时候，那头满脸凶暴之色的非洲狮也终于是开口了。老家伙，你可真是我们狮族的耻辱，竟然沦落到被人类圈养。如果我是你，我就一口将你后面的那个小家伙给吃掉，然后逃出这里。不过现在你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你玷污了我们狮族的尊严，所以今天你必须嘎在这里。我给你一个向我正面发起进攻的机会。说罢，这头非洲雄狮的脸上就露出了一丝傲然之色。作为曾经族群中的佼佼者，却被人类活捉到了这里，他的心中对人类充满了恨意。不必多说了，就让我这个旧王来碰碰你这个新王吧。话音刚落，老年雄狮就已经做出了攻击的准备。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杨林却是打断了他。等一等，我觉得这样有些不公平，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帮帮你。听到杨林这句话，无论是那头壮年的非洲雄狮，还是这头已经年迈的老年雄狮，都露出了疑惑之色。尤其是那头非洲雄狮，脸上更是露出了一丝讥讽。那你就和他一起上吧。我说的帮忙，可不是和他一起战斗。说话间，杨林就打出了一道洞察之光。叮！王者之风传说天赋激活需要10点天赋点，狂暴之吼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点天赋点，高级狩猎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点天赋点，狮王领域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超级蛮力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不出所料，这头曾经的狮王清一色的都是金色天赋，甚至还有一个传说天赋，可以想象他的血统到底是有多么强大。我现在加上之前抓捕那些动物获得的天赋点，一共有15点。现在这种情况，就选王者之风吧，刚好够。随着这头老年雄狮身上的天赋被点亮，原本已经行将就木的他，顿时就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生机从体内焕发而出，原本松弛的肌肉瞬间鼓胀起来。下一秒，一声足以让万兽臣服的惊天巨吼就从他的口中发出。西湖动物园里的那些游客和赶来的林峰等人，此刻也被这一声惊天巨吼给吓得愣在了原地，足足片刻功夫才反应了过来。
这是什么声音？听到林峰的这个问题，一旁的一名游客顿时就有些疑惑地回答道：“好像是狮吼声，但又好像不是。是从动物园里面传来的，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会不会是那头在逃的非洲雄狮啊？那岂不是说杨园长有危险了？林队长，赶紧带人去救杨园长啊！”说话间，林峰就带着行动队员往园区内部小草原的方向冲去。然而等到他们来到小草原的时候，却是被眼前的景象给彻底的震撼到。正如同众人所担心的那样，那头在逃的非洲雄狮确实是出现在了动物园内。可是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除了那头在逃的非洲雄狮之外，竟然还有着另外的一条雄狮。但从那头非洲雄狮那微微站立的身躯上来看，它似乎是在恐惧。这一幕众人看不清，站在狮王身后的杨林却是看得一清二楚。看着他这副样子，杨林不由开口嘲讽道：“刚刚你不是挺狠的吗？怎么现在怂了？来来来，快上啊！别让我看不起你。”听到杨林的话语，原本就已经在强行压制自己的恐惧情绪的非洲雄狮顿时就露出暴怒之色。该死的，你对他做了什么？为什么他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你不是人类，对不对？你是天神，你不要得意。今天即便是死，我也不会向他屈服。说着，他的口中就发出了一声奋力的嘶吼声。下一秒，这头来自非洲大草原的昔日狮王就朝着杨林身前的老年狮王发起了攻击。看到这一幕，远处围观的众人顿时就发出了阵阵惊呼之声。快看，他们打起来了！那一头在杨园长旁边的，该不会就是西红动物园里喂养的那头狮子吧？应该是的吧。不过我怎么听说西红动物园的那头狮子已经老掉牙了啊？网上听说的东西怎么能全信？我之前还看有人在网上喷西红动物园的动物没活力，一个个病恹恹的。确实，西红动物园的动物如果是病恹恹的，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活泼的动物了。估计是那些为了博取流量的营销号在网上瞎带的节奏吧。今天这算什么？狮王争霸吗？快，拍下来！这样的场面，估计这一辈子就只能看这么一次了。你们说哪一头狮子会赢？那还用说，结果已经摆在那里了。那头非洲雄狮怎么可能打得过杨园长旁边那头？不过他有勇气朝更强者发动进攻，不愧是百兽之王。老狮王在出手瞬间，那头非洲雄狮就被老狮王按到地上动弹不得。足足过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众人才终于是从那难以言喻的震撼之中回过了神来。太震撼了！没想到今天竟然能够在一家动物园里面看到一尊狮王的诞生。我感觉他不仅仅是狮王，而应该是万兽之王。我也是，就刚刚这幅画面，我已经脑补出了一场时长2个小时的动物大电影，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狮子王。这个名字可不腥气，小心律师函警告啊，兄弟！果然西红动物园里面的动物没有一个简单的，前有虎王，后有狮王，这头非洲雄狮也算是点子背了。逃到哪里不好，非要逃进西红动物园里面。刚刚狮王出手的瞬间简直不要太帅，整个动作行云流水，感觉那头非洲雄狮头还没落地，人家狮王都已经走出2里地了。刚刚我已经把全过程拍下来了，我有预感我的这条视频铁定会爆。至此，原本笼罩在整个宁南的恐怖阴云就此烟消云散。我本人也是一名宁南市民，同时也是一名动物工作者。我选择帮忙是因为我既不想看到那些动物伤害人类，也不想看到人类伤害他们。已成功抓捕非洲狮，奖励天赋点1个，天赋宝箱碎片1个。另外，由于宿主首次激活传说级天赋，额外奖励随机天赋宝箱1个。等等，上次我不是也激活了一个工具制造的传说天赋吗？怎么没有奖励？上一次宿主所激活的并不是动物自身所有的传说天赋，而是后天赋予的，并不计算在内。行吧，反正点了就行。想到这里，他连忙就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系统面板之上。此刻的系统背包之中，除了8个天赋宝箱碎片之外，还多出了1个宝箱。不过杨林并没有第一时间开启宝箱，而是打量起了那几个碎片。天赋宝箱碎片，使用3个可获得1个绿色品质天赋宝箱，使用6个可获得1个蓝色天赋宝箱，使用9个可获得1个金色天赋宝箱。傻子都知道选金色的，但是我现在只有8个碎片，距离最终的9个还差1个。这剩下的1个宝箱碎片显然是落到了那第9只在逃动物的身上。但是到目前为止，官方都还没有透露出任何关于那第9只在逃动物的信息。要么是官方不知道那第9只动物逃走，要么就是那第9只动物压根就不在转运名单之中，以至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让我上哪找去啊？这一刻，杨林感觉头疼无比。而也就在这个时候，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林峰突然就走了过来。当他走到杨林面前的时候，突然就举起了自己的右手。这一次真的是太感谢杨园长了，要不是有你在，简直不敢想象这次的事件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我在这里代表宁南市的全体市民对你表示由衷的感谢。就在林峰的这一席话刚刚说完，在场的一众游客和媒体也是。林队长不必这样，我本人也是一名宁南市民，同时也是一名动物工作者。
我选择帮忙是因为我既不想看到那些动物伤害人类，也不想看到人类伤害它们。而且说起来，这次真正立大功的反而是西红动物园里的那些动物们。听到杨林这句话，林峰也是深表认同的点了点头。确实，这次要不是那些动物们，事情还要复杂得多。我回去就提议对这些动物们进行表彰。就在二人交谈之间，此刻的行动总指挥部内也是欢声一片。毫不夸张地说，宁南市的一众高层此刻的心情比杨林还要高兴。马上让宁南电视台通告全体市民，告诉他们危机正式解除，一切恢复正常。另外，立马召开记者招待会，把所有的媒体记者全部叫来。我们要就这一次的事件进行反思，同时对相关责任认定人进行惩处。当然，对在这次事件当中发挥出重要积极作用的单位和个人也要进行奖励和表彰。随着一名中年领导做出批示，很快相关的部门就行动了起来。与此同时，宁南市官方电视台就通过各个本地电视频道以及网络渠道宣布了危机解除的消息。在消息发布过后，评论区内立马就炸开了锅。这么快就被搞定了吗？事发到现在也才过了不到6个小时吧？确实挺快的，我记得上次捕捉那条鳄雀鳝好像用了整整1天的时间来着。别说是抓鳄雀鳝了，我老家过年期间抓猪都比这个时间要长。说到抓猪，我还记得去年我爸他们兄弟几个6人一起抓一头猪，结果还让那头猪跑了，我帮忙按猪头，结果被猪给拱到厕所里了。猪都这么难抓，更别说是那些猛兽了。你们懂什么？这一次如果不是有园长这么一个专业的人士帮忙的话，绝对不可能结束的那么快。不然怎么说术业有专攻呢？这就叫专业。妈呀，西红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神仙吗？这头狮王又是怎么一回事？是金克拉，园长在动物的伙食里面添加了金克拉。我就说西红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为什么那么少？原来走的是精英路线。话说我可以去应聘饲养员吗？突然觉得饲养员这个职业吊吊的。饲养员你就别想了，估计一般人没个博士学位是会被这些动物鄙视的。那我可以应聘动物，看园长能把我培养成人王不？抱歉，就西红动物园里面的那2只灵长类动物来说，你进去估计是里面智商垫底的。我听说里面的史蒂夫已经开始研究蒸汽动力了。就在网络上一阵热议之时，杨林和他的动物园也迎来了高光时刻。杨园长，你可得做好准备啊！你这西红动物园怕是马上就要热闹起来了。时间来到第2天，在逃动物事件已经落下帷幕。后续影响持续发酵中，但这并没有对杨林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唯一的影响就是动物园的客流量再一次加大，动物园人越来越多。可是现在动物园一天最多能接待5000游客，这种有钱不能赚的感觉真的是太难受了。有时间一定要把园区升级改造一下，不然这接待能力太拉胯了。一边感叹着，杨林一边仔细搜索着一些国内外动物园的相关资料。西红动物园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除了园区面积大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有些跟不上了。以前烂也就算了，现在好歹也是整个宁南乃至整个龙国数一数2的人气动物园了。如果还那么烂，那就多少有些说不过去了。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将园区进行升级的话，将来还怎么提价？就在他脑海中规划着西红动物园的未来的时候，一脸慌张的陈可辛就跑了进来。表哥，之前的那个警察叔叔又带着记者来了，这次应该不是来抓你的。听到陈可辛的话语，杨林的眼神顿时就是一亮。正筹改造资金，不知道从哪里弄，这么快就有人送钱来了。我可是记得林队长还欠我一笔100万悬赏来着，加上这一次的怎么这不得再加一点，走出去迎接一下。说罢，杨林就径直朝着园区外走去。而此刻的动物园大门处，在那里停着数辆刑警支队的车。等到他的身影出现在动物园门口的时候，一众游客们瞬间就沸腾了起来。园长来了，园长来了，快给园长让路！园长这已经是第几次接受表彰了？在众人的议论声中，一脸笑意的林峰就举着一面锦旗走到了杨林的面前。杨园长，我们又见面了。客套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把东西都拿过来。随着林峰一挥手，立马就有一众警员拿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走了过来，有拿挂牌的，有拿托盘的，有拿证书的。而除了这些之外，最让杨林兴奋的还要数那张超大的支票。我仅代表宁南市全体市民对杨园长在这次行动中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这是你的证书，这个是宁南市优质5A 级景点的挂牌，这个是你上次以及这一次的奖金，一共是500万。说话间，林峰就将一大堆东西塞到了杨林的手中。就在杨林以为这就完了的时候，林峰却是突然再次开口道：当然，这一次表彰的不仅仅是杨园长您个人，考虑到您园区内动物们的表现，我们也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给他们准备了什么？杨园长方便把汪汪队叫过来吗？虽然有些不大明白林峰为什么突然要找汪汪队，但杨林依旧还是从兜里掏出了手机。随着他拨通上面的一个号码，
不多时，脖子上绑着儿童电话手表的李狗蛋就带着汪汪队的成员跑了。怎么了，老大，加餐了吗？经过上级的决定，我们宁南市刑侦支队决定正式聘请李狗蛋、李狗剩等8名汪汪队成员成为正式警犬，获得正式警犬编制，享受所有在役警犬的一切福利和补贴。当然，他们不必到警队，只需要待在动物园里就行了。随着林峰话语说完，就立刻有警员拿起小推车上的马甲递到了杨林手中。不等他反应过来，李狗蛋就第一时间当着众人的面就将这件警犬马甲穿在了自己身上。老大，这件衣服好帅呀，我喜欢。林队长，我想问一下，他们现在是不是就算正式入编了呀？每个月的工资补贴大概有多少？显然没有料到杨林会问这个问题的林峰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回答道：正式警犬的话，每个月是可以获得18000块钱的伙食补贴的。当然，这个会根据犬种不同、分工不同，有一定的上下浮动。林峰这句话一出，无论是杨林还是在场的游客，瞬间就沉默了下来。一个月18000的补贴，这都已经超出了宁南市90%的人的工资水平了。而沉默过后，杨林的脸上就挂上了一丝笑意，他终于可以过上啃狗的生活了。破大防了啊！我的工资竟然还不如一只狗狗。警队还缺警犬吗？我想去当几个月。警犬这个编制，请问人可以考吗？单身狗也是狗，我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工作，请组织相信我。放弃吧，兄弟们，警犬的入编标准特别高的，每年都要淘汰不少。高吗？我怎么不觉得高？警犬做的工作可都是危险异常的，搜保、缉毒、搜救，那都是拿命在工作。确实，而且我听说一般的警犬寿命都会比普通的狗狗短很多，而且基本上很难寿终正寝。那算了，我还是不去当警犬了，但是我可以让我家狗去考警犬编制。汪汪队现在全体都是警犬了，那以后哪个游客不开眼的和他们发生了冲突，算袭警吗？你这不是废话吗？肯定算。等到汪汪队集体接受嘉奖完毕，2辆大卡车也开到了动物园门口。杨园长，之前答应给你那些动物的奖励上面已经都批下来了。这一车里面装的是5000斤的鲜牛肉，是光明肉类加工厂专门赞助的。这一车里面装的是1000只火鸡和5000斤的狗粮，怎么样？没有亏待到那几位大功臣吧？听着林峰的解释，杨林的双眼顿时就亮了起来。别的不说，这些肉食的价格加起来就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怎么着也得好几10万。够了够了，这都够我动物园里的那些动物吃好几个月的了。那就好，今天的东西我可是全部送到了。杨园长，你可得做好准备啊！你这西红动物园怕是马上就要热闹起来了。不等杨林弄清楚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林峰就一脸神秘的转身离开了。什么意思啊？什么叫马上就要热闹起来了？实在是想不明白林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的杨林，索性也就不想了。奖算是领完了，但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却还有很多。将所有物资入库之后，杨林的目光便看向了那张官方嘉奖的支票。也就是说，就在刚刚那么一会的功夫，他的存款就直接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暴涨了500万。下一秒，他就掏出了手机，并且拨通了一个电话。喂，请问是天元建筑设计公司吗？我想请你们帮我设计一个方案。什么类型？动物园可以吗？大概50多公顷。这只泼猴还冲着他呲了呲牙，发出一阵阵得意的叫声。砸完我还敢嘲笑我？狗蛋，去把这只猴子给我抓过来！就在杨林这边准备就园区进行改造的同时，一条让所有宁南人都有些意想不到的消息突然间传了出来。建成将近40年的宁南市动物园宣告破产。不光是普通市民有些懵逼，杨林在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同样也是一脸的懵逼。我操，不至于吧？难不成是被我干垮的？好歹也是国营的啊，怎么可能说垮就垮了？而也就在他满心怀疑的时候，一名宁南市的分管领导突然找到了他。杨园长，我是宁南市动物的分管领导。宁南市动物园自建成以来，除了刚开始几年是盈利状态之外，后续根本就没有赚过什么钱，每年都是靠着财政补贴才能生存。近些年改制为自负盈亏模式之后，原本就困难的经营更是变得雪上加霜。以前是员工养动物，现在变成了动物养员工，再加上这一次的事故导致整个动物园的高层全都进去了，所以上层领导干脆就将动物园给关闭了，之后还要把动物园地块也卖了，想将之前的亏损给填补上。而唯一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那些动物的去处。现在宁南市动物园可是拥有着250余种2500多头动物的大型动物园，总不能说将这些动物都放生野外吧？这确实是个大问题。那么多动物放生到野外，有很多动物都是从小就是饲养员喂养的，现在放生到野外，它们很难生存下去。所以上面的最终决定就是将这2500余头动物分散到全国各地的动物园里面。西红动物园作为宁南本地仅存的一家动物园，也将承担一部分。由于你之前对为宁南做出的贡献，所以你拥有优先挑选动物的权利。说到这里，杨林终于是明白了之前林峰所说的那句话的含义了。
随后，宁南市动物领导跟杨林聊了几句就走了。还有这等好事儿，对于别的动物园来说，这些动物或许是一个负担，但是对于我来说，这简直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还有优先挑选动物的权利，只有被我挑剩下的，才会被分派到全国各地去。岂不是我们动物园也会有很多名贵的动物了？大熊猫、金丝猴、长颈鹿、斑马。当然，它目前也只是想想而已。实际上，每新增一只动物，园区的开销都会增加很多。就在杨林准备仔细斟酌一番再做决定的时候，市动物园那边却是突然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什么？市动物园里面的猴子造反了？是这样的，因为市动物园要撤园的事，所以很多员工已经先行离职了。之前负责猴山的饲养员早上就没来了，所以那些猴子在猴王的带领下，直接开始在园区里面到处乱窜。现在整个市动物园里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我们也是没办法，所以只好找到了杨园长您。我明白了，这事儿我会处理。刚好我也准备去市动物园一趟。知道了事情的始末，杨林随即也没有多耽搁，带上已经是警犬的李狗蛋，就独自开着车往市动物园的方向而去。等到他来到市动物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的2点多钟了。还没靠近，就已经能够听到里面各种动物的吼叫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整个动物园都发生叛乱了。看着这样的场面，杨林刚准备走进去问问什么情况，就见到玻璃窗后的一名小姐姐在那疯狂的给他打手势。不明所以的杨林还以为他是在比划手语，直到一阵恶风从身后袭来。我去！来不及多想，杨林直接就往旁边一躲。顺着混凝土块抛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只浑身毛色暗淡的猴子正蹲在距离他不远处的一根路灯杆上。在杨林还在打量这只猴子的时候，这只泼猴还冲着他呲了呲牙，发出一阵阵得意的叫声。砸完我还敢嘲笑我？狗蛋，去把这只猴子给我抓过来！话音刚落，穿着警犬服的李狗蛋就瞬间窜了出去。没多久，他就被李狗蛋给狠狠地按在了地上。报告老大，嫌疑猴已经被捉拿，接下来该怎么处置？把他控制住，我来审问他。是，老大。你为什么要拿石头砸我？我又不认识你。为什么我能听得懂你讲话？你难道也是猴子？当然不是。你先别管我为什么可以和你对话，你先说说你为什么要砸我？因为你们人类不给我们吃的。就这？听到猴群暴乱的原因，杨林当场就愣住了。我还以为是这群猴子突然想要自由了，所以才会发生叛乱。弄半天是饿的呀，也不怪他们。饲养员跑路了。又没有游客来投喂他们，猴山上又没有野果什么的，能不饿吗？弄明白原因，接下来的事情杨林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看着眼前这只皮毛暗淡的猴子，他随手就是一个洞察之光打了出去。下一秒，关于这只猴子的信息就呈现在了他的面前。边金丝猴，聪慧绿色天赋激活需要1个天赋点，灵巧绿色天赋激活需要1个天赋点，贵族气质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猴群领袖金色天赋激活需要5个天赋点。由于其本身具备领袖潜质，故激活该天赋只需1个天赋点。看完眼前的信息，杨林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一丝诧异之色。嘿嘿，这不巧了吗？刚好不知道选哪些动物，这第一只动物就选你好了。说话间，杨林就花费了1个天赋点为眼前的小家伙点亮了猴群领袖这个天赋。从今天起你就跟我混了，你的名字就叫李空。我交给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找到现任的猴王，并且打败他，然后带着你的族群来找我。去吧。随着杨林一声令下，金丝猴瞬间就消失在了动物园的园区里。等到过几天市动物园完成了清退工作，你们就直接到西红动物园报道。好的，杨园长。市动物园管理员办公室内的一众员工们也通过监控看到了一幕异常精彩的画面。快看，那边的猴子群好像不太对劲，那只电金丝猴好像在领着几只身材壮硕的猕猴和其他猕猴战斗着。那些被他们击败的猕猴好像都加入了他的队伍。看，电金丝猴所率领的队伍开始变得越来越壮大了，一开始的几只到现在的几十只。这群造反的猴子好像又发生了政变，一名新的猴王正在率领着他的护卫队朝老猴王发动进攻。离大谱了。这群猴子是在干什么？怎么还内斗上了？有意思，突然蹦一只新猴王出来了。原来猴子也会发动政变啊！话说这只新猴王不是之前一直受欺负的那只滇金丝猴小灰灰吗？他现在这么勇的吗？打起来了，打起来了！管理员办公室内，一众是动物园员工一脸兴奋地看着眼前的画面，而就在这个时候，门外却是传来了敲门声。等到他们打开办公室的大门，才发现门外站着的青年。咦，你是西红动物园的杨园长？仅仅只是一眼，在场众人就认出了杨林的身份。杨园长，快进来坐。我们刚刚聊天还聊到过你呢。是啊，你现在可是我们的偶像。看着众人那热情的模样，杨林反倒是有些不大好意思了。市动物园倒闭了，
你们不会怪我吧？杨园长，你想多了。即便是没有西红动物园的出现，市动物园现在也不好过了。现在好了，倒闭了，我们还能拿到一大笔的赔偿，简直不要太棒。是啊，之前都差点发不出工资了，现在一下子发了几年的工资，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不能继续和那些动物们在一起了。是啊，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他们就跟我们的孩子一样。说话间，这群市动物园的员工们的脸上就露出了一脸的遗憾之色。看到这一幕，杨林却是动起了心思。按照现在的情况，西红动物园的经营规模只会变得越来越大，动物的数量提升了，那人员数量自然也得跟上。我原本还想面向社会招募一批拥有动物园工作经验的人，现在看来似乎完全不用费这个力。想到这里，杨林连忙就试探性地问道：“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到其他的动物园继续干这一行？”他的这句话刚说完，在场众人的目光就齐刷刷地看向了他，在他们的眼神中明显能看到一丝期待。杨园长，您的意思是要邀请我们加入吗？我们可以吗？这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你们愿意来的话，西红动物园随时欢迎你们，工资待遇什么的，我可以完全按照你们之前的标准进行发放。真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从事了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如果我不干这个了，以后还能做什么。现在好了，杨园长，我以前是负责猛兽饲养的，狮子老虎的我都可以养。我以前是负责鸟语林的，所有鸟类的生活习性我都知道。我是负责繁育的，我是负责采购的。等到在场众人一一说出自己之前所负责的工作，杨林脸上的笑意顿时就变得更浓了。本来想着只是过来挑选一下动物，没想到竟然直接连员工的事情也给解决了。有了这批经验老道的员工，我的西红动物园终于有几分正规动物园的感觉了。等到过几天市动物园完成了清退工作，你们就直接到西红动物园报道。好的，杨园长。就在杨林满心欢喜之时，很快他又接到了一个更大的惊喜。杨园长，市区动物园的东西你随便挑选。聂处长，你的意思是说，市动物园里面的那些设施，我都可以搬到西红动物园里面去用是吗？那些大型设备你能搬得动吗？搬得动，搬得动，笼子也能搬，可以直接从场馆上面拆建材吗？不行，你是要把这些建筑拆掉吗？那太遗憾了。水族馆的那些设备能动吗？我刚准备把水族馆里的那几头海豚给弄到西红动物园里面去。你干脆把市动物园直接改成西红动物园吧。我也只是想给那些动物们一个更舒适的家。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杨林感觉自己好像是被一个天大的馅饼给砸中了一般。动物园里最贵的除了动物就是那些设备了，这些设备的成本可能比建造到一整个动物园还要贵。本以为将来需要自己花钱一点一点添置，现在看来却是完全不需要。市动物园这一块直接就把东西全都给我配齐了，动物、员工、设备，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就在杨林感叹自己运气爆表的时候，办公室内的众人却是齐齐将目光看向了监控画面。那名电金丝猴居然成功的将老猴王给打倒在地了，老猴王被打倒，电金丝猴成了新猴王了。那群猴子好像往我们这边走了。我去，这群猴子想干嘛？不会是想把我们给干掉吧？完了，吃瓜吃到自己身上了，要不要报警啊？报什么警？这里不是有一只动物警察吗？不由得众人就将目光同时看向了在杨林身旁的李狗蛋。杨林却是一点也不惊慌，下一秒他就在一众员工们的注视之下打开了办公室的大门，径直走到了户外。危险啊，杨园长，快进来，我们先报警，等警察叔叔来处理。别冲动啊！众人已经可以预想到杨林接下来被猴群暴揍的场面。然而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那只滇金丝猴王距离杨林还有10米左右的距离时，他却是突然停下了脚步。下一秒，他就做出了一副让众人惊掉大牙的举动。原本还摆着一副猴王姿态的滇金丝猴，下一秒就如同一只舔狗一样屁颠屁颠的跑到了杨林跟前。我操，借猴成精了！他难道知道了杨园长的身份？乖乖，说好的桀骜不驯的猴王呢？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副德行了？他难道知道了自己以后会到西红动物园去，所以提前过来打好关系？就在众人惊奇万分的时候，一脸谄媚的滇金丝猴李空也对着杨林开口道：老大，你看我表现怎么样？这些家伙现在全是我小弟，咱们下一步有什么安排？干得不错，等以后你跟着我去了新的动物园，这猴王的位置还是你的，一天3顿吃香蕉。至于现在吗？你先带着你的这群兄弟跟我走一趟。好嘞。说话间，杨林就带着李空往市动物园内部走去。不多时，杨林就带着这群猴子把整个动物园都逛了一遍。那2只小干脆面可以带回去，和2只小兔孙养一起，弄个萌物馆。还有黑天鹅、袋鼠也得带走。长颈鹿的话，平时吃树叶子也花不了什么钱，还能卖树叶子给游客，10块钱一片菜叶子，我简直是个商业天才。熊猫就算了，太难养了，还需要专门提供一个场馆。
成本也高 ，pass 掉。一番盘算下来，他的心中很快就有了目标，加上这群猴子在内，一共选定了150只动物，包括了爬行类、哺乳类、飞行类、大型食草类等等常见的动物品类。而这些动物基本上也填补了西红动物园的物种空白。我还专门找了一头只有3岁的雄性东北小奶虎，用来给花大姐当男朋友。至于花大姐看不看得上这只小奶虎，那就不关我的事了。眼见动物已经挑选的差不多了，接下来便是等着专门的转运车把这些动物给送到西红动物园去了。对，那边的那个旧的大门给我拆了，把这扇新的大门给我装上。这边的指示牌也全部换成新的。园区内，头戴安全帽的杨林此刻就如同一个包工头一般在指挥着一众工人。就在杨林一脸满意的看着眼前的施工进度的时候，一身全新动物园工作服的陈可辛就跑了过来。表哥，你让我发的告示我都已经发好了，你确定咱们动物园明天就要重新营业吗？当然确定了，5天不营业，你知道园区要少挣多少钱吗？而且明天那些新动物就要被送过来了，我准备给他们来一个盛大的入园仪式。入园仪式？表哥，你确定吗？动物也是需要仪式感的，以后他们就是西红动物园的一份子了，当然要给他们一个好的印象。而且方案我都想好了，你就不用管了，只管把我之前给你的文案发出去就行了。对了，我这里还有一段宣传片，你也一起给我发了。咱们动物园还有宣传片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当然了，咱们现在可是整个宁南市唯一的动物园了，一切自然都要向正规化靠拢了。赶紧去吧，估计游客们也想我们了。说话间，杨林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连忙就从兜里掏出了一个 U 盘递给了陈可辛。看着手中的 U 盘，陈可辛的脑海中满是好奇。带着这一丝好奇，陈可辛很快就把这个 U 盘插入到了办公电脑里面，随即一段视频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本次版本更新将做出以下改动：部分区域地图模型优化，英雄技能调整。短视频平台，此刻西红动物园的热度仍旧没有过去。都闭园5天了，到底什么时候重新开业啊？5天？你知道我这5天时间是怎么过的吗？想念我的球球和圆圆。已经5天没有吃西红动物园的土鸡了，吃外面的鸡都不香了。家里的小朋友天天嚷嚷着要去看大脑府，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大脑府啊？好不容易从魔都来一趟，结果告诉我闭园了，我的小心脏啊！好想去入尔大脑府和大溪吉岸。我星哥不知道这5天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华子抽？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最爱的华子。就在网友们千呼万唤的时候，一条全新的视频就被上传到了西红动物园的官方账号上面。本次版本更新将做出以下改动：部分区域地图模型优化，英雄技能调整。史蒂夫大招使到临头改动为随即朝最近目标发射奥利给，新增英雄小浣熊、长颈鹿等等。终于要重新营业了吗？我的天，等了5天了，终于等到了。赶紧买票预约啊，兄弟们！园区翻新，还有新动物登场，这是真的吗？可以，终于有新动物加入了，希望这些新的动物能正常一点吧。就在众人以为这期的视频仅仅只是为了告知重新营业的事情时，后续的宣传片也随之展现了出来。这也太炸裂了吧，有种在看动物大电影的既视感。这才是动物园应该有的宣传片嘛！花大姐的猛虎咆哮才是真正的帅气。社会我史蒂夫还是那么潮，下次高低给他整个大金链子。这些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教父金刚鹦鹉先生比较优雅，一个镜头叫了3声爸爸。我中单鳄鱼不猛的吗？就他刚刚那一口，差点把摄影师都给干掉了。想知道这是拿什么玩意儿拍的？无人机应该拍不出这种效果吧？绝对不是无人机，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金雕拍的？真特娘的，个个都是人才啊！都有些为那些新来的动物感到担忧了，他们会不会遭遇动物园霸凌了？随着网友们的热议，重新营业当天的1万个预约名额就全部被抢走了。而也就在这种万众期待的氛围之中，时间转眼就来到了第2天，西红动物园外就已经有大量的游客开始聚集。下一秒，汪汪队就从园区内鱼贯而出。只见汪汪队的一众狗狗们在李狗蛋的带领之下分裂成2排。看到这一幕，游客们也是十分识趣的让开了一条通道。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阵音乐声就从园区内部开始响起。下一秒，在游客们震惊的眼神中，2排小小的身影就从园区内走了出来。头一次知道猴子原来可以这么可爱，这些猴子都好可爱，好乖呀！
领头的那只是什么品种啊？怎么感觉那么不一样？一看到这些猴子，我就想起了之前在市动物园的时候被那群猴子抢走了我的包。市动物园的猴子真的是又丑又暴躁。我也被市动物园的猴子揍过，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市动物园了。看看这里，再看看市动物园的猴子，简直天壤之别。对，这群猴子个个都有礼貌，和市动物园的猴子完全不一样。杨园长是哪里找来的这群神仙小猴子？对，好像是说把市动物园的那群猴子给收编了。所以说这群猴子就是市动物园的那一群了，好尴尬啊！西红动物园门外的动物大道之上，一辆辆造型各异的大卡车也在缓缓驶来。就在众人纷纷投去好奇的目光之时，杨林的声音却是从动物园的大喇叭里面传来。今天是我们西红动物园升级之后的首次开园，也是我们全新动物伙伴们的入园仪式。首先我们将要请出的是来自龙国东北部的年轻东北虎帅帅。随着杨林话音落下，一声充满朝气的咆哮声就从大卡车之上传来。顺着卡车车厢之间的栏杆空隙看去，一头成年的斑斓猛虎赫然便在其中。哇，花大姐有伴了，而且这头东北虎还是一只公的，他们两个会不会成为一对啊？应该不会吧，在花大姐眼里，这只雄性东北虎那不纯的细狗了吗？啊，好像有道理。在众人的议论声中，这头来自市动物园前来入赘的雄性东北虎缓缓被送进了虎园的方向。在它之后，很快又有一辆载有斑马的大卡车就行驶了过来。看到卡车上斑马的那一刻，很快就有本地游客认出了车上的斑马。这两匹好像就是市动物园的那两匹，不过怎么感觉它们和在市动物园的时候不大一样啊？不会吧，这还没有正式加入就已经开始带病了吗？说什么呢？我感觉他俩好像变得更精神了。后面那一辆是什么？随着两头斑马入园，一辆载有狮子的大卡车就接到了后面。我就说嘛，怎么一下子变精神了？原来是后面跟了个大家伙。666，这个顺序是怎么安排的？笑死，估计这两匹斑马一路上尿都快吓出。完了，这些猴子待会肯定要抢东西，大家把包捂好，把吃的藏好，真是怕了。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之中的一声声鸟鸣声却是迅速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随着众人抬头看去，只见在碧蓝的天空之上，一只巨大的金雕正在展翅翱翔，而在金雕身后，一群形态各异的鸟类同样也在快速扑扇着翅膀。下一秒，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一道庞大的身影缓缓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赫然便是一头成年了的非洲象。而在这头非洲象的背上，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身影正稳稳地坐在上面。又被他给装到了，真是该死！靠，给自己留了一个这么酷炫的出场方式，不愧是你啊！我就说杨园长怎么一直都不出来，原来整了这么一出。我觉得这样骑在大象背上不好，因为我没骑过，我已经眼红了。看我伸出腿绊他一下，把杨园长给摔下来。为了感谢各位游客对西红动物园的支持，我特意找工厂定制了园区内动物们的公仔，在这里我会随机送出100份，如果没有抢到的，可以到园区内部的周边商店购买。随着杨林话音刚落，他就已经是将手中的花大姐公仔递给了路边的一名小女生，不多时100只周边公仔就被他全部送了出去。我这早知道我就挤到最前面了，真的好想要那只史蒂夫公仔呀，他手里竟然真的有头便便。球球和圆圆的公仔也好可爱，我觉得是王公仔最好，那么大一个都可以当抱枕了。园长这次真的是用心了，每一只动物都设计了独特的造型，就连那头猪都有。市动物园的那些动物来这里算是来对了。别说了，马上就要开门了，赶紧找到周边商店的位置。对，今天人这么多，搞不好就抢不到了。随着大批游客入园，西红动物园也迎来了翻新之后的第一批游客。当游客们怀着期待的心情走入到园区里面的时候，首先映入到他们眼帘的就是那满园的猴子。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猴子啊？都越狱了吗？完了，这些猴子待会肯定要抢东西，大家把包捂好，把吃的藏好，真是怕了。之前在峨眉山的时候就被那里的猴子抢过东西，到现在都有阴影。为什么这里的猴子都是散养的？就在一众游客们充满担心和疑虑的时候，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却是出乎了他们的意料。本以为那些猴子会主动向游客讨要东西，可结果却是即便游客们走到他们跟前，他们都无动于衷。在一名女性游客往地上丢了一个垃圾之后，一只桃心脸的小猴子立马就将这个垃圾捡起来，并且丢进了一旁的垃圾桶。看到这一幕，这名女游客顿时就涨红了脸。放眼望去，园区内的猴子有的在给游客指路，无论是大猴小猴，真是大开眼界了。我还以为所有的猴子都是跟峨眉山的猴子一样呢。峨眉山的猴子完了以后又多了一个比较对象了，来一次西红动物园我们就要被网暴一次。原来猴子也跟人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感觉这些猴子是真的把这里当成是自己家了。他们不会也是动物园的员工吧？有可能哦，就跟汪汪队一样。
哇，这里也太有爱了吧！你们说以后会不会有一天，其他的动物也都从笼子里面放出来，就像这些猴子一样？别，我害怕，我不是怕那些动物伤到人，我是怕你们把动物给吓到了。确实，西红动物园的动物虽然都有些不大正常，但是对人类还是非常善良的。继续到前面去看看，看看还有什么。你是我的宝贝，像你的滋味，炎炎作祟。宝贝宝贝，我们干一杯，这是你最爱的黑桃 A。不多时，第一批队伍就来到了之前的星星园。和之前的星星园不同，此刻的星星园已然是变成了一座手工作坊的模样。从前那个见到游客就丢屎的史蒂夫，此刻穿着一身牛仔背带裤，脸上戴着墨镜，手中还拿着一把锯子，俨然一副在做木匠活的样子。不多时，一个竹蜻蜓就在他的手中诞生了。当史蒂夫将这个竹蜻蜓递到一个小孩子手中的时候，全场众人顿时就有了一种不大真实的感觉。下一秒，他就从身后拿出了一个大手枪，一边咧着嘴，一边朝着游客们滋水，脸上满是奸计得逞的表情。快跑，上当了，这货又进化了！我靠，这是什么？不会是鸟吧？还以为他转性了，还是那个史蒂夫，就是那个味儿。等到众人好不容易逃离了星星园，一旁的猴园此刻也是热闹非凡。原本里面只居住了一只长臂猿，随着那些来自是动物园的动物们的入住，里面也多了一些新面孔。和外面那些猴子不同，这些猴子正聚精会神地围着长臂猿李强，似乎在听课一般。果然是珍稀品种，和外面的那些猴子就是不一样。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是啊，看他们的样子，一定是在向那只长臂猿前辈学习生存经验吧。就在众人一脸感叹的时候，长臂猿李强突然就从一旁拿出了自己的小音响。你是我的宝贝，像你的滋味，炎炎作祟。宝贝宝贝，我们干一杯，这是你最爱的黑桃 A。随着他按动播放键，一首众人熟悉的黑桃就响了起来。果然是学习生存技巧呢，看来他们已经明白了，在西红动物园里面没有一点绝活是活不下去的。擦了一个星期的玻璃的强大也终于是更换了新曲目。破案了，破案了！之前还以为是哪个游客教的，现在看来都是原厂教的。果然西红动物园里面的动物没有一个是可以吃白饭的，这都是靠能力吃饭啊！给老娘安静一点！你在什么？谁让你吓游客的？你在乱叫小心园长老大扣你绩效！虎园区域，自从上次花大姐正面收服2头孟加拉虎之后，她的名字在网络上迅速暴涨。现在的虎园被装上了一块块厚实的防弹玻璃，这样游客们不光能够看得更加清楚，而且还能和李花有更多的互动。花大姐一脸懒洋洋地躺在地上，任凭阳光晒在自己的身上。而在花大姐的身后，那头刚刚入园的雄性东北虎此刻多少是有些无助。原本它在市动物园的时候，那也是动物园一哥，除了大熊猫那货，其他的动物谁能有它的人气高？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那些游客还跑过来看它，顿时这头雄性东北虎就感觉一阵恼羞成怒。给老娘安静一点！你在什么？谁让你吓游客的？你在乱叫小心园长老大扣你绩效！花大姐一声厉吼，雄性东北虎帅一秒就怂了，下一秒他就当着大量游客的面给花大姐按起了肩膀来。笑死！曾经他是个王者，后来他搬家了。果然，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怕老婆都是天性。虎哥不要怂啊！为了你雄性的尊严，站起来！看看什么叫做职场霸凌，这就是了。虎哥向生活低下了他骄傲的头颅。花大姐和她的3岁小娇夫，动物界也有包办婚姻的啊！这头公毛虎也太惨了。我觉得很合理，房子是女方的，这不妥妥的入赘吗？虎园赘婿，家族企业倒闭，被迫入赘花家，3年期限已满，恭迎虎王。虽然虎园内的帅听不懂游客们所说的话，但他仍旧是感受到了浓浓的屈辱。不行，我要反抗，我要重振雄风。也就在虎园这边热闹异常的同时，身为园长的杨林此刻却是火急火燎地往动物园新成立的医务室而去。而这座医务室也是鉴于园区的游客和动物的数量增多之后而专门开设的，里面一共有2名医生，1名医人的，1名医治动物的。等到他刚刚进入到医务室的时候，负责医治动物的王医生就一脸紧张地走到了他的面前。园长，那头黑熊好像快要不行了，它的年纪实在是太大了，身体的好多器官都已经开始衰竭了，再加上它眼部的就伤复发，我担心它这次挺不过去。听到王医生的话语，杨林的心情顿时就是一沉。唉，
10年前大黑熊被送进动物园时，差一点就被人活取了熊胆，就连眼睛都被马戏团的人打瞎了一只，因此这头黑熊也留下了极重的心理障碍。除了我的家3代，其他人他连见都不敢见。没事了，你先去忙吧，让我去看看他就好了。稍微安抚了一下王医生的情绪，杨林随即便走进了救治病房内。刚一进病房，一只老态龙钟的大黑熊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此刻的黑熊俨然已经是一副行将就木的样子，甚至比之前的老年雄狮还要严重，几乎已经是弥留之际了。唉，我曾经也想过用觉醒天赋的方式来帮助这头可怜的黑熊来恢复病情，但却遭到了他的拒绝。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在这个世界已经活够了，已经没有太多的留恋了。想到这里，杨林缓步走到了这头老年黑熊的身旁，抬手一道洞察之光打出，一个灰色的天赋面板就呈现在了他的面前。这还是他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看来他确实是已经要走了。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却是突然响了起来。叮，检测到宿主身旁有动物濒临死亡，宿主可消耗一个随机天赋宝箱兑换神秘天赋重生，使其以另外一种方式获得新生，是或者否。还有这种离谱的天赋？自然界有动物拥有这种天赋的吗？不过一头熊分裂之后重生，是不是有些不大现实啊？眼见面前的大黑熊快要不行了，杨林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当即就选择了是。随着他的选择做出，面前的大黑熊也没有生息，同时一道仅有他能看到的光芒就从医务室的窗户飞了出去。就在他有些弄不明白这道光芒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一旁爪子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杨园长，你快来，熊园的那头母熊要生了。听到这道声音，杨林隐约间就明白了些什么。挂断电话之后，连忙就快步朝着熊园的方向走去。